4个闺蜜只是参加一场同学聚会，岂料酒醒后却发现她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和陆婉欣他们在喝酒吗？怎么跑这来了？难道是喝醉了，被他们给弄来的？我的天，这是什么情况？演戏呢？咋一个个死得这么逼真？吓死我了！喂，醒醒！你们这群演怎么这么敬业？快起来，导演都没有，你们躺着演给谁看呢？不远处的沈寒听到这人反应和自己一样，急忙朝他招了招手。这是呢，请问你知道是谁把我弄这儿来的？你没发现这些人都是真的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我们这是哪吗？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也不知道，我昨夜和同学喝醉了，醒来就在这了。这么巧，我也是。怎么面前的人总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可这人我明明不认识啊！那3人也太不够意思了，怎的把我一个人丢下了？还不知道怎么就被弄这鬼地方来了。你是陆老二？你怎么知道他们叫我陆老二？陆老二是我呀，我是沈小四。太好了，还好有你陪着我。你开玩笑呢？是沈小四叫你这么说的，你和他完全就是2个人好吧？还想骗我？是不是就是他把我弄着来的？只是他们2个没发现，这时又有2个人走了过来。刚你说你是沈小四，你是沈小四。沈寒仔细观察起面前这2人，再看看他们的神态和表情。你是田老大，你是林老三。2人连连点头。沈小四，你说说这是个什么情况？这里怎么这么多死人？我想我们应该是穿越了。穿越？这么邪乎？我们4个一起穿了？不可能吧？陆婉欣说着还想去查沈寒脸上的妆，看看能不能查掉，可弄了半天啥也没有。他又看着这和之前的沈小四完全不同的脸，只能认命了。那这是呢？为什么死这么多人？我们现在又是什么身份？3人皆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要不我们都好好想想，看有没有像其他小说一样接收到这身体原主的记忆。但4人闭着眼，脑袋快都想破了，也没有接收到任何信息。是我们和原主频道不对，还是磁场不合？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接收不到？沈寒有些郁闷，作为一名以小说为生的网文作者，居然穿越后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来。这没有记忆，又没有活人，那他们在这荒郊野外的要干嘛？田亚兰在现代是一名特种女兵，而林静书在现代是一名外科大夫，对于生死也早已都看淡了。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穿越了，都得想办法活下去。我预估了一下这些死人数，应该在100人左右。我们挨个检查一下他们的死因，再搜索一下他们身上还有没有我们能用到的东西。对，管他频道对不对呢？既然我们来了，那以后我们就做我们自己了。老大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过这检查死人这事吧，还得麻烦老大您和老三了。我和老二就在一旁为你们加油打气。对，我和小四可没有2位这般大的胆量，这给死人搜身这活就别派给我们了。其他活，老大说一我们绝不说二。那我和小四一组，老三你和老二一组，最后我们再汇合来个统计。换了个身子，咋就变胆小了？之前那对人的气势上哪去了？我那是对的大伙人，我这还是第一次见死人呢，怎么能不怕？就这样，搜索完后，4人来到了一棵树下。我检查的20到30岁左右的男性共46人，这些人都是被同一种凶器一刀致命。我这边情况和你差不多，能用的东西都在这了。你们说这些人是不是冲着我们4个来的？这里这么多人，就我们4个穿着打扮是最好的，而且马车也刚好4辆，难道是仇杀或是劫杀？要是那些人知道我们还没死，不会又回过头来杀我们吧？我们的身上明显都有一道刀伤，按这深浅程度来说应该是致命的，所以在那群人的认知里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能活过来，完全是因为我们本就不是原主。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得换个身份再找出路，不然要是遇到杀我们的人就惨了。变装我最在行，在这乱世女子出行可不方便。老大你去拔起身男装下来，我来让你们变成翩翩俊俏美少年。得了吧，穿个死人衣服还美少年，我可没那兴趣。我们还是清点一下这些东西有没用再说。快走吧，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避一避。这里这么多死人，又是在山上，这血腥味难免会引来野兽。因为前面是悬崖，他们也只能往那些杀人凶徒离去的方向不停地走。就在他们累得要虚脱了，突然看到前面有个山洞。我先进去看看，如果可以今晚我们就住这儿了。田亚兰小心翼翼地往山洞去了，3人立马原地坐下。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田亚兰才从山洞里走了出来。走吧，里面的蛇虫鼠蚁都被我清理了一遍，很安全了。田老大，你确定都解决了？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这里，晚上出来的可就说不定是什么了。走进山洞，看到地上到处躺着死去的毒蛇和不知名的鼠虫。田老大，这些年你干的究竟是什么工作？怎么这么厉害？田亚兰因为还没退役，在现代时本不想说出自己的身份，可现在在这么个地方说了也无所谓。高中毕业后我就去当兵了，后来进入了保密地方，一直到现在都还没退役。不过现在，原来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老大，
我们以后能不能在这世道活下去就靠你了。4个单身女青年在一场同学聚会后同时穿越到古代，而且每个人肚子里竟然都有一个娃。4人研究了半天，终于点燃了火堆。从穿越到现在，他们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肚子也开始唱起了空城计。老大，这有些吃的，就是不知道够我们吃多久的。今天就先吃这些吧，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找到吃的，得省着点吃。怎就沦落到去捡死人葬的食物了？陆婉欣看着眼前的吃的，却怎么也下不去口，脑海里一下就涌出了那些死人躺在那的样子。结果还没吃，胃里就一阵翻涌，吐了个天昏地暗。姐妹们，我快要死了，死了说不定又回去了，就不陪你们在这受着罪了。你可别想了，要是真死了，说不定就去阎王爷那儿报道了，还想回去？把手给我，我给你把脉。按理说，你这什么也没吃，不应该吐这么厉害啊！陆婉欣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林静书却震惊地睁大了眼，脸上显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赶忙打断陆婉欣：“闭嘴，安静一些。”3人皆被林静书这一声吼和他那严肃的表情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林静书才在3人的目光中收回了手，没说话，只是用很复杂的表情看着陆婉欣。老三，有什么话你就直说，这样看着我怪吓人的。恭喜你，你要当妈了。不对，在这里是当娘了。陆婉欣听到后整个人直接傻了，沈寒和田亚兰互看一眼，不可置信地替陆婉欣问了出来：“老三，你没开玩笑吧？”我像个爱开玩笑的人嘛。沈寒摇了摇头。沈寒为了缓解陆婉欣的紧张和不安，故意学着林静书的语气对陆婉欣说道：“恭喜你，你要当娘了。”陆婉欣像想起什么似的，连忙对林静书说道：“老三，你给小四和老大爷把脉，我感觉我们4人这打扮都像是在古代成过亲的。既然我能怀孕，你们说不定也有可能。”本还乐呵的沈寒瞬间冷静了下来，田亚兰则全程没说话。如果真按老二说的，那可真是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但已经这样了，我们也不能不去面对，对吧？就这样，林静书给他们分别把了脉。你们3人都怀上了，时间都是2个多月。老三，你给自己也把吧。在3人期待的目光中，林静书闭上了眼，然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为什么是我们穿越？为什么穿来什么都没有？错了，老二，不是什么都没有，给了你个娃在肚里。啊，我们要怎么过？该咋过咋过，还省了你去谈恋爱。沈小四，我发现你咋一点不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你有办法回去吗？没有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老大不是说了吗？男人除了能帮你造个娃，什么事儿我们女人不能自己做。现在好了，娃也不用找人造了，我们都有了。既然事已至此，走一步算一步吧，大家只能相互照顾了。沈寒虽然挺兴奋自己突然就要当妈了，但还是忍不住抱怨：这其他人穿越都戴金手指，我们穿越倒好，直接塞个娃给我们。沈寒话刚说完，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一台电脑，一台和他用来写作一模一样的电脑。沈寒揉了揉眼睛，将电脑拿过来放在了自己面前。这不是我的电脑吗？上面还有我贴的标签，看来老天还是待我们没有那么差，还是送了个金手指来。4个脑袋全凑过来盯着屏幕，只见电脑桌面上只有2个图标，一个是沈寒用的写小说的，一个就是某宝。这是什么？陆婉欣忍不住上前用手一点，保护李伯城的安全，将北定府城打造成大燕国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地方，妻死新皇李伯安。李伯城，难道我们这是穿书了？还是一本我才刚刚想了个开头的书？沈寒明白了，其他3人可不明白。陆婉欣就对着电脑问：李伯城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气死皇帝，这不靠谱吧？李伯城是大燕国的定北王，现在带着2万下等兵驻守在北定府城，气死新皇，这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完成了这个任务，便能回到你们的世界。听到这消息，3人脸上顿时要乐开了花，居然完成任务就能回去。还好这电脑没透露李伯城是我创造的人物，不然他们3个知道是穿进了我写的小说里，非打死我不可。那现在的北定府城和那定北王是个什么情况？一座只留下了房子的空城，百姓全都逃走了。定北王的粮草只够坚持3个月，他赶走蛮兵的办法是擒贼先擒王。蛮兵头里阿巴图答应退兵，签下了1年不再攻打北定的契约。新皇将北定府和2万下等兵赐给了定北王，让他们自给自足。这么穷，2万士兵还要等着吃喝，而且1年的时间蛮子可能会再次攻打上来。还有那气死新皇是个什么任务？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沈寒听到这，默默的不敢发表言论，乖乖的闭着嘴不说话。这么穷的王爷，我们要怎么帮？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肚里还揣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种，连自己都养不活。皇帝没气死，我们先气死。先点开那看看，要我们做任务，总得给我们一些助力吧。商场一共分为2类，总而言之就是你们通过系统根据价格可以进行物品买卖。可是我们要怎么操作呢？点开试试看。现在他们缺的是吃食，田亚兰也不乱来，点了2斤土豆购买。请写收货的和收货人。火堆旁，陆婉欣收。叮咚，系统收到。
转眼间，陆婉欣身边靠着火堆的一方，就出现了一堆土豆。果然我们的铜板自动扣除了。这下几人知道了怎么操作，也心安了一些。现在我们能买吃的了，那死人的吃食都兑换了吧？老大，你把这死人衣服卖了吧，咱买件新的。这衣服看着我都膈应得慌。我看那300文一套的粗布衣就行，刚好把我们这裙子也卖了。对了，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我们就每人兑换一身衣服吧。转眼功夫，之前的4个肤白貌美、体态婀娜的小娘子就不见了，变成了另一个模样。绝了，这样走出去，谁也看不出我们原本的样貌了。4个闺蜜同时穿越到古代，不仅肚子里有个娃，晚上还只能睡山洞。等到她们把急需要的物品用她们搜索来的物品兑换后，看到地上的电脑，你们说，我们带着各这东西上路，会不会太打眼了？有什么办法？这个可是我们能完成任务的关键，保护它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的意思是，这东西就不能收起来，我们要用实在。沈寒的话还没说完，电脑就不见了。接着就听见陆婉欣的一阵怒吼：沈小四，你都干了什么？电脑哪去了？田亚兰和林静书赶忙起身四处寻找，沈寒被陆婉欣吼得愣在了原地。我什么也没做啊，电脑快出来！可是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金手指出来？电脑立马又出现在了空地上，这下4人皆松了口气。原来你叫金手指呀，那你再收起来。电脑瞬间又不见了，3人脸立马都黑了下来。沈寒却没发现，还激动地拉着陆婉欣说道：陆老二，你快试试叫金手指快出来。金手指出来。林静书和田亚兰试了试，仍然没反应。金手指快出来。弄半天这玩意儿只听沈小四的。嘿嘿，果然是我的电脑。虽然他们有了金手指，可是里面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用银钱或物品进行兑换的。眼下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先挣钱才能生存。根据目前情况，我们能换钱的方法就是那些人身上的衣服了。4人纷纷点头赞同，决定第2天还要去他们穿越来时的地方。从山洞出来，一路走也一路观察着，一片寂静。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片本来物产还挺丰富的，但是蛮兵来了，北定城的上千难民们从北定逃到这里，吃的粮食都基本见了底，所以全都上山进行了大扫荡。到了地方，4人把那些人什么所有能换钱的东西都取了过来。沈寒和陆婉欣经过2次和4人的相处，也没那么怕了。我们既然打了他们的主意，还是要好好安葬一下他们的。大家都赞同的点了点头。于是4人开始挖到快天黑，直到挖出足够的位置，让他们入土为安后，才安心的回了山洞。今天我们在他们身上一共挣了30两330文，这数字要是放在穷苦人家，那可是挣好几年也不一定能挣到的数字。嘿嘿，看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行了，你们就歇着吧。包括我这身体都素质太差，缺乏锻炼，以后慢慢来，得把身体练好了，以后生娃都轻松些。老大，你怎么懂生娃的事情？我哪里知道，只是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天一亮，4人便走出山洞，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走了一会，田亚兰突然停住脚步，示意3人不要出声。接着一只小鸟就落在了他们的面前，3人吃惊的都说不出话来。挠着，今天会给你们补补，毕竟现在都有了身孕。老大，这能有几两肉？话落，一只小鸟又朝他砸来，一路走走停停。沈寒和陆婉欣手里居然提了10几只小鸟。老大，这么多要怎么弄？还有，你确定这能吃？怎么不能吃？我以前在野外训练的时候没有吃的，逮什么吃什么。这个鸟只是其中一种，可没少吃。回到山洞后就是生火，一通忙活，10只小鸟烤了起来，剩下的炖成了汤。老大，你这怎么弄的？怎么这么香？老大真是深藏不露啊，这肉烤的可真是外焦里嫩的。老大这汤炖的也不错。田亚兰见自己做的食物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心里挺美滋滋的。饭后，沈寒看着远处那片竹林愣神。小四，你看啥呢？老大，你昨天去砍竹子时，可有看见竹笋？这山上一看就是有大批难民来过的样子，哪里还能给你留竹笋？我如果没认错的话，这种竹子的笋子不长在地面，而是长在地下，这样应该不会被人挖走。我们瞧瞧去吧。于是4人带着系统换来的工具，到了竹林。沈寒开始弯着腰在地上不停地寻找着，接着就见他激动地喊道：你们快来看，真有裂缝，快拿铁锹来看，我没说错吧？这种就是边笋，专门长在地下的，你们快帮着挖，找有裂缝的地儿挖，这么一大片肯定能挖不少。3人见到了食物也不再怀疑，昨天挖完坑的4人今天又在竹林挖起了竹笋，一直挖到天快黑才回了山洞。小四，这片竹林肯定还能挖不少竹笋吧？看我们今天才挖了那么大点地方就挖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还能挖多少，但看这情况，可能是从来没有被人们挖过，才能有这么多。4人生好火堆，就把这些竹笋全都剥了出来，然后将几根竹笋切片煮了一大罐汤，就这样又是知足的一顿饱餐。根据之前电脑上说的，我估计明日下山后，我们可能会遇见不少难民，到时候电脑就不能轻易拿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把所需物品都先买出来带在身上。大家来说说，买些什么？吃的，
肯定不能少。买些常备药，我本想采些药材，但这座山上已经被挖的什么也没有了。再买些防身的，买2把好的，看着就能唬人一些。经过一番商量，田亚兰让沈寒先买了20斤糙米，一些吃食和必需品，又买了4套男装备用。林静书选了一些感冒药、跌打损伤药、纱布等，甚至还有泻药。3人看着他买的这些，都瞪大了眼睛。沈寒拿起一包泻药问道：老三，你买这个干嘛？怕生娃时不好生。林静书听到无奈地说道：哪个生孩子吃泻药？只有你想得出来，我这是有备无患。之后4人就开始选工具了。田亚兰准备买4把锋利的工具，结果沈寒和陆婉欣死活不要，2人居然选了2根电击棒。你俩买个电击棒用完上哪充电去？你俩能发电呀？好老三，那大刀我确实用不惯，这个电击棒写了一次电能电击200多次，我有了这个一次就能把那些人吓得不敢靠近，还省了那些人靠近针让我们动刀子。对，有了这个震慑那些心存恶念的人，肯定能给我们解决不少麻烦。田亚兰也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听2人说完后，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下那电击棒的图片，外表被做成了竹子似的，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根竹子。有这东西要是能吓退坏人，他也不想动刀。行了，他们要买就让他们买吧。谢谢老大，爱你哦。我也爱你老大。我也爱。最后他们还找电脑要了张这个国家的地图，毕竟在这个陌生而又没有手机导航的年代，地图还是很实用的。要是以后有认识原神的人问为什么不认识或不知道以前的事了，我们怎么办？就说我们被歹徒差点杀害，遇到了一位高人救了我们，给我们吃了救命的药，但却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对，高人还送了不少好东西给我们。虽然不知道说出去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们4个确实没有以前的记忆，总不能不记得事就把我们当妖怪吧。一番讨论后，4人对明天下山会遇到的情况皆怀着忐忑的心情休息了。次日天微微亮，还在熟睡的3人就被正当守夜陆婉欣的大喊大叫吵醒了。你们是谁？别过来！信不信我这棍子能让你立马倒下？4个闺蜜同时穿越古代，见人就打，对方还千恩万谢。你们是谁？别过来！信不信我这棍子能让你立马倒下？小哥，我们没别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咚的一声，应该是说话的人倒地了。这时沈寒3人也快速换上男装，拿上自己的防身工具，来到了洞口处。这些个拿剑的应该都是手下，因为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神情冷漠却自带气质的男人。这位大侠，不知你们这么多人用剑指着我二哥，这是何意？哪是我们要动剑，明明是你这兄弟莫名其妙不知用什么东西将我们秦少给弄晕了。显然他们已经检查过地上那男子只是晕了，不然那剑怕是早就砍上来了。沈寒看了眼紧张的陆婉欣，你们这突然出现这么多人，还个个手拿工具，我这姐兄弟没见过世面，当然是被你们吓到了，出于自卫才将这人弄晕的。刚刚我明明说了让你们别过来，可这人偏偏不听，还要上前来夺我这防身的，是他自己凑上来被电晕的。这是何物？这是救我们一高人送给我们防身的，这里产生的教电，人一碰就会晕倒，所以你们最好不要靠近我们。就你们可知悬崖那发生过何事？这个问题让沈寒警惕起来。这人问死人的地方干什么？他是认识那些死了的人，还是他们本就是杀人的人？不知道，我们一直在这山洞。男人看出沈寒有意敷衍，便亮出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定北王的兵，我们奉命出城来采买粮食，只是见那里多了些新的土堆，有些好奇罢了。沈寒回头看了田亚兰他们一眼，虽然他们没有做出回应，但沈寒明白他们的意思。既然你们是定北王的人，我就实话给你们说了吧。我们家是做粮食生意的，运了一大批粮食路经此地，结果遇到了歹人，将我们家的其他人皆害了，我们也都中了一刀，命悬一线之际被一名高人所救，我们才得以活命。这小子没说实话，你们运的粮食，那些死人是怎么回事？沈寒见他对粮食感兴趣，一下想起他们的任务来。这定北王此时不就是正缺粮食吗？要是现在就给他的人一些，不也算帮他了吗？对，高人不仅救下了我们，还救下了我们的粮食，现在就放在山洞里，我们烧好后不忍心亲人路食荒野，就去把他们都掩埋了。你们手里有粮食？怎么，你想抢？我长得像强盗吗？为何这小子这般怀疑？我们乃是定北王的人，绝不会干出那些烧杀掠夺之事。你们有多少，我出银子买。那你等等，我先和我哥哥们商量一下。既然这些人是定北王的人，那我们现在就卖些粮食给他，这样也算是帮到定北王了吧？他们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弄到粮食，要是他们不是呢？反正我是卖给他们，即使不是我们也不会吃亏。田亚兰和林静书也点点头表示赞同。你有多少银钱？先拿出来看看。这小子有意思，竟然还先摊手找我要钱。男人伸手掏出一张银票递给沈寒，身后的黑衣人皆震惊了。怎么回事？我们这四爷居然怎么听这小矮子的话？沈寒接过银票看了眼上面的数字，竟是100两。行吧，我们进去清点一下粮食够不够，你们在这等着。说完也不理那些人，转身将自己手里的电击棒递给田亚兰。老大，你和老三在这守着，我和老二进去点粮食。田亚兰和林静书会意，便上前一步挡在了山洞口。
沈寒和陆婉欣一进山洞就找了个角落换出电脑，买了大米2000斤、面粉2000斤等，共花了52两。行了，就这些吧，我们还能赚个48两。沈小厮还得是你啊！我这赚的也心安，现在这情况，他们上哪估计都买不到粮食。转眼间，山洞里瞬间被塞了一大半对的粗布口袋。沈寒上前打开袋子看了看，确定是粮食后，找了2袋糙米，放在了他们的包裹处。你留2袋干嘛？这4个包裹我们都得累得够呛。哎呀，我这也是为我们留条后路，反正这也是他们给了银子的。之前被陆婉欣给电晕的男子现在已经醒了，警惕地盯着田亚兰手中的电击棒。看到陆婉欣过来，你这小子竟用这种不明物体把我给弄晕了，你这是个什么东西？谁叫你不听劝要往我这棍子上凑？这可是高人送给我防身的，是你自己不长眼。这位大哥，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二哥也不是故意的，这事就翻篇了。粮食我已经给你们清点好了，你们随我进去吧。粮食？什么粮食？走进山洞，看见堆得满满的粮。刚这小子说他们有粮食，我确实不信，给那小子银钱也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只是没想到他们还真有这么多粮食。天一，去看看。是。手下看了一遍，确认是粮食后，便对男人点了点头。粮食你们也看到了，都在这了，都给你们100两刚好，我也就给我们自己留了2袋糙米。男人回过身，这才发现4人身后的角落还有2个麻袋和4个奇怪的包袱。不一会儿功夫，这些人竟把那堆粮食都搬空了，手下都走了，就留下2个男人。小子，你们这些粮食哪来的？其他地方可还有？你叫谁小子呢？叫我二公子。行，二公子，现在可以说了吗？他们还想要粮食怎么办？就这点粮食，那2万人可吃不了几天。那我们还给吗？给，要怎么给？4人低着头窃窃私语，以为远处的2人听不见，结果习武的2人可都是耳聪目明的，他们说的每一句都被听进了耳里。2人也盯着对方在用眼神交流着，意思就是先看他们怎么说。你们说你们是定北王的人，看在定北王击退了蛮子的份上，我们兄弟4人决定亲自将粮食给送去北定城，你们别到时付不起银钱。小瞧谁呢？我们定北王会缺你们那点银钱？你们亲自送，粮食在哪？这就无可奉告了，但我们有个条件。那男人见沈寒盯着自己，居然没有惬意，缓缓地点了点头。你说来听听。我们想在北定住下，希望您让定北王收留我们，然后给安排个好地儿。就这？我们想的是要完成任务，肯定要去北定。我们这身份不明，人家不让进城怎么办？这人生地不熟的，只好先找好靠山。那这简单，我们北定可是对各地难民都敞开大门的，只要带上户籍，证明自己的身份，进了城自然就会有人好好安排你们。这是怕什么来什么？刚提出这条件就是想着我们身上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东西，可我们这一路户籍和其他贴身物品都丢了，不能证明就进不了城吗？拿着这个就可以直接进城。沈寒顿时眼睛一亮，他最想要的就是这种能通行无阻的东西。那就先谢谢啦，放心，我们定给你们弄来大批粮食。这小子居然敢拍4爷的肩，我们4人一直一起，不管是鬼混还是办正事儿，4爷可不允许任何人碰他的，现在居然把自己随身令牌给了出去，被人拍了肩也没发火，太不可思议了。难道就因为人家有粮？2个男人偷偷躲在树上，只是为了偷看让他们有奇怪感觉的男人，却不知道这些他们以为的男人只是刚刚穿越过来的4姐妹。4爷，这群难民是怎么发现他们有粮的？应该是在路上碰到咱们运粮食的人了。沈寒4人刚要下山，就遇到一批难民，上来就给他们跪下，有老人有孩子，4人于心不忍，就把自己所剩的粮食兑换给了他们。好了，粮食都换给你们了，这山洞里剩下的粮食可都是那些军爷的，你们带着粮食下山吧。军爷在哪？之前你们不是看到那些配件运粮的人了吗？那些就是军爷，他们刚带走一批粮食，剩下的回头就来取，你们可别打那些粮食的主意，小心你们的人头不保。沈寒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好让这些难民认为这是从给军爷的粮食中给他们换的，让他们别再打主意。难民们得到粮食一番感谢后就下山了。沈寒4人在系统上卖完东西，给自己脸上装扮了一下，也背上了包袱，踏上了下山的路。在他们走后，2人就闪现在山洞。4爷，那个沈公子不是说还给咱们留的有粮食，还有他们从难民那换的东西怎么也没有？刚刚里面明明就剩下2袋，可是他们给难民的粮食远远不止2袋啊！秦少在山洞里不停地到处走动，时不时用脚踩一下地，用手拍一下石壁。难道是有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4个很奇怪？4爷，你也有这种感觉吧？那个陆公子我老是感觉很熟悉，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得看看这4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说完，他们就朝死人堆去了。随之一声响亮的口哨划破天际，2名黑衣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你带尹毅他们去看看，那些死人堆里可有熟识之人？你让我去跑死人堆？你想帮着跑也未尝不可。秦少见4爷里都不理他了，只得任命带着尹一和尹二前往死人堆。下山的沈寒4人一路走走停停，在山脚的一片空地上看到了之前在山上的难民。你们哪来的？走一边去！这位大哥，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想去北定逃难的，
能不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和你们一道，这样互相也有个照应。去，我们可不是一道的，我们去北川。就在这时，一个小娃的声音响起：小哥哥是你们吗？沈寒愣了一秒，原来是刚才他们在山上遇到的难民中的一个孩子。小宝，回你娘那去，别乱跑！放开我，大牛叔，你快放开我！那是厉害的小哥哥，就是他们给我们的粮食，他还会好厉害的算术。因为刚才沈寒在帮助他们换物品的时候，用的是现代的计算方法，在地上写画画，全被小宝看在眼里，无比崇拜。大牛，你先放开小宝，这几个小哥不是坏人，是我们的恩人呐。大牛听莫掌柜这么说，不得不放开了拎着小宝的手。小宝真乖，看这是哥哥之前答应奖励你的。谢谢小哥哥。4位小哥，你们这是？大哥，我们本是一大家人出门做生意，奈何路上遇到歹人，把我们的家人都给杀害了，我们4人被高人所救，才得以活命。高人还保住了我们的粮食，可粮食再多，我们没有了家人，4个人也带不走，刚好遇见了北定的军爷和你们，这才将粮食给脱手。那4位恩人接下来什么打算？之前那军爷说了，北定的城门只要有户籍就能进，而且还会好好安排我们这种难民，所以我们打算去北定。可北定不安全呀，那蛮子虎视眈眈的，说不定去了北定刚安顿好，那蛮子就又打来了。那可不一定，咱们定北王是谁，能打退他们1次，定能打退第2次。而且你们现在就这些粮草能坚持多久？要是去了北川，再不接纳你们可想过怎么办？我们家在去往北定的路上还藏了一大批粮食，我们已经答应到时找到就给北定的军爷送去，到时候你们就同我们一起送粮食去，军爷定不会让你们挨饿。莫掌柜听到这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粮食紧缺的时候，这小哥家居然还藏有粮食，要是真如他所说，那跟着去北定赌一把确实还有一线生机。小哥哥，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沈寒，你也可以叫我小4哥哥。那好，我以后就叫你小4哥哥。你看那是我二叔，我二叔以前可是村长呢。那个在河州的是小狗蛋，那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等他吃完我介绍给你们认识。我和小狗蛋都喜欢算术。你爹是干什么的呀？感觉大家都听他的。我爹可厉害了，他是镇上最大酒楼的掌柜的，那里有好多人都归我爹管，东家可喜欢我爹了。我爹每天都用他袖口里的秤要称好多银钱，还有我爹的算珠拨得可快了。说着，小宝就把沈寒拉到一个老人的身边。爷爷，这是小哥哥奖励我的饼，你吃了后就有力气了，有力气病就好了，就能陪小宝做算术了。小宝乖，你那饼子留着你自己吃，爷爷现在吃不下。小宝，爷爷这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从家里出来，爷爷还好好的，不知怎么的，爷爷就不停地咳嗽了。小宝听爷爷咳嗽，小宝也难受。沈寒看了看周围，好多人在咳嗽，一种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中，连忙告别小宝，走到陈静书身边。老三，你知道瘟疫有什么症状吗？你这鬼鬼祟祟的，问这个干嘛？我之前看小说，都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你看那些咳嗽的人像不像得了瘟疫？陈静书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这些人得的应该是不会传染的风寒之症。那你能治吗？我能治，你有药啊？沈寒嘿嘿笑2声，盯着林静书旁边的包袱，用手指了指。你这是他们说的圣母吗？之前是粮食，现在又是药，我这包里就2包感冒药，我估计这里可是有不下100人得了风寒。这哪是圣母？你还懂这个？你不是只研究你的医术吗？我这也是帮我们自己好吧，出门在外的帮助别人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你有2包给我1包呗。林静书二话不说，拉过沈寒的手就开始把脉。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有的药可不能乱吃。老三，你在说什么呢？是小宝爷爷得了风寒，老人年纪大了，怕扛不住，我才想着从你这拿包药给他。这药可不能乱吃，走，带我去看看。说完，2人来到老人身边。三哥是个会医的，让他给小宝爷爷瞧瞧，不然看老人咳嗽的厉害，挺难受的。莫掌柜听了无比激动，真没看出来这小哥居然会医，是个大夫。陈静书帮老人把了把脉，确定没什么大事，就把药交给了沈寒。这一大包里面有6小包，一次用1小包冲水喝，我想你应该懂的。这个拿去兑一些热水给小宝爷爷喝，这还剩下的5小包你收好，一天喝3次，按时给他喝。这药就这1包，喝完不行我们再想办法。莫掌柜感动的不行，想上前握住沈寒的手，又觉得不妥，不停地给沈寒行礼。沈四公子真是我们的大恩人，以后你要让我们做什么，我绝不推脱。沈寒满脑子都是任务，但是想到现在那里是座空城，首先必须要有人。那跟我们一起去北定呢？这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商量。莫掌柜有些为难，他们这个队伍挺特殊，大家都是中途才认识的，
行，明天一早你再给我答复。如果你们依然选择去北川的话，我们也不强求。而这边山上的人终于在天黑前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四爷，这里面真的是王妃的队伍，只是里面没有王妃和3位夫人的尸体，说明他们4人可能还活着。这时男人脑海中立马出现那4人的身影，因为他们是男儿身打扮，声音神态也完全不同，所以虽然感觉看到他有种奇怪的熟悉感，但也没多想。如果真的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们一样？那4人肯定有问题。老秦，走，再去会那4人。四爷，难道我们还是这打扮？他们在难民队，要不我们也化身难民？我们乔装一下，把名字换换。我叫秦一天，你就叫李四北，怎么样？四爷用看异样的眼神看向秦少。不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叫秦2天？嘿嘿，秦一天感觉要顺口些。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你说叫什么嘛？你叫秦天，我叫李北。秦天、李北和秦一天、李四北有区别吗？4个闺蜜只是参加一场同学聚会，酒醒后不仅同时穿越到古代，每个人肚子里都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娃。天微微亮，陆婉欣打了个哈欠，听到周围乱糟糟的，便推了推还在睡梦中的沈寒。看，那2人抬的是什么？好像是野猪。这也太厉害了，他们从哪弄的？难道他们过了那云峰山崖？听说那边野兽成群，都没人敢去，去了就是死路一条。那这2人也太厉害了。沈寒已经听见这些人的对话，嗖的一下坐起身。我叫你半天你都不起，一有热闹你比谁都跑得快。还是老二了解我这也成了职业习惯，一遇到事儿就想去看看瞧瞧，说不定就是我的写作素材呢。各位乡亲，能否问一下你们这可有能做主之人？2位大侠，不知你们这是何意？我们兄弟2人想去北定参军保家卫国，奈何身上没有了粮食，便去这云峰山崖打了2头野猪，想用野猪作为交换，看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们同你们一道，路上随便给口吃的，要是走到能打猎的地方，我们便进山为大家寻肉吃。人群里瞬间炸开了锅，2只野猪那得有多少肉？莫掌柜看了看大家，也拿不定主意，刚好看到沈寒他们，不知2位恩公怎么看？别恩公的叫我沈四就好，这个事情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好。不过他们看着应该不是坏人。提完意见，沈寒也转身准备和陆婉欣回休息地。小哥，谢谢你刚刚替我们说话，我叫秦天，那是我好兄弟李北，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我叫沈寒，寒冷的寒，这是我表哥陆万，千万的万。怎么给我起名字都不和我商量的？陆万兄有礼了，不知你们从何而来，又要去往哪的？陆婉心头都不抬得像背书似的答道：我们从京城运粮食过来，家人都被歹徒杀害了，无处可去，便决定去北定定居。秦天了然的点了点头，深深的看了陆婉心一眼，看得陆婉心莫名其妙，这人怎么把人看得发毛？而此刻李北正用一种想把人看透的眼神盯着沈寒，这男人怎么回事？眼神怪怪的，还有些吓人，难道这人认识原身，而且还有仇？秦天走到李北身边，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你也看出这2人是谁了吧？可奇怪的是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们似的，而且这2人和之前比起来又完全像2个人，把我都搞糊涂了，难怪上次我们没认出他们。四爷，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先看看他们玩什么花样再说。沈寒和陆婉欣则逃回了田亚兰和林静书身边，2人都气喘吁吁的。你们俩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太缺乏锻炼了，这才几步路累成这样。我们这是下的好吧？那2人肯定有问题，或者他们认识我们，不然干嘛那样盯着我们这种满脸是灰的小哥看？沈寒也点头附和。到了饭点，每人分到1碗肉汤，沈寒4人吃得津津有味，而秦天和李北2人同样也一手端着1碗汤，一直在观察远处4人的动静。看到他们吃得那么津津有味，心里更是不解，这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假装不认识我们，而且完全像变了一个人？饭后，沈寒觉还是得找莫掌柜问清楚，如果他们依然不跟着去北定，那他们就自己先走了。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喊道：快看，那去往北川的路上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这时只见那条路上慢慢走来一群人，还推着车，上面还放着不少家当。莫掌柜便走上前去询问了他们的情况，片刻后在人群中说道：他们原本就是北地人，可蛮子打来了，他们不得不跑。他们这是刚去了北川后又返了回来，北安也不能去了，去了也进不去。那我们去哪？再这样下去，我们带的东西也顶不住了。那怎么办？难道往更远的西平去？怕是还没走到那，人就死在路上了。沈寒也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声，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大声地问莫掌柜：莫掌柜，你们可想好了，跟我们去北定吗？莫掌柜见沈寒问他，回过头和身后的几人小声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和沈寒他们一道去北定。行，我们就听你的，都去北定。沈寒乐呵呵的拍了拍莫掌柜的肩，笑道：放心吧，你以后会知道你今天的决定是多么的明智，定北王一定会好好安置你们的。定北王可有秘密工具，要是那蛮子敢再打过来，定让他们有来无回。沈寒说的信誓旦旦，他还拿出了那个令牌给那些人看。
你们瞧，这是定北王给的令牌，北定城我们可以通行无阻的。听到这里的两人彻底蒙圈了。你说这人想干嘛？怎么想着法的把难民往北定带？没带脑子，回去把脑子带上再来。还在原地的晴天莫名其妙，他只是一直在想这个沈寒为什么装成不认识他了，还和以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哪有心思去管这些难民？怎么就成了没带脑子了？这不好好在这吗？你有说过这些吗？还有那秘密工具是什么？你有事儿瞒着我们，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那不是小子，他说的那些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为了把难民骗去北定的胡话。我现在当然发现了，这4人不是小子，上次还不是因为他们是男人打扮，一见面就把我弄晕了，醒来又因为粮食的事兴奋，都没仔细观察他们。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看他们那样子，说不定还真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不然怎么能突然判若两人，连我们都不认识了？确实，这个丫头一见面就拿不知名的东西弄晕了我，现在我在她面前，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就听到陆婉欣在那边吆喝着：“让一让，离我远点，小心我这东西能让你们立马趴下。”晴天听到这里忍不住笑出声。陆婉欣见那叫晴天的笑声，便朝着晴天走过来。怎了？你是看不起我，觉得我在说大话？你不信我这棍子能让你醒不来？是，我当然信了，我可是亲自领会过的，能不信吗？怎么看到这人我有种特别的感觉？难道真像沈小四说的一样，这人认识原主？可不应该啊！我都把脸弄成这样了，还能认得出？算你识相。莫掌柜命令大家休整一下，吃点东西再赶路。晴天见他们生火烧起了水，好奇地凑了过来，坐在陆婉欣旁边。陆万兄弟，你们这是干嘛呢？烧水呢，没看见？看见了，你们烧水干嘛？烧水当然拿来喝，不然烧着玩。这丫头现在挺有意思，居然不怕我了。你们怎么认识定北王的？你管我们怎么认识的？干嘛要告诉你？还有你这人没事凑我们这来干什么？话这么多。不管就不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用你干什么，就你这个人往那一站就是个祸害，回你兄弟那去，不然小心我用这个让你好好睡一觉。这丫头怎么变得这般伶牙俐齿的？挺有意思的，大家以后都是一路人，相互有个照应也好呀。来，我帮你们烧水，这水也分我们兄弟先。此刻的李北一人在远处看了这边一会儿，竟也拿了包东西朝他们走了过来。李公子有事儿？这是莫掌柜分我们的粮食，我们没有过，你们就一并帮我们煮了。莫掌柜说了各家解决各家的吃食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给你们做？李北勾起唇角，似笑非笑的双眼盯着沈寒。你不认识我了？这个问题瞬间惊到了在场所有人，其他3人也开始脑袋飞速转动，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次也不是要看他们玩什么花样嘛，怎么自己要摊牌了？我们以前认识吗？这下李北确认了，看样子他是真不认识我，不像装的，可是明明就是他，到底怎么回事？想了想，李北才说道：“你怀里那东西是我给你的。”沈寒这才仔细了看看面前这人，才反应过来，你是那个君言。陆婉欣也盯着秦少看，这才发现你是那个被我电晕的公子。呆呀，真看不出来你们这化妆技术也不错，不仔细看我都没发现。陆婉欣说着，用手不停地摸着秦少的脸。这真的是那个女人？这也太胆大了吧！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我脸上摸来摸去。你怎能随意摸男子的脸？你可知羞耻二字为何？呆呀，什么知羞不知羞的？我们都是大男人，别太在意这些小节。谁让你们之前和现在反差太大？我这不确认一下你脸上是什么东西吗？说完又在晴天脸上捏了一下。没想到这古人的皮肤还不错，今天这豆腐吃的可以。难道自己认错了？这根本不像是个女人，更不可能是我认识的那个胆小懦弱的女人。灾荒之年，别人都是吃不上饭，他们却能基鱼肉蛋，只因他们不仅是穿越来的，而且还拥有金手指。哎呦，这是哪里来的帅小伙啊？帅小伙？他这是在夸我好看吗？晴天和李北心里的疑问基本已经确定，就把脸上的装扮卸掉了。晴天看到陆婉欣脸上的脏东西也洗掉了。你现在看着也不错啊。用你管？这个女人怎么你说我就可以，我夸你也不行？而另一边，李北想起沈寒和难民说过的话，故意说道：“我听有人说定北王答应了难民们回城会怎么样，这事儿我可没听定北王说过，我得去和难民说道，看看他们还愿意去北定吗？”你这样做对你可没什么好处，我这样不也是为了你们北定好？怎么是为了北定好？你们的北定现在连百姓都没有，就那些士兵能维持整个北定的所有运作吗？没有人以后北定怎么发展？这么多土地谁来种？那些士兵又靠什么养活？怕是坚持不到蛮子打来，你们就饿死了。其实这些事情他也想到了，但他知道靠自己很难完成，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能想到这些。这个女人现在的觉悟都这么高了吗？她好像真的像变了个人。不过你回北定要是帮我在定北王面前好好说说，那明他们回去同意将房屋和土地还给他们，以后你俩的知识我们就给包了。结果李北听了则故意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你答应的话与我何干？自己想办法。定北王可是没那么好说话的。晴天在一旁也故意连连点头。
定北王特别不好说话。不过你们要是好好求求我们四爷，说不定还真能让定北王按照你们说的那样做。因为啊，这定北王可信任我们四爷了。沈寒四人相互看了看，用眼神进行着交流，都点了点头。行，以后不带你俩的伙食我们包了，不会让你们饿肚子，而且保证你们能吃好。晴天眼睛瞬间一亮，用手悄悄地拉了拉李北的衣服。李北感受到后，立马离晴天2步远，转头对沈寒说道：“看你们的表现了。”李北说完就继续闭目养神了。到了饭点，咱们还剩下猪蹄和一些猪骨头，我们一起炖了吧？行啊，还好我们买的工具够大，可以炖上1大锅。可是这肉这么大怎么办？田亚兰本来是几个当中力气最大的，奈何现在身子太弱，又没有合适的工具，实在使不上劲。李北听到这里，就给晴天使了下颜色，两个人一起走了过来。那个，还是四爷你来吧，我就不献丑了。这小子那功夫除了能逃命，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接着就见李北手起刀落的旁旁放好几下，2根猪蹄就被宰成了小块小块的。这操作看呆了在场所有人。看，还是我们四爷厉害吧？这东西稍用点内力就跟切豆腐似的。是，不像某些人弱的，一看就没内力吧？晴天没想到陆婉欣会扯自己身上，摸了摸鼻子，有点心虚。每次四爷和霆锋叫他练，他总是躲懒，就只把轻功练得炉火纯青，其他功夫一概不行。反正遇到危险自己能逃命就行，只要不拖他们后腿。我总比于文琪那书呆子强。弱不禁风的样子，整日病歪歪的，一叫他练5不到半个时辰就得晕倒。陆婉欣也叫上沈寒，2人将猪蹄和骨头放进了罐子，准备清洗一下。晴天看到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似的，上前一把从2人手中将罐子抱了起来。我虽没内力，但力气总比你们俩强吧？呵。沈寒2人见东西被晴天抱走了，看了看周围没什么人，2人就开始小声的嘀咕起来。那一锅全是肉炖出来，肯定特别油腻。那能怎么办？我们只有土豆，难道又用土豆炖？我好怀念我妈炖的山药猪蹄。2人顿时4眼放光，看了看四周，趁着没人注意，他们便朝没人的山脚下摸去。眼看天快黑了，李北发现还没看到沈寒和陆婉欣回来，田亚兰和林静书也开始担心起来。你们俩就留在这看着火，我们去看看。而此时正在山脚造的2人，老二，你快瞧，真有山药卖，要8文1斤，你说我们买多少？咱们这么多人，至少买个3斤吧，再来斤生姜吧，还有我们盐不多了，再来包盐，其他的先不买，多了也不好拿。那好，就这3样，我下单了，你去那树下等着。刚敲下确认键，就听见晴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兄，是你吗？”金手指收起来。2位军爷，你们怎么来了？我就是和我2哥那集过来方便方便。方便？你们跑这么远的地儿来？你们可知道这大屿山为什么看着植物这么茂盛，却没有像云峰山一样连树皮都被扒了吗？沈寒这才想起路上确实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这座山上全是野兽，这里的人都不敢上山，去了的人都没活着回来的。而刚好在这时候，沈寒好像听到了一声狼叫。老二你好了吗？好了。陆婉欣笑嘻嘻地抱着一堆东西走了出来。哇，老二你挖的什么呀？挖这么多？我的运气真好，居然在这发现了好东西。这个叫生姜，这个叫山药，用这2个做菜可好吃了。是吗？那我们赶紧回去把这加在猪蹄汤里，肯定不错。2人就在那一唱一和的，晴天和李北也不说话，就看2人表演。他们虽然看着那些东西可疑，但知道现在还不是询问的时候。田亚兰和林静书见2人回来手里抱着的东西，瞬间明白这东西打哪儿来。你们2个以后要去哪记得说一声。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一个人。 2人知道让田亚兰他们担心了，立即心虚的点了点头。真香！就这样，很快一锅香喷喷的排骨汤就做好了。沈寒盛了一大碗山药猪蹄就给李北端了过去，看似睡着的人一下就睁开了眼，用他那乌黑发亮的眸子盯着沈寒。军爷，你醒了，来，我们的吃食做好了，您慢慢享用。李北什么都不说，直接吃了起来。他还真放心，就不怕我们在菜里下药吗？军爷需要再来点吗？李北见眼前这人候在那，就像那些拍马屁的人一样，顿觉有些好笑。不用了，你可以退下了。而晴天可没这么好待遇。我的呢？今天吃了我那么多烧土豆，最后一碗汤给你。晴天也不生气，抱着最后一碗汤也喝得津津有味。他们今日赶了一天的路程，吃过东西后，大家累得就躺下了。迷迷糊糊中，突然人群中不知是谁一声尖叫划破天际。4个闺蜜刚一起穿越到古代，就被一群狼围攻了。被那叫声惊醒的田亚兰了解情况后，立马站在人群中说道：“大家不要乱，不要跑，这样更惹到狼群。趁着狼群还没过来，大家赶紧把火堆点起来，火越大越好。”可他一个人的声音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慌乱之中也没有人听他的。还好大家都习惯听莫掌柜的。莫掌柜按照田亚兰说的，带领青壮年男人手拿工具站到最前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太多狼了，如果他们发起攻击，我们这些人怕不是对手，难免死伤。为了能减少伤亡，只能用它。田亚兰说着做个手势。沈寒听到这本就狂跳不止的心，现在更紧张的就像要跳出来似的。要什么样的？田亚兰比了个手势。
难民之中只有李北和晴天身体稍微健壮一些，青年也没几个，其他的一看就弱得不行。这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书中世界，只要有卖的，其他的暂时也管不了了。于是沈寒悄悄地换出系统，把兑换的东西又悄悄地递给了田亚兰。你先回人群中去，注意安全，让大家保持冷静。说完，他自己则悄悄找了棵大树爬了上去。我看大家还是逃吧，这么多了，在这不就是等死吗？人群中瞬间恐慌起来，大家开始试图往后跑。沈寒见状大感不妙，大家不要动，绝对不能跑，实在害怕的可以慢慢往后退。可这些人的心里已经被狼群吓破了胆，哪里还听得进去？大家乱成一团，狼群此刻也就越来越近。狼的腰部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大家都攻击他们的腰啊，砍他的腰。可由于狼的数量太多，总能找到弱势群体发起攻击。一个由于逃跑被石头绊倒的妇人瞬间落入狼海。陆婉欣、林静书和沈寒三人也背靠着背，挥舞着手里的工具。可这三人可没有田亚兰的经验，只能和面前的两只狼两只也相对着。李北发现这边的情况，急忙喊道：“老秦，后方！”就在这时，两只狼同时朝着沈寒三人扑去。还好李北和晴天一个箭步赶了过来，两人同时踢在野狼的肚子上。哪知晴天吃了没有内力的亏，野狼没被踢飞，反口咬住了晴天的小腿。另一只被李北踢飞的野狼不顾疼痛，又猛地朝李北发起了进攻。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传来的一声巨响。李北抬眼朝发出响声的地方望去，却只能看到有火花从一棵树上发出。看见火花的同时，又是几声的响声传来。再看人群中的野狼，接连倒地，直到看到最后一头狼倒地，大家才敢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沈寒三人这才注意到，因为救他们而受伤的晴天此刻已经疼来像是失去了知觉。小四，去准备一些消毒用的东西，老二赶紧弄些干净的水来。李北看了眼晴天，见他没有大碍，第一时间就赶去了刚刚发出声响的大树。来到树下，什么也没有，纵身一跃跳上树干，上面有树枝被折断的痕迹，并不能知道是谁来过。李北只好又回到人群。晴天这边，他的裤腿已经被林静书给撕了开来，疼得他睁开眼大叫：“你这小子怎就和鲁万一样不注重这些？怎能随意撕破男子的裤子？”闭嘴！我是大夫，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我这都是病人。林静书一个眼刀射过去，吓得晴天赶紧闭上了嘴。这人之前不是大字不识粗鲁不堪的马，什么时候会医了？这严肃起来的样子还真唬人。你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们老三干嘛？我们老三可是正常男人，没其他方面的爱好，别瞎打主意。晴天听见陆婉欣的声音，立马回神，听明白他说的什么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小子说的什么话？我能打什么主意？我只是好奇你家老三怎么会是大夫？是大夫怎么了？按你也了，你这腿现在不得靠大夫来医治啊！你这人怎么像个女人似的蛮不讲理？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乱安罪名。陆婉欣一听晴天说她像女人，哼了一声，赶紧闭上了嘴。这两人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斗嘴，真是服了两个老六。由于刚才场面混乱，好多人都受了伤，林静书他们挨个帮他们进行了清理，而悄悄回来的田亚兰也默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晴天一人坐在原地无法动弹，好不容易看到陆婉欣他们忙完，路过他身边。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四人停下脚步，看了眼坐在地上的人，确实有些可怜。老二，他就交给你了，我们先回休息的去了，你把他处理完就赶紧回来。晴天一听林静书这么说，立马急了：“哎，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处理完？你们要干什么？”可林静书他们根本就不理他，直接走掉了。陆婉欣这才蹲下身，用手拍了一下晴天的腿：“啊，疼！闭嘴！我得赶快弄完回去休息了，别耽误我休息。”那心狠的女人，呵！李北在人群中试着寻找着树上那人的线索，没有看见，肯定是高人救了咱们，也有可能是山神救了咱们。本来毫无头绪的李北，一靠近沈寒四人，李北顿时反应过来，刚刚在和狼群搏斗之时，这田家的一直没看见。以前他们四人做什么都在一起的情况来看，他不可能无故离开，而且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少了一个人，其他三人还没有反应。李北不停地分析思考，难道树上的人真是这田家的女人？可老陈不是说她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官家小姐，整日在家绣花吗？而且现在这四人又好像根本不认识我，看来只有等到了北定，才能解决心中的疑问了。想到这里，李北直接对几人说道：“有条路可以提前10天到达北定。”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在场的5人都搞懵了。你们不是想去北定吗？我知道一条路可以快些到达北定，这样就可以为难民们节省不少粮食。这个女人和闺蜜一起穿越后，不仅肚子里都有一个娃，每天还都过着逃荒的日子。翌日一早，李北醒来后，本想着去找一下之前那条近路，这时却突然发现了天空中盘旋的大鸟，那是他千辛万苦训练出来飞鹰。只见纸条上只有速回2字。看来有什么事是老于解决不了的了。李北思索着接下来的事情往回走，没留意和刚准备出去打水的沈寒撞了个满怀。君爷，你这大清早的在想什么呢？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我到北定等你。沈寒还没反应过来，
李北已经离开了。这军爷什么意思？之前不是要找人吗？现在不找了？还有他为什么说在北定等我？到晴天身边，不喜欢与人接触的李北找了根木棍，直接戳着还在熟睡晴天的胸口。谁敢偷袭本公子？顺着木棍看到一双炯炯有神的熟悉双眼正盯着自己。爷，你这是何意？有急事，我先回北定，你留着务必将他们安全都带回北定，先别打草惊蛇，确认他们是否真的还有粮食。说完，李北不等晴天反应，已经消失了。嘿嘿，这样也好，还是在这和这帮人一路自在又有意思些。要是何四爷赶回去了，又得整日面对那些个大老爷们，还要被老陈逼着去练武。就这样，难民分了两拨，一批妇人、孩子和老人由一些青年带着走大路，而另一批10个左右的壮年则把吃食全部留给家人，想看看在山上能不能为家人寻到别的生路，就选择跟着沈寒他们走山路。沈小四，那些花花草草是你家亲戚啊，你挨个去打招呼。正蹲地上的沈寒瞬间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转头用他那大眼珠子瞪着晴天。就是我家亲戚，怎么了？你有意见？因为通过上次在系统中兑换野狼询问系统才得知，有些东西是不用他们一个个弄出来的，有些则是沈寒手摸到的地方操作一番就可以系统兑换。山上那么多药材一类的好东西，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陆婉欣在一旁也忍不住拍了一下晴天。要你多管闲事了，管好你自己的腿，待会摔了我可不服你。爸，这女人真的是真了雄心豹子胆了，怎就敢对我动手了？你我怎么了？我家小四亲戚都碍你事了。就这样，4人带着一群难民一路上走走停停，因为有田亚兰的秘密工具，遇到野兽什么的也不怕，还收获了不少好东西。几日后，李北到了定北王府。王爷，你可回来了。起来说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先皇派了位高大人来，说是过来辅佐您治理这北定的。高大人来这已经有5天了，我们都以您身体不是为由把他挡在外面了，但大人天天都想着法儿的想往您这屋里闯。这是新皇不放心我，还特地派个人来监督我啊。你先下去吧，给我准备些水进来，我要洗漱。守在门外的人都撤了。是。片刻后，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探出了脑袋，见四周都没人，还是忍不住好奇，轻轻地推开了李伯成寝室的大门。我就知道定北王肯定不在，这帮小子定是糊弄我的，说什么定北王身体不是不能见人。是吗？高大人真是太不知礼数，本王的寝室可是你想进就进，想走就走的。高坤心下一紧，僵在了原地，不敢动弹，声音却开始发抖。王爷，原来你在呀，我还以为那帮小子骗我的。骗你？为何要骗你？现在你说说我该治高大人个什么最好呢？高坤已经吓得双腿开始发颤了。这定北王以前在京城就是个混不吝的主，虽然不参与朝政之事，但在京城谁也不敢得罪他。那时候我就因为倒霉，可没少在这定北王手里吃亏。不过我现在可是替皇上办事的，王爷再大，他能大得过皇上吗？王爷说的什么话？我可是奉皇上之命前来辅佐你治理北定的，皇上还特意筹备了粮食让我给你们送来。送粮？哈，那就多谢皇上了。不知皇上为我们这2万大军准备了多少口粮？5000斤粮。这点粮食能够2万人吃1天，这送粮怕只是做给世人看看而已。那就麻烦高大人替我上书谢过皇上了。本王身体不适，就请高大人先回吧。高坤早就想走了，可想起来还有件事没对李伯成说，又继续强忍着惧意看向李伯成。王爷，还有件事儿要告诉你，皇上本来好意让王妃和3位夫人带上家当前来北定和王爷你们会合，奈何半路遭遇了难民的抢劫，还惨遭杀害了。希望王爷和3位公子不要太难过。李伯成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意外，他早就得到消息，新皇让那4个女人带着所有家当过来，怕是早就有这打算将他们除掉，一举两得，既让我断了京城所有能成为助力的人，又得了他们所有的家当。现在派人来告知，不就是不打自招承认是他干的了吗？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蠢。李伯成迟疑了一会儿，才慢慢转身装作伤心的样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让我怎么给霆锋他们交代？那女人怎么会？王爷节哀啊，这先皇走了，现在王妃也不在了，等于先皇替他拉拢的人也没用了。皇上就等着他过不下去的那一天，看他在这破北定还能坚持多久。本王现在需要休息了，高大人请回吧。高坤听李伯成这么说也没犹豫，转身刚要走。对了，既然高大人是来这北定常住，一直住我府上也不妥，在这住高大人下次再一不小心又闯进我寝室，我可没那么容易让高大人好好的出去了。所以高大人搬去府衙住吧，那里想必比较适合高大人。高坤听到李伯成让他去府衙，他还以为会是个好地方，毕竟那里可是这北定府之前最大的关注的点。这什么破王府，我还不爱住呢，啥也没有，全是些个大老粗，都不会伺候人。吹，王爷。高坤走后，李伯成这才一脸严肃地将天一唤了进来。你去看着高坤，把他送去府衙，没我的允许不准再放这人进府。
还有去把于公子给我叫过来。天一领了命后，转眼就消失在李伯承的寝室内。而李伯承想着前些天遇到沈寒他们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依然觉得不可思议，突然就喃喃自语起来。死了，那现在的4人难道真是？这时突然出现一位气质儒雅、长相俊俏的翩翩公子哥。谁死了？李伯承看到于文琪，一脸愧疚地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老于，你那新夫人怕是遭遇了不测。这2个男人听到自己夫人去世的消息，不但不伤心难过，反而觉得是好事。原来4人的新夫人都是先皇下旨让迎娶的，还要求必须在新婚当日圆房，不然就是抗旨。男主虽然也不同意，却不曾想被他最信任的管家和他母妃一起联手下药后，也给送进了洞房。所以他们虽都有了夫妻之实，也并没有什么很深感情。事已至此，王爷不必内疚，也许这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李伯承见于文琪反过来安慰自己，也不打算隐瞒。我和老秦这次出去，本就是想去接他们，顺便买些粮食回来，人没接到，却遇见了奇怪的4个人。怎么个奇怪法？李伯承便把他和晴天在路上发生的事情全部讲了一遍。王爷的意思是这4人没死，又或者是死而复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让他们性情大变？李伯承点了点头。王爷真确定那是他们？我和老秦以真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居然都不认识，所以我就说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不是。于文琪听了都觉得太不可思议。王爷口中的那个会识字、头脑清晰还会医术的，真的可能是我娶进门的那位吗？另一边的沈寒4人刚走出无名村，就看见远处乌压压的往这边走来一大群人。大哥，我们可算是赶上你们了。按理说你们不可能这么快就走到这的，难道你们没休息，连夜赶路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又遇到之前那些黑心的人了。那他们可有对你们怎么样？男人开始讲述起之前发生的事儿。原来莫掌柜他们走后，第2天在路上，他们一行人便遇到了那个叫三赖子带领的人，不仅拦下了他们的去路，让他们交出所有吃食，还要把队伍里的小孩全留下。那群人一路上坏事做尽，最后还好小宝拿出沈寒给的工具，这才逃离那帮坏蛋。所以这些天我便让大家连夜赶路，每天只休息2个时辰，连下雨都没有停止赶路，这才赶上了你们。这帮大哒哒的家伙，小宝他们没事吧？没事，就是有些吓到了，现在和我爹他们一起走在队伍中间呢。田亚兰也忍不住想去收拾一下那帮坏蛋，便说道：你先带大家走，我们留着会会他们。老大，你准备怎么弄？怎么弄？那都是些失了人性的家伙，死不足惜。可是你手里的工具也有限，对付那些人都不值得我们浪费钱。田亚兰听沈寒这么说，自己才瞬间冷静下来。你可有其他万全之策？沈寒看了眼站在他身边没说话的林静书，又拍了拍他背的包袱。嘿嘿，我准备请那些人吃大餐，让他们别再打我们的主意。一旁的陆婉欣也凑了过来，抢过沈寒身上的包袱。对付这些人，你还请他们吃饭？说你傻，你还真傻。你以为这些人真会看得上你手里这点吃的？沈寒见大家没明白他的意思，低头悄悄地对其他3人说：你们忘了老三包袱里早就给这样的人备好了大餐的调料。大家终于想起沈寒所指的是他们之前所买的药。不过老三，我忘了问你，这包药够不够他们吃的？你那还有没来的更猛烈些的？药价 L 料，就医不到位，你那一包怎么够他们吃？加上这个，让他们没有站起来的可能。沈寒眼睛一亮，哇哦，这可是个好东西。沈寒一边说一边直接把那些东西全倒进了一袋糙米中。等他弄完，陆婉欣一把抢了过去。老二怎么回事？难道你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这种危险的东西你怎么能拿？这活交给他来弄。什么意思啊？怎么这危险的活就交给我了？你这什么意思啊？陆婉欣拍拍晴天的肩，笑着夸道：我们这不就你会功夫吗？遇到危险你也是能跑得最快的，所以这任务给你最合适。晴天不明白陆婉欣这是真夸他呢，还是想害他，但身为男人也不能看着他们这些女人去冒这个险。行吧，交给我吧。就这样，等其他人走后，几人不慌不忙的生活。晴天就负责将那袋糙米倒进锅里，三赖子为首的一群人离他们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观察着。这是从哪冒出的10几个人？和之前那些人好像认识，难道那些人没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好惹的？老大，你这野猪肉做的肉干也太好吃了吧！要是放在粥里一起煮，那粥沾上肉味肯定更香。沈寒说着，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那边站着的人都忍不住吞口水了。老大，我们过去抢吧。先不急，我先去会会这些人。三赖子刚走到他们身边，就看到田亚兰手里拿着陆婉欣那根工具。这不是那群人用的奇怪的东西吗？三赖子眼珠子转了半天，也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嬉皮笑脸地冲着田亚兰他们说：不知大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呢？大哥，我们这是去北定呢，你们去哪？那太好了，我们也打算去那，就寻思着要不我们就一路走。沈寒假装思考起来，随即摇了摇头，还是散了吧，刚才遇到个以前认识的大哥，
他也让我们依路，我们都没肯，觉得还是人少自在些。还有，沈寒上下打量起三赖子，三赖子不明白他这是何意，反问道：还有什么？还有那大哥说让我们小心你们，离你们远点儿。三赖子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随即又笑嘻嘻地冲着沈寒：你别听那小子瞎说，你觉得哥像坏人吗？那帮人想让我们一路保护他们，我们觉得那全是些老弱病残的，就没搭理他们，他们这是怀恨在心呢。这还是个没脸没皮的主，那还是散了吧。我这几位哥哥可厉害了，不用别人保护，我们也有高人送的宝物，一般人伤不到我们。三赖子一听宝物，就看向了田亚兰手中那棍子。大哥，你们先走吧，我们等着粥熬好吃了再走。三赖子这才又看向那冒着白烟的钵，吞了吞口水。是这样的，大兄弟，我们已经快2天没吃东西了，你们有多的粮食吗？借哥哥一点，等到了北定，我们就想法买来还你们。沈寒见这又是一个打着借粮幌子的人，但听到他说买，他又心生一计。不瞒大哥，我们手里确实还有不少粮。刚说到这，陆婉欣赶紧上前拉了沈寒袖子一把。沈寒明白他的意思，拍了拍他的手：二哥，你放心，我看这大哥可不像坏人，对吧？那是。但我们这些粮食可是花了我们全部家当买来的，你们怎好说借就借？况且我们真不熟，要是大哥你们以后不还，我们岂不是亏大了？三赖子皱着眉头思索了起来，这小子什么意思？难道不借要我们出钱买？这小子还真敢想，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但没办法，看了眼他们这些人手里的工具，还是先不要硬来，就退回到他的人群去了。你这样，他们还会吃我们的粥吗？放心吧，这些连人都不放过，怎么会放过粮食？三赖子回到他的兄弟中，同他们讲了刚他过去打探的情况。我们现在快2天没吃东西了，身上没什么力气，要是和他们硬来，肯定不能成，因为这10几人一看就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要不我们拿些银钱买了他们那锅粥，先让兄弟们填填肚子。其他人听到他这样说，也纷纷点头赞同。小兄弟，我们大伙商量了一下，我们出钱买你们这锅粥，不知可不可行？大哥，这些可是我们熬来自己吃的，我们今早起身赶路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你不是说你们还有不少粮食吗？那这锅就先让给我们，你们再重新弄一锅，我这给你银子买。沈寒假装为难地看向陆婉欣：二哥，看大哥他们也实在，你把这包给他们，拿回去刚好再煮2锅肉粥。那行吧。就这样，两方人愉快地达成了合作。老三，他们吃了那药多久能见效？其他人也好奇这个问题，见沈寒问了，也就都竖起耳朵听着。一般在喝完后的1到2小时，肠道蠕动会加快，患者开始有排便的感觉，但那是常规的药，我们这次用的可谓是升级版，2种药混合，我估计要不了1个小时就会见效。晴天看到其他几人都好像听懂了，于是忍不住发问：你这说的小时是什么？糟了，忘了换算，这古代可不是1小时计算的。我三哥的意思是一般的药需要半个时辰到1个时辰，但他这配的药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见效。他说的这个小时啊，是他学医时自己为了方便自创的计算时间的方法，他教过我们，所以我们能听懂，你们就听不懂了。见沈寒替他圆场，林静书只好在一旁附和着点头。这4个女人面对一群坏事做尽的土匪，不但不逃离，还主动把自己的吃食全部送给他们。他们在这边算着时间，那边的人也在算着时间。赖子哥，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弟，这10几人手里应该还有不少粮食，咱们这么多人，害怕那几个小子。肚里填了点货了，但是这不顶饱啊！快安排一下，我们过去将那几人一起拿下，先吃他们的粮食，再看看他们身上还有什么好宝贝。于是三赖子带着人浩浩荡荡地往沈寒他们这边走来。沈寒几人料想这些人现在定来者不善，大家都做好准备。可三赖子一行人走了一半的路就忍不住，抱着肚子蹲在了地上。那个什么大哥，你们这是怎么了？需要我们帮忙吗？你们好算计！接着沈寒他们听见了噗噗噗的声音此起彼伏，紧接着阵阵恶臭弥漫在空中。这些人你们想办法处理了，我们就不管了。对了，都搜搜他们身上可有什么值钱的宝贝，一个都不能放过。沈寒憋着气把话说完，最后就把今天吃的全部东西全都吐了出来。其余3人也同样吐了个昏天黑地。晴天和莫掌柜他们想上前扶一下他们，都被他们推开了。别管我们，赶紧忙你们的去。唉，真可惜，不能亲手去收拾那帮坏蛋，顺便再打个结。这些坏家伙身上定有不少好东西。唉，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要来受这份罪？这滋味太难受了，谁也别再想让我再生第2个。这吃进去的东西又吐出来，真是浪费了。得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能孕妇吃了不吐的药。这具身体太弱了，现在要锻炼还只能散步，
这不是折磨我吗？另一边的李伯承和于文琪也开始了对北定的新规划。但凡在3个月内赶回北定的原居民，所有房产土地都凭房契地契悉数归还，再给他们发1两银子的生活补贴，还可以到王府领种子去种地。四爷，这个主意虽好，可是要花费的钱可不少。您这手里还有多少银钱？发种子，还有那么多种子，我们上哪弄去？要是大量百姓都往北定赶，您到时候拿不出银子，这可是寒了百姓的心，到时候如何是好？我已经上书给皇帝了，让他借钱借2种。这王爷可真敢想，当初皇帝可是下了旨让他自生自灭的，怎么会管他？王爷手里还有多少银钱？1900两。放心吧，新皇不管怎么样，也会派人送上一些的。一些和这次一样，5000斤粮食够干什么？于文琪忍不住心底的怒气。四爷，你就是太好欺负了，新皇就是想要你活不下去。那我就是要让他吐些出来，有多少算多少吧，也能给他天天赌。听见于文琪的叹气声，李伯承摇了摇头，苦笑着继续解释道：我们手里没有银钱，可有一个人有，娄玉春，我已经让田儿赶去京城找他借银了。王爷还真是会想办法，不过这的确也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可这银子问题四爷解决了，那这粮食种子四爷怎么办？李伯承脑海中一下就浮现出一个人的身影来，不知怎么的，他就觉得他们当初说会给他送粮食这事儿是真的。不过还是不要把希望全放在沈寒他们身上，他们即使真的有粮，那又能有多少？看到李伯承没有回应，于文琪说出自己的担忧：消息放出去，要是难民们听到消息立马赶来，你这钱和粮都还没到怎么办？我已经了解过，距离我们最近的难民听到消息再赶来，至少需要1个月，一切应该都来得及。于文琪见他已经做了安排，也不好多说，又向李伯承说起住在府衙的高坤。那高大人接连2日都来王府闹，王爷真不管他？我管他做甚？他不是来辅佐我的吗？对了，你去问问他有钱没，也为这治理北定出一份力。行，我这就去会高大人。说完，从怀里摸出一张银票递给李伯承。这是我从京城带过来的1000两，一并给您吧，您自己好好打算，我可等着您将这北定重新治理好。李伯承也不客气，伸手接过于文琪递来的银票。谢了，老于，我还真是命苦，有哪个王爷像我这般穷？看来我得和阿楼好好学学怎么挣钱了。另一边赶了1天路的沈寒4人，爹，这儿离北华山至少还得走上几天的路程，我们得想法弄些粮食出来了，不然肚子里的小人也受不住啊。听沈寒这么说，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在这荒郊野外的怎么弄？总不能让粮食凭空出现吧？4人想不通，只好趁大家休息时，沈寒才拿出之前买的那张地图。好奇的晴天也赶忙凑了上去，看清那纸上画的居然是他们大燕国的整个地理舆图，他激动的一把抢了过来。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从哪弄来的这个？我听老陈讲过大燕国的舆图，上面也就标了几个府，每个府有多少个县，有多少条路，你们这咋连多少个村、多少座山，还有之前住多少人，能走多久，这些都有。陆婉欣可没想回答他的问题，起身从晴天手里抢回地图，还不忘拍他脑袋一下。你是强盗啊，干嘛抢我们东西？沈寒见晴天被打了，憋着嘴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就好笑。这1米8几的大个头，怎么天天被矮他1头的老二欺负？莫非他有别的想法？还有他看老二那眼神，难道这小子看上我们家老二了？那他究竟知不知道我们的女儿身？还是他就喜欢男人？这舆图可是我们几家的藏宝图，我们几家不是一直做粮食生意吗？这就是我们家人靠着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亲身都到过这些地方，然后绘制出来的。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说的藏宝图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的家人在某些地方藏了粮食，我们通过这个地图便能找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粮而却答应给你们送粮食去北定的原因。那你们这藏宝图怎么看？粮食在哪？我怎么没看见？这是只有我们懂的秘密。哦，晴天也不再追问。小丫头，你们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总有一天我会弄明白的。刚从地图上看，这几天一直都是官道大路，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法藏粮食。老大，要不算了吧，随便找一家就把粮食给弄出来了吧。沈寒左右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有其他人，这才换出电脑对着3人说道：我找他想想办法，说不定他能给指条明路呢。沈小四，你确定这东西会跟你说这些？试试不就知道了。于是几个脑袋紧紧地靠在电脑前。大湾村哪里能藏下5000斤粮食而不被别人怀疑？发送。然后4人就怀着紧张又期待的神情一起盯着电脑。村委和神庙有个地窖，真的有，太好了。4个闺蜜只因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就意外来到古代，不仅没有原主的记忆，就连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好不容易来个金手指，却给他们派了一个不靠谱的任务。沈寒4人把从系统悄悄换来的粮食给难民1人分了一点，便又重新走回了官道上。结果看到路上都是人。大娘，
你们怎么这么多人都往北定去？昨天有好多军爷骑着马到处去散发着消息，说是定北王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北定定居，而且去了领粮食种的人还有银子拿，这事儿你们不知道。沈寒和陆婉欣对视一眼，李伯承还真行，居然想到这个办法让大家都去北定。可他这个穷哈哈的王爷，上哪找这么多银钱和粮种发给大家？沈寒不由得替他愁起来，转头看向晴天：“你了解定北王吗？”原本坐在地上一副无所事事的晴天一愣，然后反问道：“难道你不了解？”我应该了解吗？这原主什么记忆也没有，我怎么了解？我连定北王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晴天认真地盯着说话的沈寒看，这个和定北王同床共枕过的人居然说不知道定北王长什么样，然而他却看不到沈寒半点心虚的反应，只好说道：“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可算是最了解定北王的。说吧，想知道什么？”你觉得他会打没把握的仗吗？晴天见沈寒问这种问题，突然也严肃起来：“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这散发的消息是要发银子的，银子都发给难民了，到时我们的粮食运去，他还有钱付给我们吗？晴天听到沈寒他们担心的是银子的问题，这才放下心来。那你说什么打不打仗的？吓我一跳。我们王爷虽然以前大家都说他不理朝政，但是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有分寸的。他既然答应了你们，那到时候粮食送去自然也不会少了你们一分。沈寒他们听后，这才稍微放了心。而此时的北定王府，四爷，你找我？粮食天银那边搞不定，我要亲自去趟北川。去北川？你忘了那北川知府纪伦当年进京可是有把柄在我手上，我现在亲自去找他，他不敢不将粮食送来。于文琪恍然大悟，他就说四爷怎么敢没粮食就把消息发出去？原来退路在这。可你这离开北定去找他，不怕他反过来找皇帝参你一本？他不敢，他参了我，他的小命也不保。于文琪沉思一会儿才说道：“行，你去吧，万事小心。”这边的沈寒他们刚停下来要休息，就看见有一大队马车朝他们过来，队伍的最前面还有10多个大汉拿着大刀在前面开路。那些人根本不把其他人看在眼里，对难民又推又踢。就在这时，小狗蛋一个人站在路中央，被吓得哇哇大哭。而那些人居然不顾孩子，还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这时只见一个人影，4箭一般的速度飞了过去，抱起小狗蛋又飞到了路边没人的地方。晴天把小狗蛋放在地上后，摸了摸他的头，一阵安抚，这才又一跃来到陆婉欣身边。陆兄，借你宝贝一用。还没等一脸花痴样的陆婉欣反应过来，晴天便拿走了陆婉欣的棍子，一个飞身又回到了被难民让出的道路中间。哪来一个不要命的，赶紧给爷滚开，不然休怪我不客气了。你还不客气，给本公子瞧瞧。将男人便打马朝晴天奔来，晴天趁这个机会飞身上前，用陆婉欣的工具让他的马瞬间躺在地上。起来啊，起来，给本公子不客气试试。你想怎么样？刚刚你挺能耐，踹飞了我们一人，还差点踩着一个孩子，你不觉得你该对他们说点或做点什么吗？男人看着晴天手里莫名其妙却很厉害的工具，只好说道：“对不住了各位，我们也是拿钱办事，由于运送的东西贵重，容不得闪失，刚刚多有得罪。”这时沈寒4人挤出人群走了出来，这可不是一句对不住就能完事儿了的。那你们想怎么办？那你就陪着2人，1人100斤粮食吧。陆婉欣觉得太少了，又跟着加了一句：“再1人赔5两银子。”大汉听到是这条件，有些为难。2位，我们也是拿钱替人办事的，这银钱我可以赔，但粮食我真没有。你这是想骗谁呢？没粮食？您的马车上装的是什么？男人见沈寒指着马车，正是他们替别人运的货物中装粮食的马车。那可不是我能做主的东西，你就别为难我了。银子我赔还不行吗？什么？你不能做主，那就叫个能做主的出来。男人只好冲着走在最前面的那辆马车喊道：“公子爷，能否出面帮小的说一句？不然事情不解决，也耽误您的时间不是？”这时只见一个男人缓缓地向这边走来，晴天看清来人，居然放开地上的大汉朝男人跑去。哈喽，你怎么也来北定了？被晴天抱着的正是从京城来的娄玉春，他本不想出来惹着不必要的麻烦，但没想到这帮人竟给他惹事。老秦，你怎么在这？晴天嘿嘿傻笑2声，又将手勾住了娄玉春的脖子。我妈，说来话长，你先说说你咋来了？我收到天二的求助消息，王爷需要帮助，我一个人在京也着实无趣，便找了个很厉害的镖局一起押送王爷需要的东西就来了。晴天听他这么说，看了眼躺地上的男人，这就是你找的厉害镖局的人？娄玉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老秦，刚刚发生的事我也看到了，杨镖头他们确实做得有欠妥当，但他们也是为了这趟镖的安全，这是王爷急需的东西，看在我的面上，你就让他们放了杨镖头，大家提的条件我也想办法满足。晴天看了眼后面的20多辆马车，这都是王爷需要的东西，难道是银子？
肯定是找这小子借的。这小子可有钱了。晴天想通后，转头看向田亚兰他们。那个田兄，这是我认识的兄弟，你先把那人放了吧，他答应赔偿定不会反悔的。田亚兰看了看晴天，于是把人放了。多谢公子肯出手，实在下办事不利，耽误公子时间了。娄玉春瞬间白脸，盯着朝他行礼的杨彪头。你也别谢我，这事儿是你们自己惹出来的，你就自己解决。至于他们说的粮食，你没有，我那车上倒是可以借你200斤先应急，或者你出营钱买也行。杨彪头没想到这人居然这么说。还有什么？娄玉春抿唇想了一下，才又继续说道：还有你得赔我损失。杨彪头差点没惊掉下巴。公子，你这从何说起？这东西不都还好好的在这吗？一车没少呀。东西是没少，可你让我出面给你解决麻烦了。我损失的是我宝贵的时间，所以你得赔我损失，也不多，就扣你1成佣金就行了。杨彪头听他这么说，气得想骂人。还1成，可是足100两。但这人是王爷的人，我又不敢得罪。那行吧，就按公子说的做。说完，杨彪头就准备转身走。娄玉春又在他背后喊道：粮食1两银1袋。杨彪头是现在给我现银，还是之后我再用金里扣？扣吧，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记了你这趟镖。而晴天太了解娄玉春，早就忍不住笑了。阿洛，行啊你，这是要把奸商这个词显得淋漓尽致啊。我怎么了？我这是不放过任何一次赚钱的机会。说着就见晴天跑到了他的马车前。娄玉春感到不妙，但是已经晚了。我就知道阿楼你这小子定不会亏待自己，居然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就这样，娄玉春带的各种水果、肉干、点心等等全部被晴天打包了起来。老秦，你可不能都拿走，至少给我留点。我这坐马车可还有2、3天才能到北定，你都拿走了，我吃什么？晴天想了想，自己这样确实不太地道，从怀里掏出自己吃剩下的杂粮饼，递给娄玉春。你省着吃，这3个饼应该够你吃到北定了。娄玉春嫌弃地看着晴天递过的饼，你又不是不知，我从不吃别人做的东西。这家伙做的东西确实好吃，要不然怎么能在这大雁巢开了20多家醉春楼，挣这么多银子借给四爷啊？阿洛，我不骗你，这饼真的好吃，绝对是你从没吃过的味，你赶紧试试。还有，快走吧，别让王爷等急了。你先走，等我到了，我们北定再聚。晴天说完，将包袱往身上一背，眨眼间就消失在了娄玉春的视野里。这小子还是和以前一样，也就你们4个敢这样对我了。4个女人自从穿越到古代，不仅要承受怀孕的辛苦，就连衣服都只能穿男装，只因她们为了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每天都在逃荒的路上。走了那么多天也没看到粮食的晴天，终于忍不住了，坐到4人旁边问道：师兄，你的藏宝图呢？怎么不见你拿出来？你问这个干嘛？晴天笑嘻嘻地指了指自己的肚子。你不是说能给我们提供大批量粮食吗？这都走了那么多天，你那藏宝的怎么还没到？沈寒瞟了一眼晴天，自己正愁这事呢。一路上到处是人，他们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不是还有几天吗？定不会让你们饿肚子。晴天耸耸肩，他感觉这几人有些心虚。难道他们没有粮食？听出晴天怀疑的语气，眼看马上快到北定了，沈寒便决定出去想想办法。老大，陪我去一趟。你们去哪？我也陪你们一道去。一旁的陆婉欣听后忍不住走到晴天身后，狠狠地拍了一下他。他们去如厕，你跟着去干嘛？晴天后脑传来疼痛感。你怎么敢打本宫？话还没说完，陆婉欣又往他手臂上狠狠拍了一下。打你怎么了？我打的就是你，谁叫你话多，管事多。你算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而沈寒这边，2人来到周围没有人的地方才停下来，换出金手指，在对话框中沈寒输入了自己的问题，结果电脑回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北华山上背面的土匪窝，只有那里能藏大量粮食。沈寒和田亚兰看着电脑上的答案相视一眼。这是什么意思？要我们去闯土匪窝？难道除了那就没有其他地方了吗？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再问电脑，他就装死机不再回答。老大，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田亚兰思考了片刻，看样子我们只能去土匪窝瞧瞧了。晴天见2人耷拉着脑袋回来，难道真被我猜中了？他们根本没有粮食了，那怎么办？沈寒看着盯着他的晴天，脑袋开始飞速运转。粮食找是找到了，可是……沈寒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可是什么？粮食没有了？沈寒摇了摇头，有些为难的道：我找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原本打算将粮食藏在这山上，可当他们还没找到合适地，就遇到了一帮土匪，直接抢走了他们的粮食，然后他们就偷偷跟着土匪发现了土匪窝，那些土匪把粮食都搬到那去了。在场的所有人听沈寒这么说都吃惊的不行。我们家人留下的信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人少，不敢同那些土匪抗衡，好在土匪没有取他们的性命，
不然他们也没这机会留下信告诉我们。这山我们之前来过，怎么没有发现沈寒说的什么土匪窝？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陆婉欣听到说有土匪，心就紧张的砰砰跳。没办法，我们只能去闯一闯了。就这样，几人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先由晴天去探探情况。翌日，晴天来到山上，刚到洞口，就看到一个高些的胖子对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说道：“小六，你先在这守着，我偷偷进去看看好戏，一会出来讲给你听哈。”小六一脸无奈，这小子每次都这样，偷耍滑的，要是待会被孙老大发现了，看他有没好果子吃。但他也管不着他，便冲他摆摆手：“去吧，去吧，我一个人守着不碍事。”现在剩下叫小六的一个人，晴天觉得这机会难得，于是用陆老二的工具悄悄将人弄晕。为了不打草惊蛇，晴天将人扛了起来，返回人群。莫掌柜看到晴天背了一个人走过来，就好奇地问道：“秦兄弟，这背的是谁？”晴天累得不行，直接将人丢到了地上。这是一个小土匪。众人听了吓得连连后退。田亚兰将人绑好后，晴天才上前朝小六的腿一脚踢了上去，疼痛让小六猛地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你们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你这小子，把你背回来累死本公子了！好好的良民不大，要跑去当土匪。哎呦，疼疼！晴天喘了口气，这才朝着小六问道：“你小子老实交代，要是说实话，到时候你们的土匪窝被剿了，等公子还能替你争取宽大处理。”小六用眼角余光瞟了眼晴天，仍然装作很疼的样子，没有答话。晴天也不管，自顾自地问了起来：“你们那山洞里一共有多少人？”我可是孙老大亲自带上山的，怎么能轻易出卖兄弟？说你们那山洞有几个出口？但是小六就当成听不到，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我之前跟我爹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的官老爷想了一个能让犯人说实话的方法，那就是让犯人笑得自己都受不了，而老实交代来求饶。说话的人叫魏恒，是沈寒他们在路上认识的。听了他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可行，于是片刻后，几乎整个山上的人都能听见小六的笑声。最后小六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他们的情况。那里面一共有225人，山洞虽大，但只有那一个出口。根据小六的交代，今日白天这些土匪没有目标，应该就都在山洞里休息。于是田亚兰几人商量着，他们现在去刚好来个瓮中捉鳖。等走到后山，快到达土匪窝的洞口时，田亚兰拉着三人放慢了脚步。一会儿你们先找个地方避避，别往前冲，注意一下自个儿的身体。我想办法先混进山洞，看看情况。三人吃惊地看着田亚兰，沈寒走上前拉住田亚兰的衣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老大，你又忘了你和我们一样了。田亚兰拉下沈寒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自有分寸，不必为我担心。老二，把你那电棒给我。”田亚兰见三人还是不肯让他去，叹了口气：“我不去。小四那答应他们的粮食怎么拿出来？这么多人可都等着吃饭，不然大家都得饿死。那我们的任务还怎么做？”三人沉默了，知道田亚兰做了决定，那就是非去不可了。老大，你去吧，我想我们也拦不住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们，什么也没有生命重要，暴露就暴露吧，大不了以后我们不回去了。我只希望我们4个都好好的。田亚兰点了点头，拍了拍沈寒的肩，又听沈寒继续说道：“待会他们会放浓烟，你进去也不安全。我给你买了个防毒面罩，你戴上，千万记得小心些，什么都没有你活着重要。”田亚兰听了沈寒的话，笑了笑：“这家伙挺啰嗦，不过想得还挺周到。”这个女人遇到土匪不但不害怕，竟然还偷偷溜进土匪窝。晴天带领大家在山洞口点起了火堆，沈寒则趁着他们在生火的时候，将在系统买的烟雾丢进了进去。半个时辰后，山洞里的人很大部分都已经晕死过去，少部分自己做了防护，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山洞。只是他们刚出洞口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提前安排好的难民用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田亚兰走到山洞最里面，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这下应该够想私放粮食了。晴天他们把土匪绑好交给魏恒他们后，就想进山洞去看看情况。你们是嫌自己身体太好吗？这里被你们放了那么大的烟，这浓烟里面含有一定的毒气，要是你们现在进去，就是想和他们一样躺着出来。林静书这么一说，大家都退却了。而这时田亚兰则悄悄从山洞出来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将面罩取了下来，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沈寒他们则找机会避开了人群来找田亚兰。老大，老大，你在呢？老大，能听见我们的声音吗？田亚兰听到后，从一棵树后走了出来。我在这儿，你们别叫了，就不怕把大家引过来？他们现在可没工夫管我们，抓住那么多土匪，他们可激动得很呢。老大，你进去没发生什么意外吧？现在身体可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见他们都这么关心自己，田亚兰勾唇摇了摇头。没有，我很好，一切正常。先说正事。田亚兰也把进山洞后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也把山洞里的具体布局说给了沈寒听。沈寒了解后，看了眼四周，没有发现任何人，便唤出电脑，4人一起商量，
最后决定买50万斤粮食，还选择了便宜的土豆、糙米和杂粮面，以及适合北方种植的粮食种子等。老大，这些应该差不多了。沈寒抬头正想问下山洞里面能不能放下时，突然看到着田亚兰身后冲上来2个拿刀的男人。小心2个字还没说出口，那2人已经将大刀架在了田亚兰和陆婉欣的脖子上。看来这古代轻功还真不容小觑。这2人躲在哪？我居然一点感知都没有，看来还是身子太弱，连洞察力都锐减了。沈寒吓坏了，手里的电脑也掉落在地上。两位大侠，有话好好说，能先将刀放下吗？对，咱有话好好说，能不能先将刀放下？然而2个男人却没有松手的意思。大侠，我们和你无冤无仇的，你这把刀架我们兄弟脖子上也不合适吧？你看你是要钱还是要粮？我们尽量都满足你。呵呵，小子，你觉得你们抓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我会为了点银钱和粮食就放过你们？沈寒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是土匪头头。那你们想怎么样？拿你们的命换我兄弟们的自由。沈寒和林静书对视一眼，这土匪还真看得起我们，那些难民哪能为了我们而放弃这到手的荣誉？剿灭土匪窝被官府知道了，能领不少奖赏吧？没错。随即沈寒做出一脸无奈的表情。大侠这是太看得起我们了，谁会管我们死活？少废话，不然我们立马干了他们。男人说着将刀往田亚兰脖子上挪了挪。就这时，一个身影从天而降，一把打掉男人的刀，救出田亚兰和陆婉欣。听到打斗声的晴天也赶过来，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片刻后，老秦找2根绳子来将这2人绑上。待人绑好后，交给莫掌柜他们看管。晴天这才好奇地问道：“四爷，你怎么会在这？”李北看了眼沈寒，确定他没事后，才又看向晴天。我去北川办完事，路过北华山，就想看能不能遇到你们，结果路上遇到小宝，才知道你们来这了。沈寒这才想起他还有没完成的事，看向地上的电脑。李北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也发现了草地上的不明物体。沈寒见状，看着田亚兰、陆婉欣他们3人问道：“咱们还继续吗？”说完这句，又看向电脑，再看向晴天和李北。电脑已经被他们看见了，相处这么久，他们应该也不是那种想要咱们命的人，知道就知道吧，之后再想个办法解释。沈寒见老大都发话了，也不犹豫了，接着就是一番操作。晴天吃惊地看着沈寒，这是什么宝贝？可4人并没有回答。李北则一直拧着眉站在沈寒身后，看着他，心里又涌出无数种可能性。等沈寒弄完，将电脑收了起来，看着那东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李北和晴天相视一眼，都难掩震惊的表情。刚刚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晴天差点没反应过来，但看了眼旁边的4人后，这才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们什么都没看到。现在你们也不用给我们解释什么，这不是能说这些的地方。沈寒点了点头说道：“现在走吧，去看看我们的粮食。”田亚兰和林静书看到李北他们的反应，这才放下心来。6人各有心思朝山洞走去。军爷，之前答应你的粮食就在这了，不过你不能全拿走，得给我们这些人至少留下1万斤，好让我们所有人能顺利到达北定。李北没说话，看了眼那堆的满满当当的粮食，还有这里的这些粮食，你就付我3000两银子就好。李北这下皱紧眉头，我现在身上连300两都没有，哪来的3000两？不过他可没打算承认自己没钱，于是说道：“这是土匪窝发现的粮食，我为何要给你银钱？”沈寒听到他的话，有震惊又生气。这些粮食明明就是我们的，即使在这土匪窝，那也是我们的。李北勾唇偷笑，这女人居然生气了，样子还挺可爱。不过他嘴上还是故意说道：“你可知这从土匪窝缴获的东西，你们是不能随意处置的，这都是要交给官府来处置的。”沈寒一下愣住了，看向田亚兰他们，他们也随即摇了摇头，表示他们也不知道。可这明明就是我们的，而且也是我们从土匪手中夺回来的。李北摇了摇头，这可由不得你说了算。既然这里是定北王的地盘，那就得由定北王来定夺。你们拿出证据，证明这粮食是你们的，可以等粮食运回北定之后，你再带上你的证据来府衙领粮食。沈寒他们听他说的有理有据，也没法反驳。你这是趁火打劫。李北脸上的笑意更甚，居然忍不住伸出手摸着沈寒的头。不过既然这是你们出力剿的匪，定北王也不会亏待你们，我会和王爷说清楚，你说的那1万斤粮食，你们自己可以留下。另外刚才发现的那箱珠宝也赏你们了，那可不止3000两。沈寒听见后，两眼瞬间放大，脸上压不住的喜悦。军爷说的可是真的？见李北点了点头，沈寒也顾不得自己刚刚还在生气，迅速跑到那箱珠宝前，爱不释手的摸了又摸。反正在他们面前都暴露了，那就暴露得更彻底一些，以后做起事来也方便。于是他把电脑弄出来，躲到角落，将那箱珠宝给卖了。看着数字的增加，沈寒他们乐得嘴都合不拢。
晴天和李北又看着那突然消失的一箱珠宝，彻底傻眼了。他们是会魔法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黑乎乎丢在地上连乞丐都不捡的饼，而他一个拥有几十家酒店的老板却当宝贝一样的紧紧护在胸前。北定王府内，于文琪见娄玉春拿着个杂粮饼在那出神。大娄兄，你这手艺什么时候变这么差了？这饼也做得太丑了吧！娄玉春见饼被抢了，立马生气地夺了回来。这可不是我做的，你没吃过这味你不懂。长相虽丑，可那味道绝佳。你快给我说说，老秦究竟什么时候能回北定？老秦同那些人一道来北定，估计也要不了多久了吧？那是多久？娄玉春急切的样子盯着于文琪，这让于文琪很疑惑。这人不是老不待见秦瑞抢他吃食吗？为何这次这么盼着他回来？这我哪说得准？反正快了吧。这时一个身材挺拔健硕、长着棱角分明的男人走了过来。老于，我听消息说王爷回来了，可这我一回来怎么又不见人了？于文琪转头看着走进来的陈霆锋，你不是在练兵，怎么就回来了？王爷又外出办事去了。陈霆锋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才发现一旁的娄玉春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呀，阿娄兄弟，你怎么也来北定了？娄玉春被陈霆锋一巴掌，差点没拍出内伤。这家伙还是这么不知轻重。老陈，你就不能轻点儿？我们这些个没练武的，怎么能受得住你这招呼？你再这样，以后可就别吃我做的饭了。陈霆锋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激动，忘了收敛一下内力，赶忙赔礼道：哎呀，真对不住了，阿娄兄弟，我这粗人一个，一时没注意。娄玉春开始研究起自己的食谱，于文琪趁机把他的夫人在来北定的途中出事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我虽然和那女人是奉旨完了婚，可那女人在府上对我都是百般嫌弃，还口口声声说我是个粗人，只知道舞刀弄剑，居然还逼着我写字作画。不过他虽然早受够了那女人，可现在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还不是滋味。毕竟夫妻一场，于文琪见他一番惆怅的表情，还是提前将李伯承告诉他的事讲了出来。皇帝虽然让人传来消息说人都死了，可四爷和秦瑞在来北定的路上遇到了4个活着的，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他们。陈霆锋剑眉深锁，表示没听懂。你这说的什么意思？这个我也说不清。秦瑞现在和那4人一道，应该要不了几天就能到北定了，到时你自己看是不是你那夫人再说。陈霆锋却是一头雾水。什么是不是？什么完全不同？这老于在绕什么弯子？那这人到底是死还是没死？就在这时，天意走了过来。于公子，王爷让你立马调配兵马前去北华山接应。3人瞬间紧张起来。接应什么？王爷可是出了什么事？3位也别担心，只是秦二少和那帮难民一起搅了个土匪窝，发现了大量的粮食，让于公子赶忙派人前去拉粮食，还有押送那些土匪回北定。 3人顿时才松了口气。秦瑞那小子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居然还能找到土匪窝，并给缴了。于文琪拍了拍陈霆锋的肩：“老陈，既然你在，那这事儿你去安排最为妥当。军中那些人怎样调配，还是得由你来。”陈霆锋也不推却，立马起身，转头冲着娄玉春说道：“那能麻烦阿娄兄弟再多做些饼吗？我也好带着路上吃。”娄玉春本想拒绝，但一下想到他这是要去找秦瑞，随即点头爽快地答应了。那能麻烦阿娄兄弟再多做些饼吗？我也好带着路上吃。娄玉春本想拒绝，但一下想到他这是要去找秦瑞，随即点头爽快地答应了。行，你先去忙，我保管你路上有饼吃。陈霆锋走了，于文琪忍不住问道：“大娄兄这次为何这般爽快的就答应老陈了？”因为我也要跟着老陈去。于文琪瞪大眼睛不敢相信：“你不是最讨厌赶路吗？”而沈寒这边，众人拿下土匪窝后，又在附近搜索，终于在附近一片森林里发现了很多匹马。交给我，想好吧。田亚兰说完，拿起他的宝贝，小心地上到了树上，接着就是砰砰砰几声响，看护马的几人倒地。而这时树林里又来了一名骑着马的男人，看着那些人全躺在地上，准备下马查看一番。田亚兰正准备出击，却发现这男人与地上那些土匪好像不同，举手投足竟让他感觉了熟悉。这时树上的晴天和李北也看见了来人，急忙从树上跳了下来。田兄，自己人，自己人。此时正准备检查一下这些人是为何所伤的，正是陈霆锋。老秦，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这干什么？这些人怎么都伤了腿？这么多问题，晴天还真不知如何回答，只敷衍地说道：“说来话长，反正这些人都是土匪，他们不伤，我们就得伤。”这时田亚兰走了过来，晴天赶忙冲了上去，围着田亚兰激动地说：“田兄，能把你那宝贝借我看看吧？怎么能那么厉害？”田亚兰瞟了一眼晴天：“不借，除非你也想尝尝它的滋味。”陈霆锋仔细地盯着面前这人打量，田亚兰也看着面前这男有些熟悉。就在这时，原来刚才还遗漏了一个土匪从田亚兰的身后拿刀砍来，还好被陈霆锋及时发现。就这样，田亚兰毫无防备，居然就这样跌进了那男人的怀里。这家伙刚刚居然是装的，田兄你都没有打中他，他也跟着在那演戏。好在老陈出手快，不然田兄你可就被这漏网之鱼给
说到这，看着两人，晴天忍不住调侃道：“既然我们老陈救了你，那田兄你怎么报答我们老陈？”田亚兰站直身子，看了眼陈霆锋：“小兄弟，你别听老秦瞎说，我不用你报答，只是想问问，老秦说这些人都是你打中的，这都是怎么打的？”田亚兰勾唇：“用这个。”田亚兰说完就走向他相中的一匹枣红色的马。四爷，这小兄弟挺有意思，你和老秦怎么认识的？还有他那宝贝哪来的？李北忍不住想逗逗陈霆锋：“老陈，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你自个儿的人你都不认识。”四爷什么意思？什么我的人？李北指着不远处的田亚兰：“你确定不认识这人？他说他叫田亚兰。”陈霆锋这才想起来之前于文琪给他讲的话，他那新夫人可能死了，又可能没死。四爷他们遇到了4个活着的不同的他们。四爷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看着也不像他？我也不知，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拆穿他们的女子身份，你也别露馅，等到了北定，同老于一起再问个究竟。这怎么会是同一人？那女人看到马都躲远远的，还有她现在这一身正气，那气势可不输男子，而且还会用什么不明物体制服土匪，这怎么可能是田家那大小姐？是我那新夫人呢？陈霆锋身形本就挺拔，再笔直的站在那盯着田亚兰，活像一座雕像般。田亚兰忍不住径直走了过来：“这位应该也是军爷吧？军爷这般看着我，难道我们以前认识？这个军爷，我们以前认识吗？”你是我夫人，你说我是该回答我们认识还是不认识呢？陈霆锋想起李北的话，还是说道：“不认识，就觉得你像我认识的一个人，所以刚刚才有些失礼了，对不住了。”没事，这世上长相相似的人太多了。陈霆锋看到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马，不由得问道：“你可是喜欢他？”田亚兰没有直接回答，摸了摸马儿的头，用力地点了下头。即是喜欢，我让四爷去同王爷说一声，这匹马就赏给小兄弟了，毕竟你可是立了大功的，王爷不会不同意。说完又看向一旁的李北：“四爷你说是吧？王爷定会同意的。”李北心里冷哼，这铁憨憨什么时候学会给我下套了？不就一匹马吗？你立了那么大功劳，要10匹，王爷都会给的。李北无奈地看向陈霆锋：“这下你小子满意了？”没错，我们王爷最大度了，所以我们这些兄弟才会誓死跟随。田亚兰看着这两人在那一唱一和的，等他们说完，便指着那马儿说道：“这可是你们说的，现在这匹马可就归我了。王爷要是不同意，你们自个儿想办法。”田亚兰说完就走向沈寒他们，陈霆锋也管不住腿的跟了上去。四爷，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老陈怎么就跟着田家的走了？他不是来找我们的吗？他俩这是相认了？认什么？你看他们像相认了吗？晴天更是不解，可这什么？赶紧跟上！陆婉欣和沈寒他们还没见过陈霆锋，好奇地盯着这突然出现的人。那人是谁？怎么之前没见过？晴天见陆婉欣好奇地看向陈霆锋了，便朝着陆婉欣他们说道：“他叫陈南，就是定北王身边的医护卫，和我们一起都是为定北王效命的。”老秦怎么突然给我改了名，还不通知我？他同时转头打量起这面前的3人。之前4人天天在楼玉春的醉春春楼聚，各自府上从没去过，所以他能猜到这3人应该就是从京城过来的另外3人。在下陈南，不知3位小兄弟怎么称呼？我叫沈寒，你叫我小四也行。这是我2哥陆万，这是我3哥林静，我大哥田亚南，你应该认识了吧？陈霆锋听着他的介绍，一一把人对上号，果然姓都对上了，就名字相差1个字。这时陆婉欣好奇地盯着陈霆锋，又看看李北和晴天。你刚说他是一名护卫，那你们俩在定北王身边是干什么的？这问题可把在场的3个男人都问住了。晴天决定给自己想个体面的差事。我在定北王身边干的可都是了不得的差事，是他们这些侍卫没法比的。这大雁巢除了四爷最了解定北王外，就属我和定北王最亲近了。李北听得眼皮直抽抽，陈南也无奈地看了眼李北，两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往山洞走去。你们俩怎么走了？他俩那肯定是嫉妒我和王爷关系好。陆婉欣见晴天那样，就觉得这人肯定是在说大话，怎么也看不惯他那得意样。你和王爷关系好，现在怎么一个人跑着来了？关系好，王爷会让你来办这事，不跟在王爷身边吃香喝辣。晴天瞬间马着脸盯着陆婉欣。现在北定缺粮，王爷派我们来寻粮，可不就是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了吗？你不懂，少在那瞎说。你就吹吧。次日早上，定北王的军队到了山下，李北和陈霆锋下山接应。刚走到半路，就见着有人气喘吁吁地往山上走来。老陈，你吃了我的饼，这一路都不等我就算了，怎么到了这，让你等我一道，你又给跑了？你这人怎能如此不够义气？李伯承和陈霆锋等着这人把这话说完了。阿楼兄弟，我和王爷这事有正事要办，你又不会骑马，你总不能让我陪你走路吧？娄玉春冷哼一声，心里还是气不过。他们这就是欺负我不会骑马，赶明儿我一定把这骑马给学会，有什么了不起？李北看着两人笑了笑，看向娄玉春。行了，阿楼，
老陈这也是忙着办事，你别和他计较了。就是你这打算干什么去？娄玉春这才想起自己的正事，我要找老秦，他在哪？怎么没看到他？李伯成不明白他要找秦瑞干嘛，指了指身后的路。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走到一处平的，再沿着往里走，能看到很多人在的地方，老秦就在那里，你自己找去吧。话刚说完，转眼就没见了娄玉春。哈，怎么回事？刚才不还要死不活的样子吗？他一个拥有京城几十家酒楼的老板，如今却为了一个饼低三下四的求着别人。晴天看到突然出现的娄玉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阿楼，你怎么来了？还弄得这么憔悴。娄玉春看到晴天，急忙拿出怀里的饼，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阿楼，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饼味道独特，其中有一味食材我一直没尝出来，一直困扰着我。你快说说，这是谁做的？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晴天这才明白，这个独爱美食之人，竟然是为了吃的才奔波到此。是这位沈兄做的。娄玉春顺着晴天的手指看了过去，是一个身材矮小，正用2个大眼睛好奇盯着他的小子。这吃食居然是这小子做的，这看着也不像啊。沈寒见娄玉春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眉毛也皱了皱。这人什么意思？居然这么嫌弃的眼神，那我还懒得搭理呢。随即转身便打算离开，娄玉春这才从自己的思绪中回神。小兄弟，请留步。沈寒假意没听见。晴天见沈寒不理娄玉春，这才帮忙叫人。沈兄，先别走，我这兄弟找你有事儿。找我什么事儿？我很忙的。娄玉春赶紧大步上前，将手里的饼递给沈寒看。沈兄是吧？就是我之前有幸通过我这兄弟吃到你做的饼，觉得这饼的味道很是独特，就想问问你这加了什么食材或是调料。原来这人是想知道这个，这人一看就是有钱人，我和他又不熟，怎能轻易就告诉他？但他突然想起之前看小说穿越人士他们都有卖菜方子一说，这个我做出的饼自然是加了特殊的东西，可这怎么能随便告诉别人？娄玉春求助的看向晴天，我之前是有帮忙做，见着沈小四往里加了那个叫什么奶粉的东西，可说了有什么用？那东西阿楼估计把大眼朝翻遍了也找不到。那对阿楼你看我也没用，这是人家的秘方，人家要是不愿意，咱也不能强求不是。娄玉春见晴天不帮忙，瞪了他一眼，只能挤出满脸的笑容，讨好的看向沈寒。那小兄弟，你说要怎么样才能告诉我？沈寒眼珠子乱转，想了想，这方子给了他，他也没办法买到奶粉，所以不能卖方子，那就直接卖奶粉。刚好我包袱里才买了20包，这样吧，我添加的那东西是我们自己研磨出来的，你在其他地方也买不到，你先买几包去用着，用的好了再找我们买。娄玉春一听心里挺乐，这样也好，终于要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了。没问题，就按沈兄说的这么。娄玉春从怀里摸出1两碎银递给沈寒，心想着先少买些试试。这个能买多少？沈寒心里盘算了一下，看在你认识君爷的份上，这个应该是1两银子，我就给你10包，不然别人我可得卖1两银子1包。你把这个加在面粉里，再加上糖和鸡蛋就行了。沈寒接着就从包里拿出来东西递给娄玉春，娄玉春好奇的拆开，拿到鼻子处闻了闻，瞳孔瞬间放大，脸上藏不住的笑意。就是这个味，可这做一次饼要放几包？沈寒刚把银子放进怀里，听见娄玉春这么问，这还真难住他了。做饭我只是业余，具体我也讲不清啊，这个放多少全凭个人喜好，还有就是你一次做多少饼，反正你自己琢磨吧。娄玉春有些懵，沈寒看他那反应，只无奈说了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晴天在旁边看势不显大的摇了摇头，这阿楼居然栽在一个女人手上了，嘿嘿。另一边，李北让陈南先带领100名士兵，带上少部分粮食和土匪，直接出发去北定。陈南便走到田亚兰他们身边，盯着田亚兰看了半晌，直到他不得不走时，他才抱拳行了一礼。田小兄弟，在下要先行一步，去北定等着你。你们。田亚兰见陈南从盯着他开始，眉毛就皱着，一直没舒展过。这人怎么感觉怪怪的？那眼神像是想把我吞了一样。军爷，押送土匪路上可要小心些。哪知田亚兰的随口一句叮嘱，陈南居然不敢相信的掐了自己一下。这女人是在关心我吗？不可能，以前她那么嫌弃我，一定是我想多了。等他们走后，李北把剩下的粮食和土匪给尹仪交代好，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后，还特地让空出1辆马车。我和晴天是要骑马的，你们上车同阿楼一起坐，我们要走得快些，你们走路怕赶不上。沈寒和陆婉欣听到能坐车，不用走路还挺开心。正当2人要往马车上爬时，林静书默不作声的在他们身后拉住了他们的衣服。这种马车太过颠簸，不适合我们坐。什么意思？我们看着车却不能坐，太可惜了吧？李北和晴天相视一眼，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不喜欢这辆马车吗？李北无奈的看了看晴天，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不坐车，那你们骑马吧，我和晴天去给你们牵马，这也比你们走路要快些。这时林静书的声音又传来，马我们也不骑，今夜费心了，我们就走路挺好。这可把李北和晴天整不明白了，这四人什么意思？怎么马车不行，马也不行？难道他们还上走路了？就你知道的多。沈寒和陆婉欣见晴天和李北处在那好奇地盯着他们，只好想了想才解释道：君爷，你们这是费心了，我们3都不会骑马，所以还是走路吧，走路还能锻炼身体，您放心，我们绝不耽搁你们的行程。李北这下也没办法了，只好说道：既然你们不坐车也不骑马，那军队就不等你们了。老秦你就留下同他们一道回北定，我先将粮草护送回去。说着他又看着沈寒说：明日沿着这条路走出去就是官道，到时路上人肯定不少，注意这些，我先去北定等你们。几日后李伯承回到王府，老于，季伦那边可有将粮食送过来？于文琪一听这声音，激动的立马起身。哎呦，我的四爷，你可回来了，可愁死我了！快快快，这些事情都等着您自己亲自拿主意。李伯承走过去，见着一张纸上写着北川送来粮食20万斤。这季伦可不老实，答应的100万斤，我走了就缩了税，看来他是以为本王好糊弄。于文琪则叹口气说道：先不说季伦那事儿，这20万斤粮食这2日陆陆续续的有难民回城，皆没了吃食，我便让人在城门口做了登记，一人先发了10斤粮，后面再想办法吧。李伯承点了下头。既然回来了这么多人，那就按之前说的，立马通知下去，这些领了粮食的都来王府将粮种领回去种上，种好后1个月粮食长出来了再来领1两银子。于文琪无奈地盯着李伯承，那难民接下来的口粮怎么解决？李伯承也觉得头疼。我这次带了50万斤回来，季伦那的80万斤我也会让他亲自送来，只要百姓将粮食种下了，到时候有了收成，咱们北定也能正常运转。王爷，还有个情况，我了解了一下现在的粮食产量，如果百姓种出粮食后，怕是只能勉强够他们自己的口粮，根本没有多余的上交给官府，那咱们的士兵可就……新皇本就免了咱们北定3年赋税，那这3年王府也不收百姓的1分1毫。至于士兵，即是本王的兵，那就由本王自己想办法。于文琪听了不由得替王爷叹了声气。这时只见陈廷峰黑着脸走了进来。老陈，这是谁得罪你了？一回来就摆个这么臭的脸。陈廷峰还是黑着脸给李伯承行了一礼，才说道：王爷，那200多名土匪我已经关进了府衙大牢，那高坤竟说府衙现在他说了算，接下来那些土匪怎么处置就交给他，不劳王爷费心了。陈廷峰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看来高坤那老小子是了解你的特点了，现在都不怕你了。陈廷峰瞪向于文琪，他一个上场杀敌都不怕的人，却就怕这些弯弯绕绕连累了王爷。李伯承知道陈廷峰定是顾及了他，才这般憋气。我知道了，这事儿我自己去处理，现在你先去官道上接应一下老秦他们。陈廷峰疑惑地看着李伯承，老秦没和您一道回来？对啊，这阿楼也去了，怎么也不见人？李伯承无奈回答：那4个奇怪的女人，不坐马车也不骑马，走路又跟不上，军队哪能等他们？老秦和阿楼就留下同他们一道。于文琪和陈廷峰相视一眼，这4个女人什么情况？连马车都不坐，情愿自己走路。王爷说的真的是他们吗？李伯承思考了片刻，对陈廷峰说道：官道上人流复杂，怕多生事端，老秦应付不了，你出城务必将4人带回王府。陈廷峰点了点头，于文琪也连忙说道：王爷，既然你回来了，那我能否跟着老陈去一趟？陈廷峰皱眉转过头，怀疑地看着于文琪：我骑快马，你确定要跟我一道？李伯承知道这老于是等不及想去看个究竟，便摆了摆手：你愿去便去，随你吧。于文琪得到李伯承的应允，不服气地看着陈廷峰：老陈，这马我也是会骑的好吧？陈廷峰看着于文琪那心虚的样，唇角一勾：这可是他自找的，平时让他和老秦跟着我练武，这2人总有借口，就他那弱鸡样，也不怕被马摔下来。这可是你说的，我不可能等你坐马车一道，要去就同我一起骑上快马赶去。骑就骑，但你还是得等我，你那速度我可追不上。而沈寒这边半路突然出现一个男人，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位大爷，行行好，赏我们点吃的吧，我们快饿得不行了。沈寒几人提高警惕，这周围可都是缺吃食的人，想要赶走这男人，却见男人用力拍打女孩。你个赔钱货，死丫头，赶快跪下磕头，求大爷们赏口吃的。女孩只是愣愣的，好像已经习惯了被打了。沈寒他们面面相觑，不由得心软。行了，别打了，我们也没多的粮食给你们，现在离北定城也就不到2天路程了，坚持一下，到了北定，定北王会好好安顿你们的。可那男人根本不听，又指着那女孩说道：大爷，就赏我们点儿，不然我们怕是今夜都熬不住，这女娃就送你们了。
你们就看着多少给点。这下大伙吃惊了，可还没等人回复，男人就一个箭步冲上去抢过沈寒他们的包袱，就往北定的反方向跑。算了吧，就剩下些吃食。这怎么能算？我去把人追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片刻后，晴天还真把那人给拧了回来，丢在沈寒他们面前，一脸得意。等公子出马，你还想逃？看你往哪逃！四个闺蜜自从一起穿越到古代后，每天在逃荒的路上都会遇到让人震惊的事情。这人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君爷不是说剁了他的手吗？那便剁了吧，免得再有人打我们的主意。我也就是随口说说，这田家的怎么还当真了呢？这时人群中一个冷着脸的男人牵着马挤了出来，见晴天在那犹豫，就知道这小子干不了这事儿。老秦，你这样光动嘴皮子可不行。老陈，你不是先回北定了，怎么又来了？不等陈霆锋回话，晴天又一副讨好样盯着陈霆锋。老陈，你来的正好，我们准备来个杀鸡儆猴，让那些有歪心思的人别再想打我们的主意。不过这种露一手的活还是得由你来干，谁也没有你的快，很准，也让这人没那么痛苦，不是？陈霆锋赏他一记眼刀，知道这人是指望不上了，然后对着正在好奇盯着他的田亚兰说道：四爷让我回来带你们一道去北定。这人怎么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那就麻烦君爷了。陈霆锋刚才在人群中也听到眼前这个男人不是小女孩的爹，一路上坏事做尽，好多人都遇到过他，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出刀。大爷，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这是让你长长记性，抢劫这事儿做不得。说完，只见陈霆锋手起刀落，男人的惨痛的嚎叫在这官道上响起。此处离北定也就还有不到2日的路程，凡是到了北定，定北王都会妥善安排大家。但如若还有这种打家劫道、无恶不作之人，这人就是下场。难民们一阵唏嘘，吓得都散了。而沈寒几人询问小女孩的意愿后，最后也决定带着小女孩和他们一路。这时才见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牵着马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老于，你怎么会来？晴天走过去就用力一拍于文琪的手臂，结果这本就勉强忍着疼站着的人直接蹲了下去。老钱，你是想拍死我呀？没看见我疼的都站不稳了，不扶一下我，你还拍我？嘿嘿，不好意思啊，没控制住。老于，你这是怎么了？陈霆锋在一旁憋着特别想笑，突然看到一旁的林静书，这才想起老于跟来的目的，便冲面无表情站在那的林静书说道：林兄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这位兄弟瞧瞧腿，路上受伤了，我怕不及时就医会落下毛病。林静书抬头看了眼陈霆锋，礼貌地点了点头。他换这人是林兄弟，之前听了四爷说那女人女扮男装，现在还会医，就是他嘛。于文琪认真地盯着眼前的人，虽然逃荒以及穿着让他变化很大，但仔细观察发现还真是同一个人。就这样，于文琪默不作声地看着林静书替他检查，询问他问题，他也呆呆地回答：你这是大腿肌肉拉伤，先让大腿肌肉休息制动，持续休息10天左右，这样可以使大腿肌肉纤维快速自我修复。林静书见这人没反应，这才想起自己又没转换语言，便又重新组织了一遍。我的意思是你这腿部拉伤了，不能再做剧烈运动，至少休息个10日左右。在这古代还真麻烦，说句话还得注意是不是说错了。作为医生，那些专业术语本就是张口就来，一不小心就会说错。于文琪也是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形容此时的感觉了，完全呆住了。那女人之前粗鲁的有时连话都说不明白，更是大字不识一个，而现在她出口就是连我都听不懂的深奥词汇，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而此时在一旁观察这个刚来的男人的陆婉欣忍不住说道：看他骑个马就这样了，肯定不是军爷。他叫于东，也是替王爷办事的，主要负责内务方面的。于文琪听到晴天的介绍，立马转头看向晴天。这小子是在介绍我吗？什么情况？我何时改名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管理内务又是什么？可晴天根本不理他，还在笑嘻嘻的同陆婉欣他们说着话。于文琪现在的感受，陈霆锋更是深有体会，便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我叫陈南，是王爷的侍卫，他叫晴天，具体干什么不知道，就知道他和王爷关系挺好啊。就这样，一群人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在第3日到达了北定城的城门外。此时城门外不少人正排着队等着进城，有户籍或录影证明的在一处登记，确认无误后会带着进城安排。本地的只要有房契皆能回自家，没有的只能先安排到别地，没有证明的又在另一处先做登记，会根据情况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陈廷飞在他们这群人到城门前就先一步对跟着沈寒的这批难民做好了安排，然后回到沈寒几人身边。4位小兄弟，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几个现在如何打算？是否随我们一起入城？沈寒他们走到这儿也有些迷茫了，于是4人打算商量一下，如果跟着他们进城，说不定还有机会坚定北王。要是再能先混个脸熟，以后办事也方便些。如果能安排个好地方，那我们岂不是要少奋斗些时日？这样我们也就能尽快来完成任务了。然后4人相互看了看，都默契的点了点头。我们随你们一道入城。
就这样，几人跟着陈霆锋过了城门，一连走过好几条街，也不知道陈霆锋的安排是什么。君爷，你们现在是带我们去鉴定北王吗？晴天听到后肯定的勾唇点头，脸上露出了一抹莫名其妙的笑容。这么想见我们王爷？那是肯定的，来了北定，谁不想见鉴定北王？见了后，自己以后也能混得好些，不是？放心，已经有人去通知王爷了，我们去了王府定能见到。而李伯承这边收到他们要到王府的消息，也从外边急忙赶来，刚好在他们到王府门前遇到。看到李伯承，几人都很默契的行了一礼，没说话。而大门口的侍卫见着李伯承回来了，皆恭敬行礼。参见王爷。参见王爷。王爷，王爷在哪？谁是王爷？四个闺蜜一起穿越古代后，却没有接收到原主的记忆，一直男装装扮的她们不曾想和他们称兄道弟的人，竟然是他们的枕边人。你怎么不早说他就是定北王？你也不叫晴天吧？怎么怪起我来了？王爷都以真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了，是他们自己不认识。在下秦瑞，这位老臣真名陈霆锋，他是于文琪，呵呵，也不是什么内务。秦瑞话还没说完，就直接嗖的一下溜进了王府，生怕慢了一步要被陆婉欣打。沈寒他们一走进王府，李伯承便冲着他们说道：其他的事我们等会儿再说，本王已经安排人去给你们准备热水了，一会好好梳洗一番。这是月安阁，你们就先住这。李伯承说完，又转头看向秦瑞他们：你们也都去好好梳洗一下，我们一会书房见。秦瑞看了眼四人，还愣在那里不动，也开始催促起他们：既然王爷都安排好了，你们就先在这月安阁住下，快进去洗洗吧，多馊了。他自己还不是一样，能比我们好多少？不过四人还是闻了闻自己身上，确实和馊了没什么两样。这时只见天一恭敬地朝他们行了一礼：四位公子，这里2间正房王爷已经让人收拾出来，你们2人住一间，旁边1间正房已经准备好浴桶，我们热水也已经准备好，四位公子换洗的干净衣服已经给你们搭的那了，我们就先退下了。等天一走后，四人赶紧到房间将门给拴好。穿越到这里这么久，第一次洗澡有这般待遇。本来还打算等找到住的地方后，得想办法洗个澡，没想到这事儿定北王居然给咱们安排了，终于可以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了。没想到这王爷心还挺细的。就这样，他们几人等将一桶清水洗成了一桶面汤，水温也变冷了，四人才舍不得的从浴桶里走了出来。然而当他们换衣服时，却震惊了：我的款式怎么是裙子？老二，为什么我的衣服是裙子？难道这个男人有人穿裙子？这种裙子陆婉欣以前在学校也学习过，古时又称这种百褶裙为流仙裙，褶皱都是很规律的向一个方向打褶的。没错，确定是裙子，我的也是。林静书和田亚兰也身穿礼衣走到了沈寒和陆婉欣面前。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他们放错了？田亚兰摇了摇头：你们没发现吗？这王府里一个女人也没有，而且这些衣服全是新的，肯定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可这特意为我们准备女人穿的裙子，那只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知道我们是女人。他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是女人的？为什么发现了一直没说？等我们到了这，才用这种法子揭穿我们，他这是有何用意？四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着，但就是没有人回答，各自心里都在猜想着定北王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四位公子，王爷让你们穿好衣服，跟小的去一趟书房，有事和你们商量。君爷稍等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好。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直接摊牌吧，他不就是这意思吗？连电脑都被他发现了，那这女子身份承认了也没什么。我们之前做男子打扮也是为了逃荒路上方便些而已。就这样，四人换好衣物，又简单收拾了一下头发，走出了房门。天一见着这打开门走出来的四人，愣住了。我说王爷怎么突然让我去采买一些女人用的东西呢？原来如此。四位小姐，王爷和3位公子已经在书房等着你们了，请随我来。此时李伯承、秦瑞等人也换洗收拾好后来到了书房。王爷，现在总可以问他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吧？李伯承瞬间冷冷的扫他一记眼刀，秦瑞便立马乖乖下来坐回椅子上。这老秦连他爹都不怕，就独怕四爷。不管他们的说法是什么，他们就是原来的4位夫人。这话一出，三人皆沉默了。这事确实只能是这个结果。正当四人一脸严肃时，天一进来禀报：王爷，4位小姐已经到门外了。那是王妃和3位夫人。那4人竟然就是我们要去找的王妃和3位夫人，我怎么没想到？那哪一位是王妃？王爷，王妃和3位夫人在门外等着了。你出去把他们叫进来，再屏退书房外所有人，你亲自守着，不能有任何人靠近这里。天一领命后退了出去。当沈寒他们4个身着裙子，脚穿绣花鞋，长发简单用绳子绑了一下，走进书房那一刻，4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了过来，仿佛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样。直到沈寒4人别扭地朝李伯承行了一礼，几人才反应过来，他们这才不情愿地收回视线。现在你们可以自己说说了。说什么？看他们这样子，怕是早就知道我们是女的了，那还要我们说什么？李伯承见他们疑惑的样子，知道他们不是装的。老于，你来替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看他们能不能记起什么。
于文琪点了点头，首先走到沈寒面前，慢慢说道：“你是大燕朝左丞相之嫡次女沈云寒。”他这说的是我这原身的身份吧？没想到居然是丞相的女儿。接着便又看见于文琪盯着旁边的陆婉欣说道：“你是当朝太尉家三小姐陆婉儿。”这人说的是我吗？不对，是原主。你是虎威将军府唯一的嫡女林静云。你是当朝太师家五小姐田亚欣。林静书和田亚兰相互看了一眼，却什么都没说。于文琪说完，沈寒他们并没作何回应，因为他们一点原主记忆也没有，也只是通过刚刚于文琪介绍才知道自己是谁。这定北王几个还真是能演，明明认识我们，还一路装作不知，这是在观察我们啥呢？李伯承见他们只是震惊，没其他反应。看来他们是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老于，你再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是谁。4个女人在一场同学聚会后意外穿越到古代，不仅肚子里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娃，现在又稀里糊涂来了个老公。老于，给他们几个介绍下我们是谁。真能装，这还用得着介绍吗？你不就是定北王吗？真有意思，我也想看看这4个女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后会作何反应。于文琪先走到了秦瑞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背。这是国公府的二公子秦瑞，先皇在位时赐婚太尉家三小姐陆婉儿。陆婉欣本一脸无所谓，事不关己的表情，当听到于文琪在说什么后，差点没站稳。我和他，不对，陆婉儿和他，皇帝赐过婚，这怎么可能？老二，别激动。秦瑞则是一副得意的样子，看向陆婉欣。怎么不可能？你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先皇赐婚还能有假？这原身相公怎么会是这人？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这是骠骑大将军家的三公子陈霆锋，先皇在位时赐婚当朝太师家五小姐田亚欣。陈霆锋只是静静地看向田亚兰，而田亚兰也是得不动声色打量着陈霆锋。这两人是一对，不过他和我们老大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在下当朝太傅家的小公子于文琪，先皇在位赐婚虎威将军府嫡女林静云。我说这人之前怎么老对着我笑？原来这是笑我傻，不认得自家夫君。沈寒见3人的孩子爹都找到了，正好奇自己肚子里的娃是谁的时，就听到于文琪说道：“咱家王爷也同我们一样被先皇赐了婚，而王妃就是咱们的左丞相府嫡次女沈云寒。”什么？林静书、陆婉欣、田亚兰几人则意味深长地看向他。沈小四，你可以啊，居然混了个王妃当，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得贴着你？陆老二，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嘿嘿，这个时候了，既来之则安之吗？李伯承的眼光终于从沈寒身上移开，然后说道：“既然你们已经了解了我们各自的身份，肯定也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那现在该说说你们到底是谁了。”沈寒4人听李伯承这么说，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是谁？不是你们更清楚吗？我们吃了高人给的药后，连自己都不认识，你们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李伯承见他们还不打算说实话，勾起唇角。高人的药能让你们性情大变，与之前判若两人；高人的药能让你们突然会一些以前都不会的记忆；高人的药能让你们能随意变出宝物。那有什么不可能？万事皆有可能。李伯承见沈寒那心虚样，居然笑出了声。真有这么厉害一人，他会一直默默无闻的，恐怕早就统治各国了。沈寒还在思考该怎么说才能让他们相信，然而田亚兰知道已经躲不过去了。古人远比他们想的更聪明。小四，直截了当摊牌吧，我觉得这样以后做事方便些，他们应该不会把我们怎么样。4人确认下眼神，点了点头说道：“我们确实不是你们原来的4位夫人。”李伯承4人这下先表现出一副震惊的表情，然后又表现出松了一口气的反应。这4人为何这般？难道他们和那4位没有感情？其实事情就和沈寒猜的差不多，定北王是被迫洞房，其他3人也是因为先皇的赐婚无法反抗，但的确没有共同语言，更别提感情。那你们是谁？为什么会变成他们？难道你们真是什么狐妖一类的？会不会吃了我们？晴天说完还装作害怕的样子。陆婉欣见状朝秦瑞走了过去。我们要真是能吃人的妖怪，第一个就先吃了你，免得你话多，添得让人讨厌。我们4人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原来的名字和4位夫人只差一个字，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来到这，醒来就变成了他们。因为路上的一些经历和他们几人的变化，做好思想准备的李伯承他们听到这种说法反而没有那么意外。你那能买东西的物件是你们那里的宝物？沈寒点了点头。是也不是，那东西在我们那家电脑，虽然也能在上面买东西，但是没这么神奇，东西能立马出现，这东西估计是为了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才存在的。听到沈寒说的任务，他们震惊又好奇。你们还有任务？我们来了之后，电脑上就给我们颁布了任务，让我们保护定北王的安全，协助定北王将北定打造成为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地方。就因为有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才一心要来北定。沈寒虽然说出了系统交代的任务，
但没把气死新皇这部分说出来，觉得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那如果你们任务完成了会怎样？李伯承这问题让沈寒犹豫了，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但是考虑了一下，还是说道：任务完成后，我们就能回去我们的世界。李伯承4人听到沈寒这个答案后，却瞬间沉默了。秦瑞更是急切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回去了，那岂不是之前那4个女人又会回来？这我们也不知道，电脑上只写了我们完成任务就能回去。看到他们的表情，沈寒不由得好奇地问道：刚刚我说的这些，你们真的都相信？自是信的，为何不信？你这个说法比之前的什么高人可信度大很多。真没想到这几个古人对这种诡异事情的接受力还挺强的。只是这另一个世界真的存在吗？沈寒听李伯承反问他，也挺好奇。之前看的小说、电视什么的，那些人一旦暴露，不是被当成妖怪烧死，就是会遇到各种奇怪的惩罚方法。怎么他关心的却是这个？你们就不怕我们真是妖怪？怎么？难道你们的世界会吃人？沈寒一听，赶紧摇头又摆手：不吃，不吃，我们大米白面猪肉都吃不完。李伯承瞬间被他这大米白面吃不完给吸引了。既然都是人，那有何可怕？不过你们是如何做到会有吃不完的粮食？这个几句话说不清。总之以后农业方面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会想办法带着北定百姓吃饱穿暖。李伯承看到沈寒自信的眼神，竟然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感觉这个王妃说的像是实话，那他们口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虽然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但是改变后的他真好啊！我在担心什么？他们不是要完成任务才能回去吗？以北定现在这状况，神仙也难办，况且他们又不是神仙。4个男人嘴上抱怨着女人麻烦，可转眼间不仅娶了妻，而且还是4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人。既然我们要帮着你们做事，那你们可不能约束我们，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们可做不到，我们得有随便去哪的权利。李伯承点了点头，可以，不过去哪的事先告知我们。我们4个不是你们夫人，所以不用和你们住在一起。陆婉欣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秦瑞想拒绝，李伯承打断了他。也行，我们不强迫。我们的秘密你们得帮着打掩护，不能再让第9个人知道。那是自然，不过什么？李伯承见4人皆紧张地看着他，这才继续说道：不过除了我们4个，在其他人的眼里你们可是我们的夫人，该怎么做你们可知？于文琪看到4人一脸为难的神情，笑着说道：这个你们不用多想，有外人在，我们会提醒你们该干些什么。 4人没办法，也只能勉强应下了。不知不觉8人在书房里已经待到了快天黑，肚子的饥饿感提醒着他们今天讨论该结束了。王爷，你们这王府管饭吗？李伯承听沈寒这么说，这才想起来大家都还没吃饭，平时几个男人也就将就一下，于是让晴天去找娄玉春安排。小4和他们一起吃，感觉不自在。将就一晚，我看我们住的那院子有个小厨房，以后我们就自己做。那太好了，我们可以买些食材吃顿好的了。确实该补补了。我们现在跟着去吃了，那几个丫头怎么办？他们口中的丫头是路上收留的几个可怜的无依无靠女孩，一路上跟着他们来到了王府。4人不知道他们的悄悄话被前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不用担心，天一定会安排妥的，饿不到他们。这人耳力这么好，那这一路我们的谈话岂不都被他听了去？此时娄玉春正一个人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这老秦也真是，说什么他们4个都找到自己那新夫人了，要带过来给我瞧瞧。瞧什么？我可没有看别人媳妇的爱好，还不是到我这蹭吃的来了。听到有人走了进来，娄玉春头也不回地说道：还没好，说了让你们直接去膳厅等着，别来我这碍事。可没听见有人回应他，转过身见3人眼睛正往他那锅里瞟。你们怎么都不吱声，吓死人不偿命呀！娄老板，我们这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吓到你吧？没事，我们阿楼没那么不惊吓。这个女人是谁？称呼我娄老板，怎么感觉有些熟悉？沈寒见他没认出自己，指了指他那锅里煮着的土豆。那个土豆还是我给你的，娄老板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娄玉春看了看锅里的土豆，辩解道：什么你给的？那明明是沈小4给的。沈寒瞬间乐了，秦瑞和陆婉欣在一旁忍不住也笑了起来。我就是沈小4，沈小4就是我。娄玉春皱着眉，直勾勾地盯着沈寒看。你是沈小4，那你是他们谁的媳妇儿？这问题问的沈寒不好意思回答，尴尬笑一笑，就听秦瑞替他说道：她就是左厢那嫡女，咱4爷的王妃。她居然是王妃，真是传说中那个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沈小姐。后来的4皇子妃，现在的定北王妃，看来传言真的不可信，还得眼见为实。娄老板还有我，猜猜我是谁？娄玉春完全傻了，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多俊俏的姑娘。猜不到你就直说了吧，别难为我了。嘿嘿，这是我媳妇啊，来北定路上你见过的陆万兄。哼，谁是你媳妇儿？你媳妇儿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了，她
怕是连孟婆汤都喝了。这路上遇到的黑脸兄弟怎么都成了美人儿？那还有2个起步也是。不行了，你们这消息太让人吃惊了，我得缓缓。说完转身继续侍弄他的吃食了，不打算理这3人了。娄老板，我们去外面等着，就不打扰你了。娄玉春头也不回的摆摆手，知道了，你们出去吧。饭桌上，娄玉春看着眼前的8个人，成双成对的，夫人个个都是美的不像话，完全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多余的人。这4人之前还在我面前抱怨新皇安排的媳妇这不好那不好，现在为何这般和谐的带着上我这来了？娄玉春看看沈寒和陆婉欣，然后又观察了陈静书和田亚兰。当初都说的不想成亲，说女人麻烦，结果转瞬4人成了亲，就算了吧。明明4位夫人这般好相处，却天天跑我那抱怨，真是4个不知好歹的人。想到这的娄玉春自己埋头快速吃完，赌气似的将碗往桌上一放。我吃好了，你们慢用。这阿楼怎么了？今天吃那么快？4个好兄弟同时被先皇赐婚，不曾想被他们嫌弃的妻子，现在骨子里是21世纪穿越过来的4闺蜜。现在咱们肚里的宝宝都在正常发育，要不了多久肚子就能显坏。既然孩子爹都在这，那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这副身子虽然不是自己的，但现在孩子毕竟每天都在自己肚子里，时间久了，我都感觉就是自己的。也不知道那秦瑞知道自己要当爹了会是什么反应，肯定会震惊傻了吧？我可不想和一个傻子一起带娃。这是他们迟早都得知道，还不如早些让他们知道，这样我们做起事来也不用有所顾虑。对了，这是宜早不宜迟，我们之间以后还要合作完成我们的任务，所以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是最关键的。既然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都能接受，何况这娃本来就是他们的。沈寒和陆婉欣相互看了一眼，这老大和老三都表了态，也只好点头赞同。4人商量好后，田亚兰和林静书就打算走去另一间屋子休息。电脑的事情是时候给他们说了，虽然他们知道了真相可能会很生气，但一直隐瞒也不是办法。老大、老三，你们先别走，我还有事儿要跟你们说。看见他一脸严肃的表情，3双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他，接着就看他将电脑换了出来。这台电脑是我的。知道是你的，我们没人打算跟你抢呀。是啊，这电脑不是只有你才能操控吗？我是说，这台电脑是我在现代的时候家里用的那一台。小4，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我不是小说作家吗？每天在家就是用这台电脑写小说。开同学会那天，我突然来了个灵感，写了个小说开头，而里面写的地点正好就是大燕朝，男主就叫李伯承。这下3人不仅眉毛皱起，嘴也惊得老大。沈小4，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你把我们弄进这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穿进这里来，还把你们一起给带进来了。几人震惊后只能沉默了，因为没有人能改变什么。田亚兰见沈寒那自责样，突然就想起一件事。你们还记得咱们在排1、2、3、4来称呼彼此时说过什么话吗？那14人还是高中生，因为关系挺不错，就学着电视里那些人的样子来了一场姐妹结拜。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道是因为那句台词？眼看沈寒也不知道答案，田亚兰只好问道：那你说说，后面剧情会如何发展？这个连我自己都没想好，就写到李伯承刚被封成了定北王，但粮食只够2万士兵吃2月，想着从现代给他安排个厉害些的女主过去，帮助他治理重整这北定。沈寒心虚地看了陆婉欣他们一眼，又继续说道：哪知道还没来得及回去创造女主，就被弄进来了。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把定北王写这么惨，就给我个惩罚，让我自己来救，可又觉得我不够厉害，所以这电脑把你们也一起拉了进来。陆婉欣一听到这再也不淡定了，莫名其妙来到这里，肚子里还稀里糊涂来了个娃，最重要的是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回去。沈小4，你把自己弄进小说就算了，怎么还拉着我们？沈寒说完，心虚地看向他们笑了笑。不是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所以就派了我们4个一起过来。沈小4，我不管，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我们弄回去。沈寒看到生气的陆婉欣，也不知所措地低下了头。老二，你先冷静下，这也不能怪小4，他也不是故意的，会有办法回去的。好了，小4，你也别多想，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早点休息。翌日，陈霆锋和秦瑞天一亮也一前一后来到岳安阁。老陈，你来了不进去，在这守门呢？这不是等你吗？一个人不好意思，呵呵。刚跨进院门，就闻到一股香味传来。沈寒早早起来，在系统上买了素材，包了陆婉欣最爱吃的饺子。陆婉欣起来后，看到走过来的2个男人，震惊地问道：这么早，你们俩这是有事？嘿嘿，这不听说你们今日要出门，王爷让我们陪你们一道，就想着早些过来带你们去阿楼那吃点东西。可你们这小厨房里在做什么？闻着味儿怪香的。陆婉欣用鼻子闻了闻，
应该是辣椒油的味道。老二你起来了，看小四一早就起来给我们包饺子吃，这不还做了你爱吃的辣椒油沾点。沈寒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心虚的看向陆婉欣。算你还有良心，知道我好这一口。陆老二，你不生我气了吧？昨天晚上我都没睡好，我知道你最好了，爱你哟。你们两个啊，还像个小孩一样。不过咱们现在这情况还是少吃辣，偶尔吃一次可以，但不能经常吃。知道了，林大夫，遵命。沈寒把他新买的食盒递给秦瑞，这个你先给王爷和于文琪送去，也让他们尝尝。没想到你们做的竟是老碗，虽然看着没有阿楼做的精致，但一看就很有食欲。我们可有太久没吃过这东西了。老碗，你是说这个吗？秦瑞点了点头。原来饺子在这里叫做老碗。李伯承和于文琪此刻正在书房商量着难民的事情。四爷、老爷，这是你们媳妇让给你们送来的吃食，快趁热吃。说完，不等两人反应，就嗖的一下跑回岳安阁。于文琪打开一看，惊喜地说道：“四爷，里面竟是老碗，居然还配了蘸料。看来那女人这是又用她那宝物买东西了，没想到还有我们的份。”两人一人尝了一个，惊讶地说道：“四爷，这味道真的是太奇妙了，太好吃了，味道还真不错，不输阿楼。看来这就是他们那世界的人才能做出的美食。”而此刻还在自己院子里的娄玉春，今早还特意多做了些吃食，可等了半天也没等来一个人。这是什么情况？以前只要有我在，那4人可是都不会错过任何一顿饭的。4个单身女青年意外穿越到古代，不仅肚子里白得一个娃，每人还收获了一个帅老公。沈寒几人走在街上，发现很多铺子都还关着门，其中打开的1、2间，也是原来的房主刚拿回自己的店铺在进行收拾。现在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打算？别的我也不会，不行我倒是找个好点的铺子开个医馆。做生意我喜欢，秦二少，像这种好地方的铺子能不能给我弄到1间？多不，越多越好。秦瑞听见陆婉欣的话，本想显摆一下，但铺子这是平时都是于文琪在管。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回去我和老于说下。开店挣钱啥的就交给你们2个，我和老大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是的，我还是想找些适合自己的事情做吧。就这样，几人在街上转了一圈，了解过情况后，沈寒和田亚兰便跟着陈霆锋打算去周边村里转转。秦瑞陪着陆婉欣和林静书回府。3位在村里也转悠好一会儿了，大伙都挺好奇，你们这是打算要干嘛？大叔，是这样的，我们是王爷派来的人，我们转了一圈，发现这村里的人只是将离房屋近的土地全种上了粮食，偏远些的地方全都空着。你们既然是王爷派来的，我就实话说了，不瞒你说，我们也想多种一些，可碍于没有趁手的农具，也干不了这么多活呀。男人叹了一声气，又继续讲道：我们是第一批入城的难民，所以王爷就给我们分了这个好地方，我们也感激王爷。领了粮食后，我们也想多种上，可这大火带来的农具不多，我们就只能想办法用手用石头忙活了这些天，也才种下这么多。沈寒回头看了看陈霆锋和田亚兰，两人正用同一种表情同时看向对方。这2人怎么那么默契？你这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会回去禀报王爷，看能不能再想些办法。老大，你觉得我给弄点农具出来可行吗？可以是可以，只是得以什么方式是个问题，总不能凭空出来那么多农具吧？这个也是，回去好好计划下吧。这边陆婉欣几人刚回到院里，于文琪立马走上前小心说道：你们可回来了，帮忙，先顺着他，不然他要让王爷还钱，没钱了王爷还怎么安顿难民？这王爷差人钱，跑来找我们干嘛？我们能帮什么？这时娄玉春也走了过来。那4个见色忘友的家伙我也不多说了，我辛辛苦苦运送50万两银子来帮他们，结果1个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可倒好，你们一来就给对了一厨房的好东西。说完还瞪了于文琪一眼。于文琪尴尬地看向林静书，原来是沈小四拿一厨房的吃食给闹的。小样，不知娄老板现在是个什么意思？娄玉春冷哼一声，我也没打算要和女人抢东西，只是这么多好东西你们不能再糟蹋了，之后我每日都到你们这里来弄吃的，也勉强把你们几人的一起给做了，但你们不能在洞里面的东西都由我说了算。林静书吃惊地瞪大眼睛看向陆婉欣，我没听错吧？我们这是多了个免费的厨子。我怎么感觉他嘴上说的勉强，心里还挺乐意。阿楼他们的你都帮忙做了，就顺便把我们的也一起做了呗。娄玉春给了他一个白眼，想要一起吃，那就由你们提供食材，我们上哪弄去？现在这北定估计1个鸡蛋都找不到。好，我给王爷说说，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事还没忙完，先回书房了，吃饭时可别忘了叫我和王爷。娄玉春也迫不及待地去厨房研究那些他没见过的食材了。等沈寒3人回到岳安阁，娄玉春的饭菜早就做好了。老二，这是什么情况？这些是你们做的？我们哪能做出这么精致的菜？
是楼老板打算以后给咱们当厨子了。秦瑞看陈霆锋和田亚兰站在那，也赶紧招呼两人。老陈，你和咱三少夫人还站在那干嘛？快过来坐下吃饭了，就等你们了。楼老板，要不你来北丁也开家酒楼吧，和咱王爷合伙，他出铺子，你出手艺。来这开酒楼，卖给谁吃？你知道我在京城做一桌菜都是多少银子一桌吗？这人还真自大，不过人家有自大的手艺，你等着吧，那些有钱人到时候肯定会往北定赶的。我先让王爷给您留个最大、位置最好的铺面，要是开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和王爷分？那些富人躲都还来不及，谁还往这跑？蛮子可是虎视眈眈的，到时候真有富人来我就开，和你家王爷合伙，55分怎么样？王爷，您也听到了，到时我帮你们选间能做酒楼铺子，就给楼老板留在那。这女人这么有信心，还挺会给我打算。王妃决定就好。沈寒一听李伯承答应了，又笑着看向娄玉春。娄老板，咱可是说好了，55分，你可别到时候赖账。今天这么多人可都听见了。娄玉春见那两人感觉一唱一和，这是关系不好，这是四爷自己说的，眼不见心不烦，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男人的话看样子也不可信。放心吧，我娄玉春定不会赖账，你家王爷到时候别赖账就好。王爷才不会，对吧王爷？王妃说的都对。饭后几人对白天观察的事情和问题讲述了一遍。王妃，你那宝贝上可有农具卖？电脑上倒是有卖的，但我们需要大量的农具，到时候拿那么多出来肯定会被人怀疑东西的出处，所以我们得先想个法子。要不像大湾村那样，你问问电脑。对，咱们可以找个别人不知道能存放大量东西的地方，到时候就说这是之前的人藏在那的，既然被我们找到了，那就用来造福百姓。就这样几人讨论了一番后，李伯承四人又开始商量别的事情。沈寒四人想起昨晚说的那事儿，于是他们也站到了一起，小声嘀咕起来。老三，那事儿现在说吗？现在是个好机会，又没有外人在，要是再拖下去，咱们这肚子就……话还没说完，就见秦瑞的脑袋好奇地伸了过来。你们肚子就怎么了？四个男人每天不回家，只为躲避自己的新婚妻子，却不知他们妻子的灵魂已经变成从现代穿越来的四闺蜜，肚子里也已经有了他们的娃。你们肚子就怎么了？你这人不知道人吓死人吗？你们这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的？不然怎么会心虚害怕？我心虚害怕什么？说就说。陆婉欣嘴上说着不怕，但还是看了看林静书他们三人，直到看到三人点了一下头。我这身子肚里有了你的娃，你自己看着办。要是再这么吓人，把娃给吓掉了，你就后悔去吧。嘿嘿，怎么又开始凶我？只是几秒后，他却瞪大眼睛，张大嘴巴问道：“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你肚子里有什么？”陆婉欣无奈地看了他一样，还没听清楚是吧？那现在你们四个一起认真的听我说话。不只是我，他们三个肚子里都怀了娃，我们是没有这身体以前记忆的。但既然你们说我们原身是你们的夫人，那这肚里的娃肯定就是你们的。秦瑞本就吃惊，结果陆婉欣话一说完，他更是忍不住大叫：“什么？你们四个都有喜了？肚子里都有孩子了？”陆婉欣白了他一眼，看着他这个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林静书见那四人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只好出来继续解释道：“我们刚到这时就发现了我们四个人皆怀了身孕，经我诊断，到现在四人皆是怀孕3个多月了，四人怀孕时间都相差不大。没想到就那么一次，那女人就怀上了。这王爷这表情怪吓人的，他不会不想要这个娃吧？我可没有王爷那本事，一次就中。我可是被那粗鲁的女人折磨了好几次。不过现在这样挺好，我要当爹了，这女人也变得顺眼了。之前那女人柔柔弱弱的，成亲后在京城待的那1个月，加上洞房，我也没碰那女人几次，总是嫌我力气大，笨手笨脚。看着眼前变了样的女人，陈霆锋忍不住走到田亚兰身边，不敢相信的又问了一遍：“真怀上了？”田亚兰点了点头，哪知一向话少的男人居然开始碎碎念了：“那以后不准再骑马了，出门再坐牛车必须垫上褥子。不对，没事就别出门了，要出门必须同我一道。”这话真是身边这男人说出来的。老大，你什么时候骑马了？还坐牛车了？田亚兰尴尬地瞪了陈霆锋一眼，脸上挂着笑回道：“没骑，就坐在上面感受了一下，而且那牛车小四也坐了。我们那天去附近村上看地，比较远，就坐牛车去的，而且牛车挺稳的。”那好，以后出门可以坐牛车，但要像他说的，车上垫些软的东西，孩子生下来之前，那马连坐都不能坐了。是长官，下次不敢了。四个男人见这情形也是相视一眼，心里说不出的奇怪感觉，但也都不自觉地勾起了唇角。我居然要当爹了，我不是在做梦吧？看来老天也是觉得之前那女人不适合当我孩子娘，所以才给我的娃换了一个娘吧。秦瑞一边心里偷乐，一边忍不住拉住陆婉欣的手，
那你以后就别想离开我视线。我又不是你媳妇，干嘛听你的？可你都怀了我的娃，说不是我媳妇谁信呢？陆婉欣气急想发火，林静书见状又赶忙提醒：孕妇不宜生气，老二注意你的情绪。哈，你不听我的，我听你的行了吧？别生气，别生气，老于家的说了，你现在不能生气。陆婉欣见秦瑞瞬间妥协又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突然有一丝小得意。小样，看我还治不了你！一直没说话的李伯承此时也问道：既然你们现在是这情况，那身边就不能没人？你们是怎么打算的？还继续住在月安阁吗？林静书看着三人齐齐看向自己，瞬间明白他们的意思。现在我们4个住在一起，相互照应反而是最方便的。我也能随时观察大家的情况，而且我们院子里还有5个小丫头，有什么事他们也能帮些忙，不然你们男人能懂些什么？4个男人瞬间不作声了，他们现在除了看着，确实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毕竟他们这可都是第一次当爹。时辰不早了，你们需要多休息，下一步的事情就等老于把藏农具的事儿办妥之后再说，我们先送你们回去休息。就这样一路上，沈寒4人身边一人跟着一个保镖，眼睛也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4人别扭的回到月安阁。现在阿楼做饭，你每日多买些有营养的东西出来让他做，孩子在肚里也是要吃的，银子不够再找我呢。沈寒也不客气，收下了银子。看来王爷也没打算不要这孩子，如果王爷不认这孩子，我也是要当自己的娃来养的，只是怕要是自己突然回去了，王爷又不认那孩子，孩子岂不是没爹又没娘？想什么呢？快进去休息吧，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有我在。此刻月安阁的4人都休息了，而书房这边的这4个男人却没有一点睡意。四爷，我没做梦吧？老于，掐他一下。啊，痛，行了，痛，行了，我知道了，没做梦。四爷，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自个媳妇，自个想办法去。可他们不承认是我们媳妇，那就想办法让他们承认。不过这孕妇该吃些什么，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等明天问问，书上查一查。可他们要是回了他们的世界怎么办？这个问题一出来，4人都沉默了，基本一夜没合眼。第2日一早，娄玉春迫不及待地赶到月安阁，就见这4个门神守在那。你们4个昨夜干什么去了？没睡觉？也没干什么，就是在书房探讨一些你不能体会的事。什么叫我不能体会？你们能做的我为何不能做？秦瑞贼兮兮地笑着看向娄玉春，我们要当爹了，你能体会到是什么心情吧？4个男人嘴上和兄弟说女人麻烦，转头不仅娶了妻，还要让单身兄弟给妻子肚子里的娃当干爹。你们4个昨夜干什么去了？一脸憔悴。也没干什么，就是在书房探讨一些现在你不能体会的事。什么叫我不能体会？你们能做的我为何不能做？我们要当爹了，你能体会到是什么心情吗？娄玉春瞬间垮脸，这家伙是存心要气死我，我连媳妇都没有，上哪给人当爹去？不对，等等，你刚刚说什么？你们都要当爹了？对呀，王妃和我们3位夫人都有喜了，怎么样？这个你不能体会吧？于文琪怕秦瑞把人给气着了，就没人给孩子娘们做好吃的了，笑着走上前。大佬，你别听秦瑞那小子的，我们当爹你也可以，等孩子们生出来了，你当他们4个的干爹。呵，我的娃也认你当干爹，所以你赶紧去给你未出世的干儿女们做些好吃的去。不仅好吃还要有营养。阿楼知道孕妇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吗？这都什么人？当初说好的不成亲，一起逍遥自在，结果现在4人连娃都有了，就剩我孤家寡人一个，那我是不是也该考虑找一个？我哪知道。娄玉春说完就气呼呼的一个人先朝着月安阁的小厨房去了。来到小厨房，看着又堆得满满当当的食材，这4人真的太重色轻友，又弄那么多好的食材，这王妃买的可真不少。快说，这些东西你们究竟怎么弄到手的？之前不还说北定没有？于文琪、秦瑞和陈霆锋都默默往后退，这解释的机会直接给了李伯承。我们哪有这本事？我们确实一个鸡蛋也没有，这都是4爷想的办法。嗨，这不是因为王妃他们有喜了吗？这些可是我专门派人从其他地方连夜买回来的，总不能让这4个有喜之人同我们天天粗粮杂面。阿楼，你说是吧？是，你们说的都对。现在你们夫人最了不起，一下都有了，我就是个伺候人的命。以前伺候你们，现在伺候你们女人，以后成了干爹，还要伺候你们的娃。娄玉春抱怨完，便转身忙活去了。李伯承4人忍住笑意退了出去，来到沈寒4人住的院子。参见王爷。那个小没事吧？你带他们几个去看看娄老板需不需要帮忙，你们能帮他烧个火也好。是王爷。沈寒4人终于睡好起来后，便看见院里的4人。这4人没事做，这么早来这等着。看他们的眼睛好像都有了黑眼圈，他们是不是在盯着咱们肚子看啊？这4人想必是激动的一夜未睡吧。就这样9人用过早膳，沈寒4人就打算往外走。你们这是去哪？怎了？
现在总不能让我们天天带着府礼吧？我哪敢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去街上还是去更远的地方？我们上街看铺子。王爷，您给派个人吧，我们这也是为了您这北定发展。我们出技术，您出铺子，就和楼老板那样5-5分，怎么样？老于，你派个了解铺子之事的人同他们一道去。好的，就让天儿带他们去，哪些铺子能用，他最清楚了解。老程，你同老秦陪他们去，如若脚程远，就给他们安排顶轿子。说完，李伯承便叫上于文琪先出了岳安阁。他们俩今日打算先将高坤弄出府衙。王爷，高坤之前接了瓦的那家刚好就在魏府旁边，而那家人都被蛮子杀害了，所以找不到主家。我已经连夜让人出城去找到了魏恒一家，让魏家认下那没了瓦的屋子是他家的。于是李伯承和于文琪刚走出王府，就看到魏恒正跪在那大喊：“请王爷替我们做主，请王爷替我们做主啊！”两人假意上前询问了情况，魏恒这才看清这两人。我一直觉得这几人不简单，但没想到这么不简单。他很快就回过神，假意不认识他们，讲述了他的遭遇。李伯承便叫上侍卫和于文琪一起，跟着魏恒浩浩荡荡地朝着府衙而去。而此时府衙门口，一个妇人正跪在地上喊冤：“我说你这无知妇人，还不带着他们赶紧离开！这里可是府衙，不是你们能胡闹的地方！”老天爷呀，没天理了！这府衙住的是什么人啊？是强盗啊！趁我们逃难在外，居然把我家屋顶都揭了，这还让我们怎么住人呀？那可是我们家的房子，你们怎么不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啊？你这妇人胡说八道！本官什么时候揭你家屋顶了？你都说你逃难去了，哪有哪只眼睛看见了？4个闺蜜不仅同时穿越，同时怀孕，现在还要同时创业。我记得自己揭瓦时，这城里可没回来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这一下子出这么多百姓出来指证我？我可不能承认。反正现在这又没人管得了我。你随便叫几个人来就想污蔑朝廷命官，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赶紧把你的人都带走，不然你们不是说没房子住吗？那就全关进大牢去同那些土匪作伴。哎呀，没天理了，这都是什么人啊？都能当官老爷了，这明明是强盗土匪呀！等李伯承他们赶来时，高坤正打算让他的人去赶魏王室那一群人。高大人这是在做什么？王爷今日怎么有空来这了？本王为何会来？今日一早就有人到王府状告高大人揭了人家的屋顶，让他们有家不能回，不知高大人可有这事？这帮刁民居然还知道搬救兵！王爷，你可别听那些人胡说，无冤无仇的我怎么会跟他们家过不去？揭他们家屋顶，他们这是没事找事，自己没了房子住，想让咱官府给他们想办法呢。于大人，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了，本王就在一边看着。要是这新上任第一件事就办不好，你这知府也就别当了。是，王爷，下官一定好好办理此事，不辜负您的信任。他们在说什么？这于文琪什么时候成了于大人了？还是什么知府？于文琪为了让高坤明白，便从袖口里掏出李伯承拟定的任命文书，摊开递到高坤眼前。不好意思，高大人，现在这北定百姓越来越多，王爷觉得不可没有知府来帮着他管理，昨日便拟定了一份任命文书，让在下在任知府之职。可谁想我这还没上任呢，就遇到您这事儿，您看您这是打算私了还是公了？现在这北定皇上赐给了定北王，他是有权任命他的人来上任的，我怎么没想到让皇上先下一道手，真是大意了。什么私了，什么公了，这是与我无关。高大人，您做这事的时候，难道忘了我和王爷还在北定？那些百姓算不得人证，我们王府的人算不算？这事要是禀报到皇上那去，您说皇上会如何处置？不行，要是皇上觉得我丢了他的脸，怕是后果很严重。那你说怎么个私了法？于文琪假意思考，然后看向魏王氏：“这位大神，既然高大人决定私了，那你就说你们家的想怎么办，才不计较这事。”儿子带来的王爷和知府，竟是之前在逃难路上遇到的军爷。王爷、知府大人，你们要替民妇做主啊！民妇不要别的，只要同那院子搬，能容下我这一家老小的房子住下就好。高大人，要不这样，这大婶家的房子就给您了，您另外买座同样的院子还给人家，这事儿就这么了了，您看怎么样？哼，我看不怎么样，我凭什么买座院子给他？我就接了几片瓦，而且还是为了这府衙的房子，凭什么让我赔？王爷，既然高大人不同意私了，那就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条，先将高大人收监，再请求皇上定夺。于大人决定就好，本王没有别的意见。高坤眼见他们要动真格的，连忙说道：“我私了。”高大人早决定不就好了，害我还请示了王爷。
那王爷还是您决定这事撕了还行吗？既然高大人同意撕了，那便撕了了吧。毕竟他这也是为了府衙做出了贡献，虽然做法不对。就这样，高坤不得不拿出了2000两出来。那现在魏家被揭了瓦的房子便归高大人了。现在高大人有了自己的院子，而府衙又由我接任了，那您就不便再住在里面了。你们喷！而沈寒4人这边，由天二带着在大街上转悠了半天，终于选了一处好地方。这间我就用来做药铺，取名回春堂，到时候就按照现代的模式来经营，然后专治疑难杂症，来吸引各地的有钱人。那这间的铺子就交给我来打造，我把这装成一间专为打造美人的店铺。我要把在现代学的化妆技术和服装设计知识全都运用上，凡是进了我店铺的女人，绝对大变样。嘿嘿，那间就给娄玉春留着吧，娄玉春的手艺可是没话说的。要是再融入咱们带的新品种食材和调料，还怕征服不了他们的胃。到时候你的药铺加上老二的服装和化妆品，再添上娄老板的美食，北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翌日天一亮，几人就去了府衙查找系统提示的能藏打量农具的密室。你们看，这是什么？随后暗门打开后，只见一道长长的暗道，几人顺着暗道来到了一个偌大的空间。天啊，这里怎么那么多东西？只见里面古玩、金银首饰、布匹、粮食应有尽有，把所有人都震惊了。王爷，您这些东西打算怎么处置？李伯承见沈寒居然一副贼兮兮的样子盯着他，定在打什么主意，但也不想揭穿他。王爷，这些粮食我们留着，金银古玩现在对你们来说也没多大用处，不如我帮王爷全卖了吧。于文琪和陈霆锋还没见识过沈寒那电脑，只是听说了他有这么个宝物，一直都很好奇。王妃快卖了瞧瞧，王爷不会说什么的。是啊，我们还没见过你那宝贝呢。放心，这所卖的银钱我分文不要。这北定的百姓不是缺农具吗？我们就用这钱多买些农具出来放在这里，到时候每户发上2个农具，也能大大提高他们的种植效率。反正这些东西放在那也没什么用，不如就让小四把它们都卖了，你再拿银子做其他的事情。除了农具，我那店铺也需要您的支持。这老秦家的说的什么意思？他开店铺我能支持什么？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打算开的店铺是要干什么的？东西可以卖，农具和粮食种子可以买，你先说说你要买什么，我再考虑考虑。他这就是区别对待吗？他媳妇让买的东西二话不说就同意，我让买的就得考虑考虑。我这店铺也是为了你这北定，相信我要是开起来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夫人小姐决定想着法的往这赶，那您除了店面不得再投资点其他？其他什么？我需要大量的布匹和化妆品，放心，布匹我会做成衣卖出去，化妆品就更好办了。只是买这些东西可需要不少银钱，而我没有，所以需要王爷的支持。秦瑞听完陆婉欣的话，赶紧从怀里掏出1000两银票递给他。你没银子花找我呀？你找王爷干嘛？明明这个男人以前对媳妇百般嫌弃，现在却心甘情愿把所有的身家交给他，只因眼前的这个女人现在身体里住着的是21世纪穿越过来的灵魂。你没银子花找我呀？你找王爷干嘛？小样，还挺真诚。那这个我就替你保管了，你那还有多少？秦瑞见陆婉欣接了他的钱，心里还挺惬意，可这问他还有多少，就有些不好意思了。没有了，身上只有这么多，嘿嘿。这小子还傻得可爱，居然把钱全给我了，就这点钱可支撑不起我那铺子。再说那铺子可是替王爷开的，我们只要一成立，所以得由王爷出资。所以王爷，您觉得我这店铺您要投资吗？这事儿你就同王妃商量就好。沈寒没想到李伯承会这么说，转头便见陆婉欣一脸玩味的笑容盯着自己。那王妃您就给我安排点货呗，不然我那店铺怎么开得了？王妃可别忘了我那铺子可还需要大批药材，你也得安排安排，不然我这手上也是分文没有的，还怎么开铺子？老秦都给出了银子，可我的银子都给四爷了。对，王爷王妃你们可得一碗水端平，我家夫人那铺子所需的药材也不能少。这里的东西可以全都卖掉，卖的银钱先买农具和种子，剩下的可以买老二需要的布匹和化妆品，老三需要的药材也不会少。可是你们2人需要的东西不能从这出去。为什么？这是府衙查出的东西，虽然这铺子挣的钱基本都给王爷，但对外这是你们的店铺，会挂在你们的名下，这公家的东西用到百姓身上还说得过去，用到你们铺子里算怎么回事？2人相互看了一眼，这才反应过来，竟然忘了考虑这一茬。小四说的没错，既然王爷都同意把东西卖了，那货物我们再另想出处。几人纷纷点头赞同。就这样，沈寒将密室里的所有箱子都摸上一遍，换出了电脑，把除了粮食和布匹外的其他东西都给卖了，一共卖了100多万两。我打算花10万两在电脑上买下了大批农具和粮食，土豆也要多买些。我打算大量开垦荒地和山地，拿来种土豆。看到大家都没意见，
沈寒就开始系统操作起来。看到转眼间那些装金银的箱子突然消失，密室又全被农具和粮食堆满，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这是怎么做到的？突然于文琪发现角落里还有个不起眼的箱子。王爷，这里面装的居然是前知府同蛮子往来的书信，那堆土豆和布匹、金银这些就是蛮子送来想要换些粮食的。应该是那知府自己贪下了，连粮食也没给那些蛮子。看来这蛮子攻打北地没这么简单。看着沈寒那边已经忙完了，李伯承便说道：那我们从这密室发现的大批农具和粮食种子就由于大人安排一下，用来造福北定的百姓吧。我一会安排人过来给你帮忙，本王就不管了。说完七人就往外走了。这怎么都走了？我这是被抛弃了吗？还有那女人走的时候连回来看我一眼都没有。七人回到王府岳安阁，娄玉春早就做好了吃食，一直在等着他们，自己却只简单吃了点东西。你们回来了，我去小厨房把菜热下，准备吃饭了。这些人没回来，自己想着他们怎么还不回，可回来做一起用膳了，怎么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坐在这里怪怪的。陆婉欣看着娄玉春那恨不得把碗一起吃了的样子，出声询问道：娄老板想要个媳妇吗？老秦家的，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觉得你挺孤单的，想着要不要我们帮你找个媳妇。不，我不孤单，我每日只要有美食相伴就不觉得孤单。那晚上呢？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夜深人静时。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需要，我们之后可以想办法帮你留一好姑娘。娄玉春刚想拒绝，秦瑞也接着说道：阿龙你就别不好意思了，我们都要当爹了，剩下你一个连媳妇都没有，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就听我家夫人的，让他们帮你找一个。娄玉春像被踩了尾巴一样，一下站了起来。我的事儿就不麻烦几位夫人了。说完就向后面有人追，逃也似的跑走了。等他走后，剩下的七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爹，你们发现没有，罗老板刚刚脸好像红了。有呢，我还以为他生气了。阿楼哪会为这点事生气，估计是害羞了。阿楼兄弟也老大不小了，的确该成亲了。那就有劳王妃和三位夫人把这事儿记心上了，有合适的人选就给把关。四人没想到陆婉欣的随口一句玩笑话，还真揽来这么个任务。可你们这不是讲究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阿楼连父母都没有，哪来的父母之命？别人当知府都是欢天喜地，而他却是吃不饱睡不好。王爷你可来了，那些农具具体怎么安排还是得由你来。还有我这知府当到什么时候？怎么了？你这才在府衙里住了一天，就不习惯了？你们都在王府里吃着美食，就留我一个人在这，还有我家那女人，现在可是怀了我的娃，我不在身边，能放心吗？李伯承看着这站在他面前，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的人，看情况，我找到比你合适的人之前，这位置还得由你坐着。李伯承说完就拿出几个鸡蛋，看向沈寒：你吃过没？已经吃过了。一旁的于文琪昨夜在这府衙都没怎么吃东西，这回肚子也开始叫唤起来。四爷，你怎么不问问我吃过没？你还没吃，那就先去吃了来，我在这和王妃先讨论着。这四爷的回答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不应该把手里的鸡蛋分一个给我的吗？以前的四爷都会这样，这是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小气了？这可是我媳妇为我准备的，我怎么舍得给别人吃？算了，我还不饿，留着和你们一起讨论正事。不过王爷晚上我可得回王府用了饭再回府衙，不然你这知府，你爱找谁当找谁当，我可不当了。这小子什么时候开始居然会威胁我了？不就吃顿饭吗？你把事情办完回去吃便是，这知府你不当谁来当？算了，不说这个了，四爷你吃完咱就谈正事了。李伯承吃完最后一口鸡蛋，然后看向沈寒：王妃，你不是要带着北定百姓都吃上饭吗？那说说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些农具也不能无偿发放给百姓，既然你们觉得他们不会积极的来种土豆，那就由我们自己想法来种，那就每户百姓可以来领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凡是领了农具的人家都得出一劳力帮着开荒种土豆，自然也不是让他白帮忙，等土豆收获后分他们一成粮食。为何要开荒？北定还有很多空着的土地。空着的土地是多，但要是接下来涌入北定的人口增加，地都分给了先来的人，后来的人就没地可种，那岂不就只有干看着的份？但多开出1亩地，我们北定就会多出1亩的收成。就这样，三人在书房商量了很久，具体的事情于文琪都记下来去安排。陆婉欣他们这边一早也到了他们昨日选的铺面处。娄老板，看看我们给你选的店铺可还满意？你们就这么有信心哪些有钱人会来这北定？这是我们画的用来宣传的，你看看。上面主要写了一些现在这时代连太医都觉得棘手的病和一些关于女性如何变美的话题等。这么写确实挺吸引人，但别人会信吗？不会以为是骗子吧？在没有一定说服力的情况下，谁会冒着危险来这北定？那怎么办？我还打算着多找人写一些这样的。
拿到有钱人多的地方去发放。要是你们两人真能做到这上面写的，我负责回京给你们带人来，只要你们把人给治好了，店美了，那便是妥妥的招牌了。陆婉欣听了秦瑞的话，激动地说道：嘿嘿，那不叫招牌，那叫活广告，可比我们这宣传管用。那这事可就交给你了，老秦。陆婉欣说着还激动地拍了拍秦瑞的肩。你这女人不敢激我，还打我。我那叫打吗？我那叫信任，委以你重任。陆婉欣看着娄玉春看着他们选的店铺若有所思的样子。怎么样，娄老板，我们帮你选的这铺面可还满意？还行吧。那我们离这么近，以后我们吃饭就怎样？就和你家老秦一样，在我这吃白食，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过我可事先声明，这白食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得看你们是否真的引来客人再说。我其实只是想说吃饭给我打个折的，不过现在居然说有客人就可以吃白食，那好像也不错。那我们就先谢过娄老板了。就这样，几人对店铺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一番讨论后，进行了相关安排。到了晚上，几人都回到了岳安阁。于知府怎么来这了？可是有事。于文琪听到秦瑞的话，只是看了他一眼，转头对陈静书说道：这一日过得可还好？店铺的事可有我能帮忙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吧？林静书没想到这人这么直接，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有什么事儿你就到府衙找我，自己看店也别太累。行了，我知道了，有事就去府衙找你。这人怎么突然变这样了？感觉还有些不适应，脸怎么有些发烫？还在一帮吃瓜的陆婉欣没看到同样有人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接下来我会回京城一段时间，你可要好好的，也要好好的看好咱们的娃。你就放心去吧，这有这么多人，能有什么事？不过你自己去京城路上可多加小心。秦瑞是不能给他颜色的人，一旦有了点颜色，他就得开染房了。听到陆婉欣的话，激动的一把将陆婉欣拉进怀里。我就知道这女人是关心我的，怎么办？我舍不得离开这么久了。这是什么情况？自己怎么突然就被抱住了？别动，让我抱会。我打算明日一早就动身，早去早回，你可得乖乖的等着我。怎么心里突然涌出一股不舍的情绪？我这是怎么了？居然感觉这个怀抱还挺温暖。这个男人之前明明对妻子百般嫌弃，现在妻子只是说陪他一起，他就心里立马笑开了花。不管你之前是谁，现在都是我陈霆锋的媳妇，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等我和那位家小子去采买回来，我也得回山上去了，那里还有2000士兵等着我，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回山上？士兵在山上干嘛？我挑选了2000稍微能干些的士兵，住到了山上，在那一边训练也能一边打猎，替王爷节约些粮食。我回来也好些天了，再不回去怕那些人会偷懒了，到时候蛮子真打过来，我们连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田亚兰若有所思，她一直没想到自己能为这北定做些什么，现在听陈霆锋这么说，她好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我同你一起去。你为何想去？那可不是你现在这情况能去的地方。我非去不可，在这我找不到我所存在的价值。至于我的身体，我会注意。其实要是他能一起去也挺好，可是也不能不考虑肚里的那个小家伙啊，这事容我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你不让我去，我就自己想法去。我怎么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老于媳妇，我有个问题请教你。你有什么要问我媳妇的？我就想问问，我家夫人这身体可能陪我出远门？按理说3个月后已经形成胎儿，胎儿也基本稳定，但仍要密切观察，随时注意。出远门的话，路途依然不能太颠簸，要随时注意休息。不过老大这是要跟你去哪？是我听说他之后会去山上训练士兵，你们也知道我之前是干什么的，就想着跟着去，看看我们那一套训练方式能不能运用到这来。沈寒、林静书相视一眼，知道他决定的是肯定是要去的。身体是你自己的，孩子也是你们的，你们2个要考虑清楚。李伯承听到他们的谈话，也好奇地问道：你要跟着老陈去山上，可以说的具体些吗？在我们那有一套专门训练士兵的方法，我想可以用在这里。毕竟之前你们也说了，和蛮子只签订了1年的和平协议，到时候再加上我们那的工具，一定能帮你击退蛮兵。请，那你准备一下，等老陈陪魏恒采买回来，你们就动身，到时候无论需要什么尽管提，我能满足的一定满足。没问题。翌日一早，于文琪就安排在府衙门口进行农具和一种新品种土豆的发放，李伯承则陪沈寒、田亚兰刚从地里了解情况回来。四爷今日是陪王妃种了去了。于大人，你这是闲的。几人边说边来到书房。四爷，我这都处理1天事务了，你也得给我个喘气的时间吧。于大人，你不是想喘口气，现在就给你私人时间，可以走了，这的事交给我。王爷怎么突然转性了，不剥削我了？那就有劳王爷了。那高坤还在府衙，王爷就自己把他打发了，我便去我家夫人铺子上看看，待会同他们一道回王府用马奶扇，再回府衙。啧啧，
虽然男女之事我不太懂，但是我不是傻子。今日跟着他们走了一天了，那王爷眼睛都快长在小四身上了。现在王爷把于文琪都支走了，我这个电灯泡再不走，估计都要被嫌弃死了。于大人，这儿也用不到我同你一道去店铺看看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对了，王妃，你那土豆的种植方法写好后，也给我留一份，到时候我带着去山上教他们种。现在我便同于大人去陆老儿他们那看看去。田亚兰说完，不等沈寒回复，便和于文琪迅速的离开了。看着大家都走了，书房此刻就剩下2个人了，突然觉得气氛有些尴尬。王妃，你不是要写东西？王爷，就是我不太会写你们这的字。那你来说，我来写。这个男人只因嫌弃先皇给他赐婚的妻子，就连洞房也是在管家下药后完成的，而现在他却为了能和妻子独处，不惜想法设法支走身边所有人。妈呀，这是什么情况？越看越觉得这王爷简直就是合着我的心意长的吗？可现在这身体里此时跳动的那颗心脏明明是自己的，和原主没有半毛钱关系啊！我这是怎么了？沈寒不由得看出了神，却不知一旁的李伯承早已放下笔，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只要有他在的地方，总是忍不住想要看向他，目光想要追随他，甚至现在想要靠近他。看来老天真的是派他来拯救自己的。李伯承想着想着便起了身，一把把沈寒搂在了怀里。以前自己一直不喜欢别人靠近，但是现在自己想却不由自主的想要主动靠近他。啊，王爷你干嘛？王妃要是再乱动，我可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所以就这样让我抱回就好。沈寒听到李伯承的威胁，一动也不敢动了。2个人的心像小鹿一样乱撞，整个身子就像火烧一样，不由得想进行下一步。就在这时，王爷，您快出来瞧瞧，发生了何事？王爷，那高大人带人去了密室，从密室出来后，就带着人在府衙里每间屋子搜查，拦都拦不住。这高坤还真是又拿出了他那上房揭瓦的本事了，不制止他，他还真记不住这北定现在归谁管。李伯承刚想出门，看到身边的沈寒，我去就回，你在这屋里哪也别去，等我回来。高坤自从听说了府衙有一间密室，搜出了好多东西，他就觉得肯定还有宝贝。之前的北定可是不缺粮的，为何会挖那么大个密室来藏粮食？藏的还是从没听说过的东西，密室里肯定藏了不少值钱的玩意儿。这定北王的人肯定是想自己瞒下来，不告诉皇上。要是被我给找出来，皇上定会记我一功，我回京城也就指日可待了。嘿嘿，都给我好好的找找。本大人之前落在这里一件贵重的东西，每间屋子都挨着找，绝对不能漏了地方。跟随高坤来的随从听了高坤的命令，更是肆无忌惮的在府衙里横冲直撞的。高大人这是掉了什么？需要本王帮你一起找吗？王爷您怎么在这？本王在呢，需要向高大人汇报。不，王爷，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哪管得了王爷您？那你现在这又是什么意思？东西还没找到，说给本王听听，什么东西这般重要？这也没多重要的东西，我这就让他们不找了，别打扰到了王爷，我们这就走。高大人，你把这府衙当什么地方了？可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之地。糟了，这是要找我麻烦啊！王爷，我这不还没走吗？您还有什么吩咐？哼，高大人的东西不找了，可本王听侍卫来报，高大人刚去过的屋子丢了我昨日放进去的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这府衙能丢什么？我刚刚去的明明都是空屋子，什么也没看见啊，怎么会丢？王爷，这不可能吧？您再让人找找。不用找了，本王说丢了就是丢了。高大人打算怎么解决这事？这定北王摆明了就是想要坑我还不能有怨言。但我这是接得什么破差事啊？王爷您说，这事我能怎么解决？李伯承假意扶额思考，看得高坤心里直打鼓。东西我也不想要了，高大人就赔本王1000两银子就算了结此事了。王爷，你是开玩笑的对吧？我这刚花了2000两买了个破院子，现在手里可没钱了。既然没有银子，那就不用给了。高坤心下一喜，正要行礼，就按律法来办，先押入大牢关着，直到本王查清此事，找到丢失之物再做处理。李伯承一挥手，就进来几名侍卫将高坤一行人团团围住。王爷，我给1000两，我给，别管我进大牢，我保证以后都离您远远的，不在您面前碍眼。高坤说着就从怀里摸出1000两递到李伯承面前。现在才拿出来，你是觉得本王很好说话？不过看在你拿出银子的份上，为了让你长长记性，还是去大牢里先待个3日再说。王爷，您不能关我啊，我不去大牢，您这样随意处置朝廷命官是不合规矩的呀，皇上知道了您也不好交代不是？吵死了，全押入大牢，真耽误事，我要去找我夫人了。嗨，
4个闺蜜只是参加一场同学聚会，酒醒后不仅来到另一个世界，还要给4个陌生男人当媳妇。到王府后，沈寒刚要下马车就被李伯承抱了起来。王妃不喜本王牵着走，那便这样更稳妥些。我什么时候不喜你了？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而先一步回府的林静书、陆婉欣和田亚兰一行人都傻了眼的站在那里看着这两人。难道沈小四出什么事了？身体有什么不适？小四，你这是有哪不舒服？没，我没哪不舒服。说完就快速朝着月安阁的方向小跑着走去。沈小四，你小心些，别跑啊！看来还是本王牵着走要稳些。算了，不挣扎了，不是夫妻吗？有什么好别扭的？挺直腰板。陆婉欣看了眼沈寒和李伯承离开的方向，心里也乐得不行。哈哈，这沈小四是害羞了，没想到他和王爷居然发展的这么快。这是什么意思？沈小四和王爷好上了，那他还打算做任务回现代吗？我们根本没见王爷和别人这般亲近过。现在这场景，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于文琪看到王爷那得意的样子，也忍不住朝林静书伸出了手心。夫人，也让魏夫牵着你一同走，安全些。我自己能走，现在挺安全的。你我本是夫妻，不必不好意思，这里都不是外人，难道夫人也是不喜为夫？沈寒那句我喜你牵着还不行吗？几人是听见了的。这人不会想和那定北王一样抱我吧？算了，那么多人看着，你这堂堂知府大人，自己不给这面子好像说不过去吧。于文琪牵到娇妻的手，心中无比欣喜，得意地看了娄玉春他们一眼。我们先走一步，两位夫人也慢着些。切，有什么大不了？老大，咱俩没男人又不是不能走了，什么人？咱们自己挽着走更安全。陆婉欣说完又看向一旁的娄玉春。娄老板，你别看他们这样就着急，等我慢慢给你找个好姑娘，到时候你也给他们撒一波狗粮，喂饱他们。不急。不过老秦夫人，你这话是何意？为何要喂他们吃狗粮？陆婉欣为自己的嘴瓢而感到尴尬，一脸假笑，又继续胡乱解释。我开玩笑的，谁让他们在这不考虑你的心情？娄玉春还想问为什么，陆婉欣已经拉着田亚兰走了。翌日早上，李伯承刚到月安阁，就看到沈寒几人要出去。王妃这是打算去哪？我不去哪呀？这不正要和老大去书房找您呢？那正好，老于刚让人带话来了，莫掌柜他们都已经安排到靠山村去了，你们可要去瞧瞧。老大，去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宝他们。我们也想去，可铺子那边还需要安排，走不开。你们去了记得帮我们问问莫掌柜他们可愿意来铺子上帮忙，还有让他再挑几个合适的人一起。好的，没问题。此时莫掌柜刚好带着人在村里巡视房屋的情况，就见着村口一辆奇怪的牛车上下来几个人。夫人，这道路不平，还是为夫牵着你的手走要安全些。这是哪来的大户人家的公子夫人，走点路都怕摔跤，还真金贵。这不是之前在路上遇见的那位军爷吗？军爷好些天不见了，您怎么来这了？这没有什么军爷，这是咱们王爷和王妃，也就是这北定的定北王。莫掌柜一行人当场愣住，吓得赶紧跪在了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你们快请起。莫掌柜，你们这些天可还好吧？怎么没看到小宝？王妃，您怎么认识我家小宝？你先告诉我小宝在哪。话落，便见着不远处的一家屋前，莫小宝正站在那里往这边看。小宝，快过来！漂亮姐姐，你长得怎么那么像我的小四哥哥？小宝真厉害，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你的小四哥哥呀？你真的是小四哥哥啊？看着莫掌柜震惊的眼神，沈寒就给他们讲了下情况。还有就是大家想请莫掌柜您去铺子上帮忙，有工钱的您也可以多带几个人。那这太好了，我替大伙谢谢王爷王妃了。明明只卖2块钱的豆腐，而这个男人为了吃上它，却几天几夜不睡觉。首先将泡好的豆子加一定比例的水磨成生豆浆，接着进行过滤，把豆渣和豆浆分离，然后煮好的豆浆需要用盐卤或石膏进行点浆凝固，最后再将凝固成的豆腐花舀进木质模具里压板成型，这样豆腐就做好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么麻烦的程序你们竟然都能想到，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到时候娄老板，你所有的酒楼都可以卖上豆腐，但每日供应数量有限，价格还不能太便宜。然后就说这豆腐是北定这边的特产，到了北定就能每日吃到便宜的豆腐。那这就需要在北定成立一个制作豆腐的作坊，专门制作豆腐来卖。豆腐也和咱们那一样，全切成大小相同的块状来卖，3为1块，这样北定的百姓也能吃得起豆腐。就在几人刚讨论完关于豆腐作坊的事情，陈霆锋却突然出现在田亚兰身后。夫人这几日可安好？挺好，你怎么来这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对了，这都是给你买的东西。对，我打开给你看看，你看喜不喜欢？之后你要跟着上山，山上要冷些。
田亚兰看到眼前的男人明明一脸疲惫，却还是给自己准备那么多东西。现在先不看，我们回府再看。你这奔波几日了，先回府休息吧。那好，我们先回府。一进悦安阁，陈霆锋便迫不及待地拆开包袱，这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你看看，你可喜欢？喜欢，谢谢了。对了，你在这等会，我先去给你弄点吃的。以前的他只会嫌弃我，无论我怎么想尽办法和他好好过日子都不行，更从来都不会关心我。现在的他怎么那么好？府衙里的于文琪和李伯承听说陈霆锋回来了，也先把手头上急需处理的事弄完，就赶紧回了王府。这回大家都不在，我就给你做了碗面，你先凑合吃点。这面条是我这活了20多年吃过最好吃的面条，连娄玉春做的都没这好吃。你慢点吃，没人给你抢。呵呵。老陈，你这回来了也不来府衙一趟，我们还是得听人报备才知道你回来了。老陈，你这背着我们吃啥好吃的了？能吃什么好吃的？就一碗面而已，吃好了吗？太好吃了。那要不回你院子先休息一下吧？没事，我不累，现在精神着呢。既然四爷他们回来了，就去书房谈谈接下来去山上的事。一旁的于文琪又好奇地看向桌上的包袱。老陈，这是带什么回来了？别动，都是女人的东西，老于还是不要看得好。老陈，你什么时候还学会给女人买东西了？这个男人明明是回自己家，可他不从大门走，却要翻墙进。死秦瑞，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没大没小，秦瑞是你叫的，叫二哥。那你也得有个当哥哥的样。大哥，你在家也好好管管他，越来越没规矩了。你们俩谁也别说谁，管好自己再说。哼，嘿嘿，看来跟着王爷去北定也没多差。你小子居然没瘦，定是没吃什么苦头。不过怎么偷偷跑回来了？见过爹娘了吗？那是，跟着王爷能吃什么苦头？爹还不让我去，回来有事找你帮忙，还没去看爹娘，不然我肯定又会被爹骂一顿。娘家了我肯定又是哭唧唧的，说不定就不让我走了。就你主意多，说吧，找我帮什么忙？王爷打算发展北定，特意请了2位能人，一位精通医理，能治太医都看不好的病，一位有能将女子变美的能力，他们现在定居北定。北定真有这样的能人？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可北定现在安全吗？那些有钱的人可大多是贪生怕死之辈。大哥放心，蛮子同王爷签订了协议，这1年绝不侵犯。从京城到北定来回不到半月，离1年的时间还早着呢。而且我们王爷也在想法子，让那蛮子再也不敢侵犯咱们。还有我回京，这是不能让皇帝知道，所以你也不能让爹知道。知道了。一旁的秦新月见两人没理他，便也没走，竖起耳朵听着两人的谈话。大哥、二哥，也把我带上呗。去，少在这胡闹！你一个姑娘家跟去男子的样会做神，还要不要嫁人了？实在不让我去，那我要是在府里也办个赏花宴，岂不是也可以帮你？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娘最喜花草，园子里种满了各种鲜花，到时候把京中的贵女都给请来，然后无意将这消息给传出去。所谓1人传虚，1000人传实，哪还愁没人去北定？好五妹，这话可是你说的，二哥可就指望你完成任务了。要我办赏花宴也行，反正爹不让我出门，但我有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好，你把赏花宴办了，只要二哥能做到的条件，绝对答应你。那好，我先说我的条件，你同意了，大哥答应就正我再办。行，那你说来听听。我要跟你去北定。不可能！秦新月没想到两个哥哥同时反应这般大，撅起嘴瞪着两人。你们就和爹一样，巴不得我天天关在家哪也不去，可这都快把我闷死了。要是闷死了，你们就高兴了，没人来缠你们了。哼！小妹，你这都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整天往外跑，让别人知道了，能相看到什么好人家？可我现在又不想现在嫁人，我要自己找如意郎君。因为秦新月是家里仅有的一个女孩，所以大家都对她无比宠爱。五妹，别生气，我们怎么可能想要闷死你？心疼你还来不及，爹这不是怕你出去做错了事，坏了名声，以后不好嫁人吗？你实在想要去北定，大哥来想办法。真的？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是大哥对我最好。嘿，不过大哥，你真的有办法，爹肯定不会同意他去北定的。你不是说北定有神医吗？祖母不是刚好有些老的毛病，到时候……果然还得是大哥啊！这个男人以前只要别人碰到他就会像踩了爸爸一样逃离，现在他却恨不得把别人绑在身上。赶了1天的路，今晚先在山脚下休息下吧。那我们2个睡这辆，你们睡那辆。四爷可不喜同别人接触，我就在外面就好。我怎么没发现他有这个洁癖？他不是还签自己和抱自己了？李伯承看着沈寒那样，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是唯一的例外。这是什么意思？只有我能靠近他，还是只有这副身体能靠近他？那肚里这个是怎么来的？在想什么？
直接说出来，我不喜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你想知道什么也都可以问我。沈寒完全没想到李伯承来的这么直接，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口问道：唯一例外的是这身子，还是我。这身子里不是你之前，我是被药物控制才靠近了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只是个意外。沈寒被李伯承抱在怀里，紧张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但听到这答案，心里莫名的欢喜。那我，你是上天赐给我的唯一，不用怀疑。这王爷也太会聊了。次日几人来到山上，田亚兰和沈寒都被眼前的现象震惊了。没想到他们过得那么辛苦。以前我们在外训练时，也是什么食物都不能带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下来田亚兰就同陈霆锋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训练计划，他提出了不少他们现代时的训练方式，陈霆锋都采纳了加进了他对士兵的训练过程中。沈寒和李伯承也对如何在山上开荒种土豆进行了讨论。对了，田家的，你把你的那宝贝也教我们怎么用。没问题，你们看，首先这样。怎么样，夫人？没想到你们悟性那么高，不但学得快，枪法也挺准，要是多加练习，很快就能超过我。谢谢夫人夸赞。说什么呢？今天忙了一天，夫人，你在这里面好好休息，我拿个东西就睡这外面凑合下就行。即是夫妻哪有让将军睡帐外的道理？日后我怕是会遭人说闲话，晚上一起睡着就好，不过只是睡觉。行，夫人让我睡哪我就睡哪，只是睡个觉而已，我不会多做其他与睡觉无关的事。这人也不害臊，说的什么话？这边秦瑞事情办妥后，就自己快马加鞭的先回了北定城，同陈霆锋一样，回到北定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媳妇。夫人，我好想你。而忙得团团转的陆婉欣突然被抱着吓了一跳。喂，快放开我！再不放开我，我就告你！你要告我？告我什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夫人，这才几日未见，难道都不认识为夫了？我怎么知道是你？突然就冲进来，我都没看清。秦瑞也不说话了，就是看着陆婉欣一阵傻笑。你别盯着我了，这刚回来，先回府休息去吧。说完抬眼看了看秦瑞，什么东西也没带，有些失望。老大的老公出门回来都知道给老大买一堆东西，这家伙竟然两手空空。嘿嘿，看看这是什么？这家伙还算有点良心，眼光不错啊。怎么样，为夫送你这礼物，夫人可还满意？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不敢要，要是丢了怎么办？给你就是你的了，掉了为夫再给你买更好的。就你这无所事事的样子，拿什么买？陆婉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听说这几人来北定前都是什么都靠家里。你就等着瞧好了，等为夫挣了钱，你想要啥都给你买。行吧，既然这样，那这个我就暂且收着了。好嘞，夫人。真讨厌。4个男人只因嫌弃妻子每天都混在一起不回家，现在却为了能留在妻子身边费尽心思，只因他们的妻子现在骨子里是穿越过来的4闺蜜。夫人，你那边事情怎么样了？需要添的兵器、食物、衣服等东西都备差不多了，土豆的种植方法也和他们交代清楚了。我的射击也练习的差不多了，出来有些时日了，我们该回去了。老大，我舍不得你，不想和你分开。好了，小四，你和王爷先回去，他们的射击和练习还需要我，还有土豆的种植也要盯着。可是这里条件太艰苦了。放心吧，我以前在外训练可不比这轻松，而且在这我有熟悉的亲切感，在这里才能体现我的用处。我知道了，老大，那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肚子的那位。OK。老陈，我们就先回去了，这里就辛苦你们了。放心吧，四爷，现在还有他陪着我，一点都不苦。你小子，那你可要把握机会啊。会的，你也是，呵呵。我把老大交给你了，你可要把他照顾好了，你要是敢欺负他，我可不会放过你。陈霆锋听到沈寒的话吓了一跳，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他什么时候敢欺负眼前的这个女人？你放心，我哪敢欺负她？不，我哪舍得欺负她？夫人那么好，我喜欢心疼她还来不及呢。说什么胡话呢？而秦瑞这边自从有了开店的想法，每天都盼着王爷回来。四爷，你终于回来了，我不想再这么闲着了，我要开铺子。这小子什么时候想通了，居然主动找事做了。你先说说你的打算。之前我去京城，已经将北定有2位能人的消息散发出去了。况且我大哥和五妹现在肯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他们来之后总得要有住的地方吧，所以我想开间客栈。你这是打着赚自家人银钱的想法开店，不怕你大哥和小妹打死你？我只是拿他们举个例子，我带消息发出去了，到时候来北定的可不只是他们，其他人只要不打算在这定居的，总要选择住店吧。沈寒他们在一旁也觉得秦瑞这想法可行，陆婉欣更是举双手赞成他家男人这次的想法。我家夫君这想法不错，我赞同。到时候我们再将客栈融入一些现代元素，保管那些客人住的都不想离开。什么元素？这个暂时还不告诉你们，
你们就只管把客栈收拾出来就好。行吧，那他们附近的铺面你挑一下用来开客栈吧，和他们的一样，我收益成立当做租金就好。好嘞，谢谢四爷。几人商量好秦瑞开客栈这事后，就差不多到点休息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王妃之后就同本王住雅苑去吧。这什么情况？沈小四要和王爷同居了？不知道啊，他们这几天在外面发生了什么？要是这两人都住一起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李伯承看着沈寒尴尬的看向几人，没有回复。你不用管他们，顺着自己心意就好。这几日本王习惯了你睡在身边，你不去本王怕是要睡不着。好你个沈小四，你这是要抛弃我们了？这哪算抛弃啊？我这不是还在这吗？况且这事儿也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得这么一大美男做夫君，白捡的便宜谁不占？陆老二，你敢说你不喜欢你这个孩子爹？沈寒早就看出了，不止他和李伯承处出了感情，其他人也和他们一样。陆婉欣眨了眨眼睛，心虚的看向秦瑞，见秦瑞一脸期盼的眼神盯着他。夫人，我也想知道，只要王爷将人带走，那我今晚也要直接将人带回府衙。这人在笑什么呢？那么开心。陆婉欣半天没回答，沈寒也笑着说道：看吧，陆老二，你回答不出来，就证明你心里有鬼，还说我，那为何我们大家都不能顺从自己的心意，勇敢的同喜欢的人在一起？要不是有陆婉欣这么一击，沈寒根本不敢说这些，现在说出了心里话，还挺痛快。王爷，走吧，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屋歇着去。沈寒他们一走，陆婉欣也绷不住了。你想知道什么？我这还不明显吗？明显吧？那媳妇这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啊？不喜欢你会让你抱我，不喜欢你会让你牵我的手，要是不喜欢你，你敢对我动手动脚，我早就用我的嘴电噎你，再把你打得你娘都不认识。得，媳妇喜欢我，媳妇喜欢我。你要吓死我啊！即使没吓到我，那要是吓到肚里孩子怎么办？你个笨蛋，快放我下来！现在月安阁就只剩下林静书和于文琪了。林静书见人都走了，心里有些紧张。我家这位应该不会像陆老二家那位一样吧？不过看他那瘦弱样，应该不会怎么样。夫人时辰不早了，既然他们都不住这了，你一人住这位夫也不放心，那夫人可同为夫一起去府衙。他们不在我还觉得清静些，府衙我就不去了，已经在这住习惯了。既然夫人不愿同为夫去府衙，那就只能为夫留下陪夫人了。说完也不等林静书回应，直接往陈静书的住处走去。他们明明是夫妻，女人肚子里也怀上了孩子，可他们却从没有真正的同床共枕过，因为他们现在的妻子骨子的灵魂已经不是他们原本的妻子。来到雅苑的沈寒进屋后就紧张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刚刚不是还义正言辞地说的了美男夫君，现在怎么不说话了？王妃，咱们洗洗睡吧。王爷，咱能不那个吗？哪个？就夫妻间的那事啊。李伯承见他那样，一下就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即便一把将人抱起坐到他的怀里。放心，生完孩子前我绝不碰你。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怎么又有些小失望呢？不管了，既然他答应了，那肯定就会做到。但看着面前这帅气的脸庞，自己又有些后悔了，怎么办？没想到这女人竟这般大胆。女人，你这挑起了火，就想逃。王爷，我错了。晚了。刚刚我只是浅碰了一下，可王爷这是要攻城略地啊，自己该不该守住，该不该推开？我也没怀过孕，现在能不能那个？李伯承看着他的反应，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本王说到做到，但这要点奖励不过分吧？一番激烈唇枪舌战之后，沈寒渐渐睡去，李伯承却久久未能平复下来。另一边，秦瑞将陆婉欣一路抱回瑞安阁，就直接放到了床上。夫人这是往哪逃？我的屋子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放开我，我现在是孕妇，不能和你爷床。王妃也是孕妇，王爷呢？为何我不能？沈小四，你怎么就经不住诱惑呢？现在我该怎么回他？他是他，我是我，我说不能就是不能，你不能强迫我。你是我喜欢的女人，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我想要陪在你身边，这样也不行吧？这可是你说的，没我的允许，不碰我。娘子不让碰，我绝不碰。就这样，过了许久，两人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娘子，你睡着了吗？怎么可能这么快睡着？虽然在现代也谈过男朋友，但之前和那些男的一起都没过这种感觉啊。这难道就是真的喜欢？没呢。那我能抱着你睡吗？这个傻子，之前不是挺大胆的，这还要问？我说的不让碰，不包括简单的肢体接触。秦瑞得到首肯，开心的直接将媳妇搂入怀中。林静书这边，于文琪好像在自己的住处一般，自然的做着自己的事情。
虽然我们是夫妻身份，但之前说好的，不用真做夫妻那些事。夫人不喜为夫，那可讨厌为夫。既没不喜，也不讨厌，那为何不试着接受我们现在的关系？为何？因为觉得自己会回去，还是因为自己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我在外人眼里本就是夫妻，既然不讨厌，那能不能试着喜欢？林静书看着眼前这个一脸认真的男人，心里正踌躇着，又听于文琪的声音响起：夫人不用为难，你若不愿，我立马就回府衙去便是。那个夜深了，今夜就住这吧。我都听夫人的。而山上的那两人白天更像是战友，陈霆锋带着士兵进行体能训练，田亚兰指导他们的设计。晌午过后，大伙又去开荒种米。夫人辛苦你了，谢谢你陪着我。别人开客栈1两一间没人住，而他们新店开业第一天2两一间的客栈却挤满了人。几日后，陆婉欣他们的店铺已经顺利开张，秦新月等人也来到北定。这么多人要登记啊，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乃京城国公府的人，麻烦你们派个人去通知秦瑞，就说他祖母来了，让他赶快出来迎接。爷子，看这穿着打扮确实不像普通人，你们去通知下秦少。这个小祖宗怎么稍不注意就跳下马车去了？这样大摇大摆的事做甚？一点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吴嬷嬷，你赶紧去将人给拉回来，一个姑娘家跑去出什么头？是，老夫人。吴小姐，老夫人让您赶紧回车上去，这里世子爷会安排妥当的。嬷嬷，我在车上都坐够了，憋都快憋不住了，让我在这站会儿，他们肯定已经去通知二哥了，我们进城就不用那么麻烦。你二哥指不定忙着呢，我们自己进城先找个地儿住下，别去麻烦他。哼，他能忙什么？忙着吃喝玩乐。吴嬷嬷把他带回车上，我去把手续办了。是，世子爷。几人进城门，就听到这城中开了间独特的客栈，大火传得沸沸扬扬。秦风便带着众人来了人们口中的有来客栈。祖母快来这坐，这个椅子真好，坐上特舒服。英姐姐、伯母，你们也来坐坐，怎么会有这么软的椅子？给我们开几间房。你好客官，上房2两银子一间，通铺一间可住10人，1两一间或者100文一人，您看需要什么样的？这客栈还真不便宜，京城一般客栈也才1两银子一间，为何这里却要2两？客官，我们的客房都是提供热水服务的，大通铺的客人可以在楼下澡堂洗漱，楼上的客人我们都会将热水送进房内，还有每日的房费都含了第2日的早膳，我们的早膳也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还有这样奇特的客栈，听着的确不错。英姐姐，好不容易到这儿了，咱们一起出去转转吧。小妹，赶紧回屋休息去，我已经让人去找你二哥了，别一会儿他来找不到我们。袁一莹听到秦风的话，像看到了救星，转身进了屋。哼，你们不去，我自己去。秦新月回到自己的房间，迅速的换了身男装，便偷偷的溜了。这人走路的姿势怎么有些熟悉？秦新月除了坐不住外，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吃。刚从城门一路走来，发现这北定城铺面也开得很少，街上都没什么人。正想着的秦新月，突然前方有家酒楼吸引了他的注意。醉春楼，这醉春楼可是都开在比较繁华的各个府城，为何这北定也开了一家？客官，对不住，本店3日后才开始营业，现在不接客。秦新月来的确实不是时候，娄玉春是见连秦瑞的客栈都开起来了，前几日才着手准备将他的醉春楼也开上的。3日后才开，那为何今日就将大门打开，不在门口立个牌子写上门营业？难道我们进来收拾还不能把门打开吗？客官，我们这也是在为开业做准备，没立牌子是我们没考虑周全，谢谢您的提醒，我这就立牌子去。既然开店，那就肯定有厨子，正好我现在饿了，不找点吃怎么能就这样算了？我不管，你们既然要开店做生意，客人都上门了，总不能有把人往外赶的道理，这有1两银子，你们就随便给我上点吃的。店小二这下为难了，赶紧给其中一人使了个眼色。客官，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刚听小二说了，确实是我们没考虑到，既然您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那今日这盘新菜芙蓉豆腐就当是给您赔罪的，就不收您银子了，您快尝尝，可还喜欢？这不是在京城时有一次我去醉春楼找二哥见到的人吗？当时就觉得他长得挺好看，二哥还说醉春楼的好吃的都是他做的。今日这一趟可是来对了，居然吃到了娄老板亲自做的吃食，好吃，太好吃了，这是我从没吃过的东西，没想到能这么好吃。合您胃口就好，那客官您慢用，我就不打扰了。
秦新月将整整一大盘芙蓉豆腐都吃完后，起身就准备走。客官，您的银子还没拿。我即是你们的第一位顾客，你们连张都没开，怎能让你们吃亏？做生意不都讲究这些？给你们老板说一声，以后等你们营业了再请我吃也不迟。这小子还挺有意思。明明已经去世的二嫂，此刻不仅像变个人似的出现在他面前，还拥有了让人变美的超能力。秦新月出了醉春楼，看到旁边的创美阁，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这家店是干什么的？创美坊？难道真像二哥说的那样能让人变美的？刚想进去，就见那门口有个漂亮且熟悉的女人。耶，这人怎么看着怎么那么像我那个胆小鬼二嫂？这不可能啊！这个小子一直盯着我是几个意思？看什么看？不知道这么盯着别人很没礼貌。这人不会是我二嫂吧？不应该啊，我二嫂从来不敢和人这样说话啊，每次想去找她玩，她都躲着的。二嫂，是你吗？这是谁？我压根就不认识啊！他叫我二嫂，难道是秦瑞的兄弟？可秦瑞说只有他大哥和五妹陪着祖母过来的，大哥不会叫我二嫂吧？那就是五妹了。难怪白白净净的，原来是个姑娘。不是传回消息说我二嫂被那名抢劫杀害了？那这个女人现在活生生的站在这是怎么回事？走，跟二嫂进去坐坐。啊，你到底是不是二嫂？为何直接拉着人就走？秦瑞这边进了客栈，便问明秦风的房间，直接上了楼。大哥，怎么样？这屋子住着舒服吧？秦风想也没想的就点了头。确实不错，这间客栈老板很有想法，与众不同。嘿嘿，既然大哥你们是这的第一批客人，又是我亲戚，你们的所有消费就给你们打8折吧。什么意思？你认识这客栈老板，8折又是何意？你二弟我就是这间客栈的老板。你在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这真是我开的。嘿嘿，所谓亲兄弟明算账，我这铺子也是要给王爷租金的，还请了那么多伙计，给你打8折就是收你原价的80%，怎么样？你二弟够意思吧？那大哥打算在这住多久？这还是以前京城那个秦瑞吗？不过看他那嘚瑟样，应该没错。两人一阵闲聊过后，决定今日就好好休息下。那明日一早再带祖母去找神医看病。好的，大哥，包在我身上。时辰差不多了，我得去接我家娘子回府了。创美阁内，陆婉欣就按之前他们编的告诉了秦新月，我们是被高人所救，学了些本事，但不太记得以前的事了。秦新月不敢置信的在里面走来走去，东瞧瞧西看看。二嫂，我看你这是因祸得福，这样挺好。二嫂，这些真是你弄的？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本事？嘿嘿，都是高人教的。太不可思议了，你还给我二哥怀了个宝贝，他一定乐疯了吧？但还行，这个小妹还真有意思。新月，二嫂给你来个大变装吧，你看看二嫂的技术怎么样？行啊。沈寒这时刚好来到创美阁，准备一会儿同陆婉欣他们一同回府。这北定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个小美人？一看也才15、16岁年纪，可这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像个小仙女似的。陆老二，你这是把仙女请下凡来给你打广告了？秦新月听见这刚进来的漂亮姐姐居然夸她是仙女，也乐得不行。二嫂，这位是谁？为何叫你陆老二？这是沈小四，也就是定北王的王妃。我们4个不是一同从京城过来吗？遭遇那时候就以姐妹相称，我排行老2，他们都叫我陆老二，他最小，所以就叫他沈小四了。原来如此。这时娄玉春和秦瑞在门口遇到，两人也就一同走了进来，看到秦新月也都愣在原地看傻了。几秒过后，秦瑞才回过神。我之前在客栈门口看见的那人，原来就是小妹，简直越来越大胆了。一个还没出阁的女子，一个人跑出来算怎么回事？趁现在看见的人不多，得赶紧送回客栈去。阿楼，你看什么呢？好你个秦新月，又逮着机会自己跑出来了，出个门也不知道戴个面纱，现在还打扮成这样，要是遇到个歹人把你掳了去，看你找谁哭去。二嫂救我，王妃救我。秦新月见这两人不管他又看向娄玉春。娄老板救我。这女子是谁？好像在哪见过。不对，这么独特的美人我应该没见过，不然不会不记得。这姑娘是谁？她为何叫我娄老板？她是秦瑞的小妹啊，你不认识？我记得有一次在京城的醉春楼，那小丫头把我做的一桌子菜都快吃完了，结果被秦瑞给赶走了。不过那时候也没发现这丫头竟长得这般好看，真是长大了。新婚不久就遭受意外离世的孙媳妇，不仅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肚子里还给怀了个娃。陆丫头，你有着身孕就别行礼了。想不到这老太太那么开明，吓得我昨晚都没睡好。谢谢祖母。好啊，你小子这么大的事也不来信，只会府里一声，等我们都以为罢了。
现在这样真是万幸，万幸啊！嘿嘿。早饭后，秦瑞就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林静书开的回春堂。这现在的于知府夫人真能瞧病，以前在京城怎么没听说？刚听说是死里求生，跟着高人学的本事，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来都来了，就给他看看吧。林静书熟练地拉过秦章师的手，就认真地号起了脉。很快，林静书就通过把脉把他的症状全都说了出来。真没想到林大夫那么神啊！这也算因祸得福了。好啊，按这个方子吃，3日后老夫人再来复诊。好的，林大夫。神医，快给我女儿也瞧瞧，她这脸成这样都好几年了，期间吃了不少药，连太医都请来看过了，都不见好转，你快帮忙看看，能治吗？林静书又替袁一莹把了脉，片刻后，她这个需要用外敷加内服的方法，我给她开2个方子，外敷的敷在脸上，内服中药，同样是3日后再来看看有没有好转，不行再换药。好的，谢谢林大夫。你这脸上的红血丝可以慢慢治疗，将它去除，不能着急。但我这有个法子可以让你立马变得自信俏亮。原本低着头的袁一莹听到这里，缓缓抬起头来。自从几年前脸上长了这些，她便不再愿意出门。就这样，几人听林静书的介绍，立刻来到了隔壁的创美坊。袁小姐，你放心，一会我一定还你一张不一样的面孔。片刻后，在陆婉欣现代化妆师的技术下，袁一莹脸上的红血丝完全被遮住了，一张比之前还要美艳几分的脸出现在众人面前。这真的是我吗？莹莹，我的颖儿真的变好了。不过化妆只能掩盖，你们还是得按时吃林大夫的药，把病治好才是最重要的。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谢谢秦夫人。接着袁夫人交代丫鬟来跟着陆婉欣学了下化妆，又在陆婉欣店里买下了几套化妆品、衣服等。这化妆品你们放心用，这大燕巢可只有我这独家售卖。只要能将女儿的病治好，无论花多少银两都无所谓。京城里大户人家到了20还没出嫁的女子可没几个了。那你们对男方家的要求是什么？不需要门当户对，只要人品好，以后不纳妾，只娶我女儿一人就行。看着袁一莹在一旁害羞的红了脸，陆婉欣拉着人就要往外走。走，我带你去见个人。秦二少夫人，你这是干嘛？忘了自己在古代了，不能直接拉人去相亲。是这样的，陆婉欣就把娄玉春这个人讲给了他们听。你们愿不愿意可以考虑一下，要是愿意，我就帮着去跟娄玉春说说。当袁一莹听说陆婉欣口中说的娄老板就是早上在客栈膳厅遇见那人时，头脑中不由得想起早上两人相遇的情形。袁李氏见女儿一脸害羞的表情，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既然小女见过那人了，也不反对，那就有劳二少夫人去帮忙牵线，看看对方怎么想的。而此时在醉春楼的娄玉春正在招待她的第一位客人。吃吧，今日这可算是我请你的了，你该不会再有借口找茬了吧？不会，不会，等老板开张了，我天天来给你捧场。你做的吃食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这小子这吃相还真是让人有食欲，怎么看他总会有熟悉感。小兄弟，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我叫邢月，老板叫我小月也行。这时陆婉欣走了进来，看到娄玉春有客人，就招了招手。娄老板，之前答应给你找媳妇那事我可给你记心上了，这不，我那铺子上现在就有个合适的人选，你要不去瞧瞧？这算怎么回事？怎能这般突然相看？这也太那个了吧！你不去看，怎知姑娘不合心意？说不定这一看就成了呢。再说那姑娘你也见过，今早用早膳时你还拉了人家一把。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这事儿吧，我看还是算了，人家可是大小姐，我就不笑想了。你确定不去看看？不去了，还是算了吧，我们不合适。行吧，既然你不愿去，我也不能拖着你去，反正我把话带到了。谢谢秦夫人的好意了。还好二嫂没发现是我，吓死我了。不过二嫂为什么要给娄老板介绍媳妇？我这心里怎么觉得那么不舒服呢？看娄玉春还站在那愣神的样，秦新月不由得心里酸酸的。老板这是想什么呢？没跟着去见美人后悔了？小公子不得胡说，我与那姑娘不合适。既然那姑娘同你不合适，那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家还有个妹妹，正好到了出嫁的年纪，老板要不要考虑一番？今日怎么这么多人要给我说亲？小公子莫要拿在下开玩笑了，在下暂时不想考虑这些。要是自己能嫁给他，那岂不是天天就能吃到好吃的？不行，回去我得找二哥打听打听情况。他明明是个正常男人，可最近不知为何总对自己的兄弟有种奇怪的感觉。小妹，你这是怎么了？二嫂，你能帮我个忙吗？你先说说是什么忙，不然我也不敢随意就答应你。我就是想留下来看着我这侄儿侄女出师，你帮我给祖母说说，让我留下好不好？小妹，你这是在打什么主意呢？二哥，我就是想留下来陪着二嫂，直到她生完孩子，不然你看你们身边连个伺候人的丫鬟都没有，二嫂有很多事情肯定不方便吧？
你在这儿能干嘛？我看有你在这儿更不方便，你还是回去赶紧嫁了吧。秦月，你瞎说什么？我才不要回去嫁人。而醉春楼今日正式开业，楼玉春忙完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站在门口好像在等什么人。今日新月那小子还真不打算来了。正想着，就见从有来客栈偷偷摸摸走出一人。你就住在那里？对呀，我就住对面。不过我是来跟你辞行的，明日我就要走了，好可惜，以后就吃不到你做的美食了。怎么吃不到？想吃随时来，我一直在这。楼大哥，之前我说那事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什么事？就是我有个妹妹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那妹妹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楼玉春听邢月这么说，头脑中瞬间出现了一个画面，此刻他瞬间恍然大悟。我就说这小子怎么有些眼熟，秦月，老秦他妹不就是秦新月吗？原来她就是那个小丫头啊！快说啊，考虑的怎么样？楼玉春听到秦新月的话，此刻心里百感交加。我和这丫头有可能吗？好像同之前那个袁姑娘比，更加没可能吧？秦家的家世以及家人对她的疼爱，你就别打趣我了。我说的现在不考虑，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不考虑。你有喜欢的人了？听到这句话的秦新月瞬间像一把火被冷水浇灭，过了许久才勉强说道：没事，楼大哥，可能是因为我妹妹没这个福分吧。那我走了，你多保重。感觉自己好难受，好难受，为何会这样？难道这就是喜欢？这就是爱而不得？为什么明明是自己拒绝的，可是此刻我的心里是那般难受？最终京城来的秦风一行人问题都解决后，还是一个不留的都离开了。一段时日后，北定也渐渐有了起色，有人慕名来找神医的，也有去创美阁想要变美的。街上的店铺越开越多，而山上的两人将那些士兵训练的个个意气风发，脱胎换骨，一切都在象征着北定越来越好。对了，这段时间忙得把高坤也忘记了，该把他放了，是时候借高坤的口让皇帝知道一些事情了。是，王爷。高坤从牢房里出来后，整个人早没了精气神。然而当他看到现在街上的变化，瞬间震惊了。这才多久？这定北王居然就让一座空城毁掉了往日的热闹，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些人难道都不怕死的吗？不怕那蛮子再打来？而此刻的京城皇宫内，李伯安已经快1个月没收到北定那边传回的消息。现在京城内都开始传出北定有神医，北定能买到让人变美的东西，去了北定还能住一家特别舒服的客栈。为什么这些事情我居然一概不知？那高坤究竟是干什么吃的？皇上，你息怒。京城的人不方便再派去了，那就让离北定最近的纪伦过去看看。是。秦瑞这边突然收到京城的信，不由得叹了口气。怎么了？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是关于小妹的。这丫头以前天天想往外跑，不嫁人，家里愁。现在好了，不跑了，愿意嫁人了，他们又觉得不正常了。怎么来一趟北定回去还不正常了呢？这段时间怎么都那么奇怪？小妹反常，连楼玉春那小子也不正常。他怎么不正常了？这些天我们几乎连人都看不到，一大早他自己就去了醉春楼，天天都收忙。可现在这北定的客人哪有在京城时的多？在京城都没见他这么忙过啊。是挺奇怪，叫上老于，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几人到醉春楼，终于堵到了楼玉春。你们在这干嘛？我可忙着呢。忙什么忙？你刘老板差那点钱，等我们问完你再忙去。楼玉春毫无反抗之力，就这样一人拉一人推的，把他给请上了2楼包厢。阿楼说说吧，你这些天为何这般反常？我哪有反常，我就是忙而已。楼老板，醉春楼开张前2日，有人看见一个小公子来你这儿了，你可知那人是谁？楼玉春听他们问的是这事，也如是把他和邢月之间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但并没有说出最后他知道那人就是秦新月。看他这表情不对劲。没错，这人肯定没说实话。楼老板，邢月就是秦新月。沈寒看到楼玉春听到邢月就是秦新月，并没有表现出吃惊的表情。所以你早就知道了。阿楼，你就和我说实话，为何我小妹回了京就变了个样？是不是因为你？楼玉春听到秦新月的消息，紧张地看向秦瑞。他是发生了何事？就冲这表情，陆婉欣几人相视一眼，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这两人有情况啊。是啊，我们以前怎么就没发现？楼玉春见其他人都一副审犯人似的表情看着他，只得把邢月说要把他妹妹介绍给他，而他又拒绝的是说了。那事情的真相就是小妹喜欢楼老板，想把自己介绍给你，但楼老板你拒绝了，之后你们2人就一起反常了。原来是这样，那丫头居然真的看上阿楼了。几人观察了楼玉春的反应，知道她肯定也是瞧上秦新月，然后几人商量一致决定，楼老板既然喜欢，那就去争取。是的，即使不成功，那也不会后悔，至少自己努力过。但如果没有争取就选择放弃，那就只能错过。楼玉春得知秦新月回京后，就把自己关进房间，也同意他爹娘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后，他也决定不再退缩。我除了没有家世作为依靠，好像也不是很差。我决定了，我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那让老秦带着你去京城。快出发吧，不然新月真的嫁人了，那就晚了。二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怕被爹揍啊？我这都是为了水，看来有人是不想见我们阿楼兄了。我这就叫上阿楼兄一刀一马回北定。二哥等等，你说楼大哥回京啊？回京来见我的嘛？可是他有喜欢的人，怎么会来看我？阿楼说他喜欢的人会不顾形象的吃光他做的食物。这有什么？我也能。阿楼说他喜欢的人古灵精怪，他喜欢的人俏皮可爱，他喜欢的人和他挺谈得来。秦新月眨巴着大眼睛，心里想象着楼大哥喜欢人的样子。突然间看见秦瑞一脸憋笑的看着他，楼大哥喜欢的人难道是我？你个傻子，总算反应过来了。真的吗？二哥，楼大哥在哪？你快点带我去见他。你先等等，阿楼就在前厅。我先问问你，大哥和爹知道你喜欢阿楼这事儿吗？不知道，不过那些都不重要，只要楼大哥也喜欢我，那我就嫁定他了。两人在门口刚好遇到秦风带着父亲一起赶来。臭小子，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会再收拾你。楼大哥，你慢点。两人四目相对，眼里容不下旁人，脸上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情。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晚辈见过国公爷，事先没多准备，就急着前来国公府，如有冒昧失礼之处，还望您谅解。算你小子还有点自知之明。爹，你们不是让我现在就嫁人吗？那我就嫁他，非他不嫁。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这是说的什么话？赶紧给我回屋去，我有话问他。就这样，秦家的几个男人开始了对娄玉春的轮番询问。而北定这边，新皇派来的几轮也带着心腹来到了北定。高大人难道是投入王爷手下了？他为什么突然不传递消息给皇上了？不管了，孙猛，我们要将北定的情况不仅告知皇上，还得添油加醋一番，这样皇上肯定会派人来收拾定北王。李伯承逼我拿出那么多粮食，我一定要出这口气。而他不知道的是，他以为的心腹孙猛，则是沈寒他们路上逃荒时需要的山匪中逃跑掉的一个。来到这也有几日了，府衙大牢我也悄悄打探过了，根本没有我那些兄弟的影子。难道他们最终还是被定北王杀了？翌日早上，刚用完早膳的陆婉欣碰到了几轮两人，于是拉着林静书赶紧找到于文琪。我刚刚发现客栈那2个男人中，有一人是之前山上逃走那土匪。你可确定？放心吧，他虽然乔装打扮了，这方面我可是专业的。那个纪伦知不知道？不管他知不知道，这都是个收拾他的好机会。你们回店铺哪也别去，我现在去通知王爷。于文琪见到了李伯承，就把事情告诉了他。这纪伦莫不是傻，居然把个土匪偷偷带在身边，本不想收拾他的，现在没办法了。放心吧，王爷，我已经让天一盯着们。几日后，通过调查，跟着确定纪伦身边的人就是土匪。王爷，孙猛可是犯了什么罪，需要您亲自动手捉拿？北川知府纪伦勾结土匪头目，一同押入大牢。王爷，你干什么？你这是公报私仇，孙猛怎么可能是土匪？孙猛告诉他，你以前是做什么的？看到孙猛什么都没有说，纪伦不得不接受事实。我来北定才几日啊，难怪高坤不和这定北王作对了。而京城内，秦家经过多方面考察，加上秦新月的决心，一致做了决定。我们经过考虑，可以同意你俩的亲事，不过就这2日先定亲，成亲的日子得缓缓。我们还想留他在府上住一段时间。一切都听国公爷安排，多久我都愿意等。晚辈这就去请媒人上门，准备定亲之事。爹怎么突然想通了？是这几日新皇突然把主意打到了小妹身上，小妹哪是适合在宫里生活的主，所以爹娘商量了下，相比皇宫，娄玉春更适合小妹。原来如此，挺好。而接下来的日子，李伯承则到了山上，同田亚兰他们一起对士兵进行最后的强化训练。田亚兰还特意把现代的兵法36计一讲给他们听。1个月后，李伯承率领着山上所有人回到了北定城，娄玉春也带着秦新月回来了。终于重新聚在一起的几人，除了娄玉春和秦新月2人去了醉春楼，其余8人皆来到了王府书房。距离击退蛮兵已经过去半年，根据本王同他们首领所签订的协议，他们只是这1年不再前来北定，但1年之期如果到了，难免他们会再次进行攻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至少可以暂保北定百姓的安宁。只是战争一旦打起来了，不知又会死伤多少人。而且我们只能靠自己，即使上书给皇帝，他也不会出兵援助。有没有可能不打仗，同蛮子签订一直和平相处的协议？蛮子生性勇猛，很难相处，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一直都觊觎着我们的土地。之前我也是侥幸挟持到了他们的首领，换取了1年和平的时间。除非我们能让蛮子对我们心服口服，不然这场仗迟早要打。那蛮子为什么非要攻打我们？当然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物产丰富，他们那里根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多。但他们有的，我们也没有。
为何不可以双方进行物产交换，让两方百姓都脱离战争带来的各种痛苦？这个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必须一方要有能让对方不得不妥协的原因或东西。大伙在书房里各抒己见。如果1年后蛮子再次起兵攻打北定，即使李伯承赢了，那也会是两兵损失惨重的代价。突然，田亚兰想起了沈寒的电脑。小四，赶快把电脑拿出来。沈寒唤出电脑，田亚兰接过后一番操作，书房里瞬间多了好多种李伯承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这个叫地雷，只要埋在一个地方，一旦引爆就能对正面50米范围内的人员造成致命伤害，甚至能飞到100米以外造成杀伤。这玩意难道比你的枪还厉害吗？别动，这些东西你们不知道怎么操作，千万别乱动，要是引爆了，我们这里所有人就得一起去阎王爷那报道。这种叫做个板，扔出去爆炸时可产生70到110个破片，它的杀伤力教材书上说是半径为7米，但实际上破片离炸点80米以外仍有杀伤威力，甚至更远。听着田亚兰的话，4个男人的好奇心已经爆棚了，特别想要马上见识一下这些东西的威力。怎么样，王爷？这些东西可能帮你让蛮子不战而降。这些东西如果让那些蛮子知道，肯定会让他们有所忌惮，但眼下需要思考怎么能让他们知晓呢？4个闺蜜在一场同学聚会后意外穿越到古代已经几个月了，转眼肚子里的孩子也快出生了。老大，王爷和你家的那个就带100名精锐兵去北荒和蛮子谈判能成功吗？我这心里怎么慌慌的？小四放心，我给他们准备了那么多现代的装备，那些东西对付蛮子轻而易举。那就好。对了，老大，最近我发现电脑上现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水果蔬菜每日都限制了，各种各样的种子倒是冒出不少，好像只要我们自己动手能做到的，电脑都不再无限供应，都给限了量。你的意思是，这电脑到后面会不会买不出东西，会不会消失？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可要早做准备了。我打算再圈几百亩土地搭大棚，种上像辣椒、番茄、黄瓜等温室蔬菜，以及各种能买到种子的农作物，趁着电脑现在还能买东西，再建一个像现代那样的别墅区，每户都以4合院的样子建。听你的，晚点我们和老二他们一起商量下具体细节，趁着孩子还没出生，把能做的提前做了。他们虽然现在不在北定，我们要在后方做好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没问题。李伯承这边到了北荒的边境已经一段时日了，可那守卫的北边蛮子根本不让他们入北荒。老陈，我们这样等着也不是办法，家里的那几个快生了，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呢。四友，你是打算？李伯承点了下头，陈霆锋便明白他的意思，两人各拿一把枪，当着蛮子的面瞄准他们身后几百米处的羊群，砰砰砰！片刻后，一群羊群倒在血泊之中。蛮子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兵器，都吓傻了。去告诉你们首领，那些羊我们要了，用我们的粮食来换。如若不愿意，那我们只好在战场上再见。阿巴图听到汇报后到达现场。我说定北王，你将本王叫来就是看着身边那些空箱子的，你怕是不想活着回北定了。北荒王，你之前不同意本王的和解协议，那本王又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你看了之后可要再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的提议。说完，李伯承对陈霆锋比个手势，示意远处的士兵点燃他们所准备的大礼。紧接着只听到几声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然后一群人不知道发生什么，全部倒在了地上。片刻后，清醒的北荒王才说道：你小子这是用了什么邪术？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这可不是邪术，这是我们新发明的。本学这次特意前来也是想给北荒王瞧瞧，我们这东西可还行。哼，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这样就吓到我了？有本事你再炸一次。还不服气？老陈，再来。没问题。随即传来一声巨响，火和烟在空中消散，发出响声，那里便出现了一个深坑。这到底是什么兵器？竟然有如此神力！要是定北王将这东西扔向了我们，估计整个北荒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北荒王无奈地低下头沉思片刻，最终抬起头对李伯承说道：本王承认你这兵器太过强悍，我们无法匹敌，但我有个条件，如果你答应了，我就同你签订和平协议，还甘愿每年向你们大燕朝奉上您好的牛羊马树皮。北荒王先说来听听，要是本王能做到，绝不推辞。本王要与你单打独斗一场，要是你赢了，我保证只要我当北荒王一天，就绝不侵犯你们大燕朝一寸土地，不伤你大燕朝一名百姓。放心，即使王爷你输给本王，本王也同意你的和平条约，但就不是我们奉上牛马羊，而是你们每年得无偿给我们送上粮食100万斤。就听北荒王的安排，不过您可别到时候说话不算话。你问问他们，我阿巴图可说话算话，我们北荒的王也不是随便的人都能当上的。那行，什么时候比？2日后，本王回去准备好场地，找好见证人，安排妥当后咱们就比。而北定，秦瑞自从见识了田亚兰那些东西的厉害，现在整个人每天都钻进了他的研究当中，无法自拔。秦新月看着身边的4个大肚子，
每日更是激动的不行，天天猜里面是男孩还是女孩。新月，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可都是要给你叫娘的，为何要叫我娘？因为干娘也是娘。什么干娘？我是干娘，他是干爹，你说你是不是干娘？秦新月看了看娄玉春，突然就变得害羞起来，赶忙低下头。娄玉春却拉住秦新月的手，宠溺地说道：别理他们，想吃什么点心，我们去小厨房，我给你做，不给他们吃。好好行，我们不吃，可干爹干娘可别忘了你们还有4个未出世的孩子。回到雅院，刚准备躺下的沈寒就突然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流从下面流出，便让小丫鬟通知了其他人。小四现在是羊水先破了，那就证明在48小时之内就会出现生产，现在就等宫缩了。小四的肚子已经有动静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快了？都说生孩子疼，是怎么个疼法？自己能否承受得住？生产能否顺利？不都说生孩子的女人就等于去了鬼门关走了一遭，不敢想了怎么办？你们2个不用太担心，接生婆子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时，只听到一个小丫头突然对着林静书喊道：夫人，您的裙子上有血。4闺蜜意外同时穿越到古代，不仅肚子里莫名其妙有了孩子，孩子的爹竟然还是4兄弟。林静书和沈寒身体同时有了反应，可林静书不放心沈寒，所以就留下来2个人一起生产。他们怎么样啊？怎么没反应了？你先冷静，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你别走来走去的，我本来就紧张，你这弄得我更紧张了。夫人，为夫没用，不能替你受罪，辛苦你了。好疼啊，我快不行了。这可怎么办？王妃这羊水破了好长时间了，孩子再不出来怕有危险啊。小四，你要坚强，要加油啊，宝宝等着和你见面呢。王妃，快用力！王妃，挺住，用力，用力！最后在林静书中医的辅助下，沈寒肚里的胎儿先问了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紧接着林静书很顺利的生了个男孩。生了，恭喜王妃，恭喜夫人。小四，你还好吧？幸亏有你，女人当妈真的太不容易了。你怎么样？我还好，比较顺利。而远在北荒的李伯承此时也正站在阿巴图在草地临时搭建的一个比武台上。比试开始。接着大刀和长剑在比武台上发出激烈的碰撞之声，两人交手几十招后，阿巴图感觉自己快要支撑不住，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可台下一名阿巴图的心腹蛮兵看出了阿巴图处在劣势，趁着两人不注意冲李伯承使出了暗器。李伯承明明可以躲过，却硬是让暗器从他的手臂上飞过，留下一道血口。台下的10名精锐兵瞬间举起了手中的枪，而李伯承却给了他们一个放下的手势。阿巴图当然知道李伯承的用意，佩服不已，立马停下了比试。定北王，是我们输了，我会信守承诺，每年亲自为你们大宴送上最好的牛马羊。北荒王，您并没有输，我们只是因为意外终止了比试而已。阿巴图知道李伯承这是想给他留面子，爽朗的大笑起来。我阿巴图虽然好面子，但也不是输不起之人。定北王，我见你是条汉子，也只认你，所以这协议我只同你签。刚才手下的事我会给你个交代，对不住了。北荒王客气。而北定生完孩子的两个人，经历了生死，才知道人的一生平平安安多重要，所以沈寒就给儿子小名叫平平，林静书的儿子叫安安。自从沈寒和林静书生产后，陆婉欣每天都在担心后怕，终于在10日后也迎来了他的孩子出生。恭喜老爷，是个儿子。夫人，我夫人怎么样了？而陆婉欣的生产并不顺利，刚生完孩子后就晕了过去，听到秦瑞的声音才醒了过来。夫人，你怎么样了？吓死我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生孩子了。你个傻子，快让我看看儿子！臭小子，你可折磨死你老娘了！你要是以后不听话，看我不打你小屁屁！秦瑞看到恢复些生机的陆婉欣，这才想起来儿子。媳妇，让我抱抱儿子吧。不给你，这是我儿子。这难道不是我儿子吗？陆婉欣生完孩子第2日，李伯承和陈霆锋终于赶了回来。李伯承则第一时间飞奔到媳妇身边。夫人怎么样？你还好吧？对不住，我没能陪在你身边，让你受苦了。王爷，我没事，我给你生了个儿子，你快看看。我不看，我现在就想陪着你，晚点再看那小子，谁让他让你受了那么大的罪。说的什么傻话呢？田亚兰则在几日后肚子也开始有了反应，几人焦急等待外面，正在担心怎么没反应时，就听到孩子的哭声。这就生了，我家那胃疼的可是叫了1天1夜。陈霆锋却没理秦瑞，赶忙跑了进去。夫人，你没事吧？辛苦你了。我没事，是个女娃，如若淘气，夫君还舍得收拾吗？呵呵，这怎么舍得？门口等待的3个男人看到出来的产婆，则好奇地问道：男孩还是女孩？是个女娃，一个漂亮的女娃。真好。就这样
4个孩子顺利出生了。沈寒和林静书的儿子叫平平安安，陆婉欣的儿子胖乎乎的，所以叫小团子。田亚兰的女儿则叫圆圆，加在一起就是平平安安，团团圆圆。转眼间，4闺蜜已经坐完了月子，北定也在几人的共同努力下日渐繁荣。而京城的李伯安则坐不住了，为了不让李伯成将北定的发展顺利进行，就下了圣旨。皇帝的诏书是让我们4人一同回京，但本王觉得不能如他所愿，本王一人回去便可，你们都留下来。3人看了看自己媳妇，又看向李伯成，这新皇摆明了要找我们麻烦，怎么能让4爷一个人回去面对？我一人回去就够了。老秦，继续你的研究。我听夫人说，那电脑上已经不能再大批量购买这种兵器了，为了不受这种限制，自己能造出来那是最好的。4爷，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成功的。老陈，你留下负责北定所有人的安全，我怕有别的意外。老于你也得留下，其他大小事务还得靠你。可是没有可是，新皇现在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你们要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去，那北荒王阿巴图已经来信，说他正在来北定的路上，你们把我们同新皇的情况透露给他，再让他把牛羊马送些到京城去。大伙瞬间明白这4爷的意思，也同意了留下来好好替他看好北定。夫人，这些天北定的铺子卖了不少，一共10万两，都在这了，你看可有用得到的地方？还有不用替我担心，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知道了，我相信你可以好好回来的，这银票我就用来建房了。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我们无条件相信和支持你们。我们等你回来。别人看到好看的女人都是甜言蜜语，笑脸相迎，而他看到她们却是像吃了苍蝇一样嫌弃厌恶。李伯成刚带着50精锐兵前往京城，北荒王就到了北定。这蛮子还真来了我们北定，看来定北王的公告是真的，那以后真不用打仗了。看来还是我们王爷厉害，这样我们以后定能有好日子了。我看这人定是怕了咱们王爷，竟然2次都被王爷给驯服了。本来这些百姓的窃窃私语阿巴图并不当回事，可听到他们越说越离谱，就不乐意了。老子一个大老爷们，你在那说什么屁话？你丫的才是被驯服的，再敢胡说八道，一刀割了你舌头！北荒王，请见谅，我们来晚了，王爷暂时不在北定，您先随我们入城，具体的事情王爷已经交代，让我们好生招待您。阿巴图见是之前同李伯成一起去北荒的陈廷凤，也立马露出笑脸，好像刚刚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好说好说，廷凤兄弟来也是一样的。走，跟我说说你家王爷忙啥去了？不是说好的等我来北定的吗？北荒王有所不知，我们王爷一直不受我们皇上待见，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除掉我们王爷。之前明明说好了把北定赐给我们王爷，现在倒好，听说我们王爷同您已经签了和平协议，这地方安全了，就想把北定收回去。阿巴图听于文琪说完，立马正色道：正好，老子正要去京城会那皇帝，他敢欺负我伯成兄弟，也要看我这大刀答不答应。那可不能明着动刀，北荒王只要去给我们王爷撑一撑场面，那皇上定不敢对我们王爷怎么样。你们放心，我定去京城安全的把人给你们带回来，我现在就连夜就赶路上京。北荒王不急，来到北定，怎样也要让我们好好招待一下，感受下我们北定的特色。客气，那我就明日再赶路。而京城李伯成这边，李伯安则因为见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为了给他下马威，直到第3日才见他。臣弟参见皇上，不知皇上让臣弟从北定赶回到底所为何事？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上吗？让你们4个一起回来，你却一个人回来，你们这是抗旨知道吗？朕这就立马派人去把那3人给就地处决了。皇上，北定这才刚刚同北荒蛮子签订协议，您就急着召回我们，我们要是回京再出个什么意外，您觉得您这皇位坐得还安稳吗？您若真要动他们，那我就得考虑一下父皇留给我的密诏是不是该拿出来了。一听密诏，李伯安顿时紧张起来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密诏？你别胡说八道，父皇怎么可能给你密诏？我胡没胡说你最清楚，你若敢动我的人一根汗毛，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你从这位置上给拉下来，我们活不了，你这皇帝也别想当。你威胁我，你这是不要命了？皇兄，臣弟这不是威胁，这是在跟你商量，看咱们能不能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把北定赐给了我，那我以后就老实的待在那，每年的赋税该交多少我交多少，没你的同意我绝不回京。你呢就好好在你的京城当您的皇上。但是什么？朕要怎么做还要听你的？你可以不听我的，那我就把密诏交出来，看一下大家最后都听谁的。李伯安沉思了下，他知道现在还不到除掉李伯成的时候。说吧，你要朕怎么做？我只要皇上别再打我们的主意，我自然不会打您这皇位的主意。就这样，2个人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李伯成最终还是安全的离开了皇宫，可李伯安还是没放他回北定。而此刻的北定皇帝则偷偷派了几10名刺客乔装打扮成一支走镖的队伍混入北定。
只是他们刚到北定就被陈霆锋的眼线发现，几人并做好了准备。阿巴图一进京就和李伯承碰了面。伯承兄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是手下给我的密信，星火竟然派人去烧我的家人，岂有此理！北定现在情况怎么样？他们已经给处理了。达图大哥，再等几日，等我的人把皇上的东西送来，我好一并还给他。阿巴图虽不懂李伯承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好过问，只好应下。没问题，伯承兄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出了客栈，阿巴图带了一名随身的护卫走在大街上随意逛着。这里居然没有见得有漂亮小妞，我看还没咱们北荒的姑娘好。呵，不看了，走回去。阿巴图正打算回去找李伯承了，结果一转身就瞧见前面一铺子里走出一姑娘，长得特水灵，看得阿巴图挪不开眼。哟，这不是袁家大姐姐吗？这怎么出门连个面纱也不带？对呀，听说袁姐姐可都满了20了，还没嫁出去，出门也不带个面纱，我看这也是因为急了吧？可不是嘛，之前是因为脸上有红丝无人敢娶，现在人是变漂亮了，可这年龄也大了，还真是可怜。是挺可怜的，这辈子估计想要嫁个好人家都难。袁依莹听着这些人的嘲讽，顿觉好笑。我只想好好的买个东西，真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人。这京城的姑娘家吃的都是些什么？说起话来怎么有股酸臭味？你这哪来的莽汉？知道我们是谁吗？竟然敢这般说我们，本小姐看你是欠收拾。我管你们是谁，一群讨厌的苍蝇！来吧，不是要收拾爷爷我，是你们上还是怎么的？不过爷爷可从不打女人。不要脸的臭男人，赵二，你们一起收拾他，打趴下了送我爹那去，再给随便安个罪名，我要让他牢底坐穿。只是以赵二为首的几人还没进阿巴图的身，就被阿巴图给打在地上。有本事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住在哪，我定让你好看。北荒阿巴图。北荒满嘴，这人是北荒人。几人风一般的迅速逃离后，阿巴图这才看向一旁一直没说话的袁依莹。这位小姐，这几人刚刚那般奚落你，需不需要在下给你出口气？他虽然是北荒人，但是气质却非与常人，而且还挺有意思。算了吧，我都习惯了。至于他们冲撞了大王您，就看您怎么处置他们了。说完，袁依莹冲阿巴图行了个礼，就带着丫鬟离开了。还是第一次有女人让我有想为她出头的冲动的。如果这个女人做我的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一场同学聚会意外穿越到古代的四姐妹，却在找到真爱生完孩子后，发现她们的系统发生了变化。因为今日沈寒点开电脑，发现他们系统可购买的功能消失了。你们还想完成任务回去吗？那你还想回去吗？我想我已经舍不得离开。其他3人也纷纷点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就努力想办法留下来，平平安安，团团圆圆，还这么小，可都离不开娘的。北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这样继续发展北定没问题嘛？回去的任务不止这一个，发展北定不光是为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不回去，要想以后生活好，那就只能让北定变得更好。对，电脑给的任务不还有一条，气死新皇李伯安吗？只要他健健康康的活着，我们就不会离开这里。那我在这儿祝他李伯安一定要长命百岁。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还得去寺庙烧香，让佛祖保佑他千万要活得比我们久？嘿嘿，那倒不必，要是有机会，倒是可以让老三去给他瞧瞧，身体有没啥大毛病，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可以有，但是让老三去我们又不放心。算了，这事等王爷回来再说。京城这边等天一将2名刺客送到后，李伯承和阿巴图直接带着刺客进宫面圣。启禀皇上，臣弟还想请您做个主，替臣弟找到刺杀王妃和3位夫人的凶手。定北王说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朕定给你做主。最终那2名刺客被打入了天牢，而阿巴图还趁机说了自己刚来京城就被人侮辱了，向皇上讨了公道，这才满意的离开。袁尚书，请等一下。不知北荒王教主在下可是？袁尚书，不必多礼，我这人也不喜欢拐弯抹角。前2日在街上有幸见了一面袁家大小姐，很是青睐，但也不想强人所难，就想让袁尚书给他带个话。我那北荒还缺个王后，要是他愿意，我定当按照你们这的习俗，八抬大轿把他给抬回去。这您不必为难，回去问问袁大小姐，我明日就要离开，要是他愿意1个月内托人带个话到北定，我这1个月都会在北定。另一边，李伯承跟着李伯安来到御书房，2人也直接挑明了，只要皇上是个好皇上，那臣弟也只会是个定北王，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密诏。李伯安震惊的接过了，可打开才发现上面居然是空白的。怎么可能？我明明听人说父皇从来没有什么密诏一说，不要再自己妄加揣测别人会有多位之心。如果我真想做皇帝，凭的会是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什么懿旨诏书。希望你长命百岁，这样我就不用担心王妃他们哪天会回到他们的世界了。李伯安看到李伯承无比真诚的眼神，此时才恍然大悟。四弟，
是我听信谗言，做了那么多错事。你放心，这次朕说到做到，定不会再为难你。今日在大殿上许诺的赏赐一样不少，我还会将原本是你们的东西还给你们。几日后，沈寒忙完庄子的事情，回到王府，就看到院子里有位漂亮的妇人在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平平。平平，看看祖母，我是你的祖母哦。沈寒这才想起李伯承信中给他说过的，会把他娘亲一起带回来。见过太妃娘娘。这真的是那丫头吗？以前在京城见了我，可是有多远就会躲多远的。果真像伯承说的那样，也算幸事。云寒回来了，我听府里的人说你去庄子上了，那是干什么的地方？回太妃娘娘，庄子是我借来种植各种新鲜蔬菜和培育新品花的地方。培育花就是养花吗？对，就是养一些这里没有的花。云氏平日待在府里，最喜欢的就是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所以听沈寒这么一说，心里就来了兴趣。母妃既然来了，那以后有时间就可以同我一起去看看。那太好了，我正有这打算。所以接下来的几日，两人都是同进同出，好的陆婉欣他们都羡慕了。沈小四，我觉得你们两人不像是婆媳，更像是姐妹。陆家丫头，你这么说伯母可太高兴了，我还真不想当她婆婆，当姐姐岂不是更显年轻？阿巴图来北定的这些天，也已经同这帮人打得火热。听说他要回去了，大伙都为他准备着礼物。这些是我专门配制的药膏和药丸，你们那里能用得上。弟妹，你太有心了，感谢感谢。我也没什么送的，这些是化妆品，能护肤，也能让人变美。老亲媳妇，你这礼物我就心领了，这可真不适合我。这东西男女都可以用的，要是你不用，拿回去送给你的女人用也行。阿巴图一听他的女人，想起了袁依莹的样子，随即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我也没什么好送的，这个送给你。我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做吃的，你走之前，我亲自做一桌我所有的拿手菜来给你送行。送什么行？我回去把事务处理完，我可是还会再回来的。还有你们这一个个的送我这么多礼物，不会是想我不再来了吧？大伙见他这么说，连连摆手。这时侍卫突然来报，王爷，门口有位京城来的姑娘，说是要找北荒王。大伙好奇的目光全投到了阿巴图身上，而愣了一下的阿巴图脸上随即洋溢起开心的笑。是她来了吗？四个闺蜜在一场同学聚会后意外穿越到古代，醒来就发现肚子里都有一个娃。路上结识的好兄弟竟然就是原身的夫君，原以为从此就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谁知意外竟来的那么突然。北荒王，你给我爹说的话还算数吗？我阿巴图说过的话一向说话算话，只要你愿意，你就是我唯一的王后。这下一旁的吃瓜群众才明白两人谈的是终身大事。你们都去哪？不许走！你不觉得这么多灯泡在这太亮了？何为灯泡？没什么，这是我们老秦正打算研究的东西，就和油灯差不多，用来照明的。就这样，只留下两个人互谈着思念以及以后的终身大事。我有王后了，我有王后了。接下来的日子，沈寒几人继续在北定发展着事业，而林静书和于文琪则去了京城找机会给李伯安看下身体情况。夫人怎么样？他的身体除了不能有子嗣，其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难怪宫内一直对外宣称先皇最近几年不适合有子嗣，原来是不能生啊。不管怎样，他身体没什么大问题，我们也就放心了。夫人说的是，那我们一起见见你的家人吧，你这个女儿可对他们来说宝贝的不得了。行，那晚点我们再去袁尚书家替北荒王说说情。全听夫人安排。北定沈寒、陆婉欣、田亚兰三人原生的弟弟也突然来到了北定找自己的姐姐。原本在家谁也治不住的主，不曾想现在的姐姐已经不是曾经的姐姐了。经过田亚兰一段时间的各种锻炼，三人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1个月后，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沈寒和田亚兰建的第一批100套院子就建好了。他们结合了现代理念，建了生活区，开了间现代化的大超市，还安排了免费的健身区等，完全就是现代版拧包就能入住旅游度假村。很快更多的人闻讯而来，一部分用来销售的更是瞬间被抢空了。北定的发展像传奇一样传到各地，京城的李伯安再也按耐不住了。北荒王回到北荒处理完紧急事，一有时间就立刻赶到北定。那个什么北荒王，每次一来你们就得陪他喝那么多酒，他这马上就大婚了，成亲那日可得让他喝个够。王妃这是在怪本王没有好好陪你。王爷，我们再给小平平生个妹妹吧。陈霆锋回了院子，也是借着酒劲，一把将田亚兰扛回了屋里。田亚兰再怎么训练，但和男人的力量悬差也挺大，没办法，最后只得顺从了。媳妇，你喜欢孩子吗？废话，小团团那么可爱，怎么可能不喜欢？那我们再要一个吧。媳妇，我来了。你个臭秦瑞，你轻点。夫人，你每天给那么多人看病辛苦了。救死扶伤是一生的责任，而且看到他们脱离病痛，我也会觉得很开心。现在真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于文琪话说了一半，
林静书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害羞的红了脸。就这样，四闺蜜在古代彻底被几兄弟给征服了。李伯安悄悄到了北定，看着繁华北定和每个人脸上洋溢的笑容，心里是瞬间说不出的滋味。他找了处茶馆坐下，想听听这里的人平日里都会谈论些什么。北定能有今天，多亏了咱们王爷和他的几个兄弟，还有咱们的王妃。一切都是因为咱定北王，北定才能有今天的繁荣，才有咱们百姓的好日子。李伯安生性多疑，在听到众人对李伯承的评价，心里顿时愤怒不已。正走在大街上，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然后就好奇地跟着走进了一处小院子。皇上，你怎么来这了？我说高坤，朕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好，你要这样背叛朕？我从来没有背叛过您啊。那你快说说，定北王这是威胁你了，还是怎么着你了？说出来，朕给你主持公道。定北王那也不算欺负我，是我自己就想当个普通百姓罢了。你这个满嘴谎话背叛朕的废物，看我不杀了你！李伯安说着，转身拔出暗卫身上的剑，结果高坤见自己被剑指着，反而不怕了。皇上，我就一孤家寡人，只想在这平平淡淡的过个小日子也不行吗？你背叛了朕，还想活着，简直痴心妄想！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皇上，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背叛你吗？因为你根本不值得我去追随。你看看，动不动你就会要了我的小命，你要拿去便好。你生性多疑，可这天下这么大，这么多人都不听你的了，你杀得完吗？还有，这皇位你根本不适合做，看看人家定北王，你都把他逼成什么样了？这么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才多长时间变得比你那京城还热闹？你能做什么？你有什么本事？不如趁早让位的好。你不劳你大驾。说完这句，高坤居然自己冲向了李伯安手里的剑。皇上，这就是你想要的吧？不听从你的人只有死，现在的我就是以后的你，我先走一步，在那边等你。李伯安看着高坤的尸体，心口有什么想要往外涌，最终没忍住，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皇上，小四，这是个什么情况？老三这屋里是谁？弄得大伙这么紧张？沈寒不知怎么的，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用手使劲捏着一旁李伯承的衣袖，这才回答陆婉欣：里面的人是这大燕朝的皇上李伯安。我听秦瑞说了，可这人不是还没到吗？他这是怎么了？怎么送老三这来了？几人原以为林静书已经确定过李伯安身体没事就可以放心了，眼看着一切都在越来越好，以为他们就这样可以和心爱的人一直携手下去。可没人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这时林静书走了出来，一脸沉重，叹了口气，看向李伯承：他想见你。几人顿时感觉不妙，每个人都紧紧抓着身边的人，好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抓住自己的幸福。此时的李伯安目光空洞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为什么？父皇明明给了你诏书，我变成这样是你想要的吧？你变成这样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而我从始至终都没想要过你那个位置，是你自己不自信。我不信，谁不想要这高高在上的位置？我想要的是和他幸福快乐地走过这一生。李伯安看见两人紧紧相握的手，突然大笑起来，血也不断从他的嘴角溢出，渐渐的没了声息。沈寒四人立马感觉身体开始变得轻飘飘的，不好的预感传来，眼泪开始不停地从眼角滑落。他们都紧紧抓着身边舍不得的人。四个单身女青年在一场同学聚会后意外穿越到古代，肚子里莫名其妙有个娃，好不容易找到孩子爹，结果一睁眼又重生到高中时期。再次睁开眼，沈寒看发现自己回到了高三课堂，他用力掐了自己一下，疼，真疼，所以我这次不是穿书而是重生了。操，我这是做梦呢，居然看见老黄了。陆万新同学，虽然我是英语老师，但你讲的中文我也能听懂，所以现在立刻马上出去罚站，醒醒你那倒霉的瞌睡。刚刚这陆老二的一系列举动已经很明显的证明了他也重生了。那老大和老三，沈寒望向他们的位置，果然这两人正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终于熬到下课，四人第一时间聚在一起。沈小四，说吧，这次重生和你有没关系？不是说要传书进去找他们的吗？你是不是写错了什么？沈寒看着他们一人一句，他都不知道回答谁的。好了，你们都别说话，听我说。其实几人穿回来的第一地点是同学聚会前一天。正当陆婉欣几人给沈寒打电话问怎么能穿回去时，沈寒突然收到电脑提示：男主来到了你们的世界，可找错了时间点，可以再给你们一次做任务的机会，用1年的时间让他们再次爱上你们，他们就能永远的留下来，否则你们也是有缘无分，缘尽于此，各自回归自己的世界。我本来还想和你们商量怎么弄呢，可结果电脑上居然来了个倒计时，然后我就急忙点了是，再然后眼前一黑，就这样了。这意思是他们来我们的世界找我们了，但是没有去我们真实所在的时间，而是找错了时间。
我们又是来做任务的。既然我们是来这找他们，那他们在哪？是叫原来的名字，还是换了身份？长什么样？可还记得我们？这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啊。对了，电脑这次重生，不知道电脑有没有跟来。于是沈寒开始尝试着换出电脑，可他无论换什么称呼都没有任何反应。看来这次重生没有金手指可用了。没有金手指也无所谓，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要找的人在哪。我觉得既然把我们送回这个时间点，那就证明他们也在这。可要怎么查？之前我们穿过去，虽然样子变了，但名字差不多。要不我们问问身边有没和他们同名或者差不多的？一个个问太麻烦，咱们学校可有几千人，这得问到什么时候？要不我们偷偷去教务处查查学生名单？这主意不错，走，现在就去。你别急，现在那里面全是老师，教导主任也在。你这是不是打算把你妈请来学校坐坐？那你们说怎么办？小四，我记得你不是语文课代表吗？到时候扯个荒去找语文老师，然后把主任是哪张桌子记好，我们晚上行动。于是4人重生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偷摸摸的去了学校教务处。天啊，这密密麻麻，李、秦、于、陈这4个姓的人也太多了。可是和他们重名的没有啊？你们看，原来我们隔壁高3、7班就有个秦瑞。太好了，总算看到希望了。第二天一早，4人早早的就来到了高3、7班的教室外等着。那个同学，请问你是秦瑞吗？你们找秦胖子，我可不是。如果找他，在这等着，来我们班最胖的男生就是了。秦胖子，最胖的，那是有多胖？除了陆婉欣，其他3人都忍不住想笑。笑什么？你们不知道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吗？要真是我家老秦，有我在保管帮他减肥成功，到时候……话还没说完，4人就见着一个同他们差不多身高，体重应该有快200斤的胖子，一手拿着豆浆，一手提着6个包子，嘴里还正咬着一个朝他们走来。这不会是我家老秦吧？绝对不会，我家老秦吃东西可没这么夸张。他们明明是相亲相爱的4对夫妻，结果一睁眼不仅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且还都忘记了自己的枕边人。秦胖子来了。对了，这隔壁班4个女同学找你。同学，你们找我什么事？你叫秦瑞？嘿嘿，对，我叫秦瑞。那你知道大雁巢吗？或者你可认识娄玉春？不知道，不认识。陆婉欣顿时松了口气。那同学不好意思哈，打扰了，你继续吃。你怎么确定这个不是？你巴不得他就是。那如果他是，你家4爷估计也是这个类型。那剩下那么多同姓的，需要挨个问问。先一个班一个班的去看吧，不用上前询问，估计他们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不同。可如果是他们，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应该能感觉出来。就这样无奈的几人坐在教室里，心不知飞哪去了。好不容易挨到放学，班长却叫住了大家。同学们，黄老师说了，这周6上午9点，在学校大礼堂，之前考上了各所名校的学长学姐们，大都被学校给请了回来，给我们分享学习经验，让我们都务必参加。听到班长这么说，沈寒他们相互看了眼，上一世他们因为和杨美欣打赌，所以没去。呀，学长学姐，那上2届同时考上 A 大的东南西北4位学长也会回来吗？几人这才回想起来，这东南西北4位学长在他们学校也是传奇人物。这4人从小玩到大，成绩都不错，同时考上了大家都向往的 A 大。于东、陈南、秦西、李北，这不正是秦瑞那家伙当时随意给起的名，只是他自己不叫秦西而已。可是上一世这4人回母校前2天上山拍照，然后在大山里失联了，自此都没再找到。现在又重回这个时间点，那这一次4人会不会出现在学校礼堂？如果出现了，那是不是就证明这4人也同我们上次穿书那样换了心？现在就请4位学长给同学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参加高考时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学弟学妹们需要注意的？这身体原主参加高考也没啥经验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要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行了。这秦学长还挺搞笑，比以前看起来还要好相处一些了。这肯定是你家老秦，对吧？不是他还是谁？你觉得以前呢？而2人的对话被身边的杨美欣给听了去，立马不愿意了。陆婉欣，你要点脸不？谁是你家老秦？秦学长怕是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再说一遍。陆老二忍住，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陈南接过话筒，他同秦西情况一样，上一世也没念什么书，所以这原主脑袋里虽然有知识，可他这理解起来还是有些困难。生命在于运动，大家学习之余也别忘了锻炼身体，要有了好的体魄才能轻松的去对阵高考。这果然是我家老陈。要不是答应那老和尚要完成原主的愿望，最近才不要来这个地方讲这些，还被这么多双奇怪的眼睛盯着。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于东见李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赶紧接过话筒，说起了一首唐代诗人的诗：10年寒窗终不负，一生韶华亦可期。同学们，我们在 A 大等着你们。就这样，东南西北4人说完就迫不及待的溜了。看，他们在那。只见他们被一群女生围着，有的问他们要 QQ， 还有的直接在表白。同学，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校长说让所有人礼堂清点人数，有提前离场者记过论处，再请家长谈话。田亚兰此话一出，所有人皆是一愣，然后瞬间消失。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陆婉欣啊。不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吗？你不认得我，我去了你们大，但怎么回事？我怎么说不了大雁巢？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们认识楼的，你叫秦，为什么我连楼玉春和阿巴图的名字也说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同学，你说话没事吧？有时间还是得去看大夫。你才有毛病，你才要看大夫。这女子骂起人来倒挺顺溜的。沈寒他们也和陆婉欣情况一样，只要他们想提大雁巢有关的人和事，就什么都说不出来。我们很感谢4位女侠的出手相助，如果你们也是为了什么手机号、QQ 号的，我们暂时也没有，就不给你们了。今日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了。你们也是这学校高3的学生吧？作为你们的学长，不得不提醒你们，把握机会，好好学习，说不定我们能在大学见到你们。于东说完，看了眼林静书，他的原主记忆中也有这个女子，甚至这次能答应回母校来，也是想来看看她。现在我也替原主看到了，可惜是个结巴。同学，你们可别忘了去看大夫，我看你骂人挺顺的，所以那毛病说不定能治好。真要疯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本我还以为让这4人再次爱上我们根本就不算任务，可现在却觉得这任务太难了。老大，你看这情况我们要怎么办？他们根本就不记得我们以前一起发生过的事了。再者说也不方便，我们先回宿舍再好好讨论一下。回到宿舍的4人都有点情绪低落。之前想到他们穿到那4个学长身上，我还觉得我们运气不错，可现在他们都不记得我们了。再看看他们身边女生，我怎么有点心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还有他们这才刚到这个世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被抢走，我们还有机会。既然上一世能爱上，那肯定不是偶然，我们就想个法子到他们身边去，说不定时间长了他们就想起我们了。我觉得小4说的对，那现在唯一去到他们身边的办法，我觉得只有一个，考上 A 大。 4闺蜜明明已经在古代结婚生子，可是现在她们不仅重生到高中时期，竟然还为了几个学长，还想法设法考进了他们所在的大学。阿西，你这老娘的同事女儿你有见过没？我哪见过，原主也没见过。昨晚我问了，她说她认识我们就行。4人昨晚都接到来自老妈的电话，无奈只能今天一早就来到了火车站。4人等了半天，终于等到沈寒他们提着行李出现。难道就是他们？这不是那4个结巴女吗？学长，我们又见面了，让你们久等了。昨天打电话的是你们？对，是我们打的。学长不是说在 A 大等着我们吗？看，我们做到了。自己当时也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们还真的做到了，恭喜你们，真的挺厉害的。同学，怎么样？这么久没见了，你可有去看大夫，把你的毛病治好？陆婉欣本来见着秦溪还挺高兴的心情，一下被他这句话给噎住了。我又没毛病，看什么大夫？还有我们可不是口吃，上次完全是见到你们紧张闹的，怎么样还想知道什么？我一一告诉你，看看我口不口吃。若是你还不信，我们可以试着吵一架，看你能吵赢我不？谁要和一女子在这大庭广众下吵架，简直有失风度。架咱们也不吵了，不是口吃是好事，咱们现在先回吧。就这样，几人帮他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们本以为你们会快开学才来，现在也没地方住，你们就先住这吧，这里比那些大的宾馆酒店要便宜些，你们2人住一间正好合适。沈寒他们见李北他们说完就准备要走，赶紧叫住他们。你们把我们送这来，你们住呢？住学校吗？我们在这附近租了套房子，没住学校，那地方我们住不习惯。这4人要是和别人住一间，肯定会不习惯的。他们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可李北已经迈开步子往外走去，其余3人也跟上。阿姨让你们照顾一下我们，你们就把我们丢着不管了。不然我们还要干什么？都帮你们安顿了呀。这里住着安全舒适还便宜，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早来，但你们住到开学就回学校去不就好了？而且学校在哪？刚刚我们也带你们去看过了。这家伙真的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还真是无情了。学长，你们在哪租的房？附近还有吗？我们也不习惯住学校，况且我们4个到时候不是一个系的，肯定分不到一起，还不如在校外租个房一起住。秦溪见他们这么说，有些敷衍的回道：还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回去帮你们留意一下。就这样，你们休息，我先走了。就这样，四人瞬间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这4个家伙，这是有多不愿看见我们？看来我们还任重而道远啊！刚看你家老秦那反应，租房的事儿他们多半不会帮忙，估计是把我们归类成了那些跟着他们跑的小女生了。所以租房这事儿我们得自己来。我看没有人会比我们更了解他们了，以为这样能摆脱我们，估计之后给他们打电话都不会再接了。他们现在想摆脱我们，那我们就想法子让他们离不开我们。李北4人为了不找父母要生活费，暑假本来都是在打零工的，今天因为接他们也都请了假。刚才他们找你说了什么？他们也想租房子住，让我们帮忙，我没答应，就只说帮他们留意，估计是想跟我们套近乎吧。那就这样吧，以后他们的电话也就别接了。那家旅店老板人不错，他们住那也安全，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原主妈交代的任务。虽然这4个对他们来说感觉挺特别，但他们现在没有心思去想别的。4人商量好不再理沈寒他们后，就准备回房。李北想起打工咖啡店的事情。阿西，咖啡店那台破电脑，老板让……李北话还没说完，4人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台黑色的电脑。欢迎你们来到21世纪，你们可以通过完成任务，1年后就可以选择是回去还是继续留下。你们的任务是1年时间赚到1000万。4兄弟一觉醒来，身边所有人却都告诉他们，曾经与他们患难与共、朝夕相处的妻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四爷，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在这也别叫四爷了，既然我在这就叫李北，那你们就唤我阿北吧。哈，那我岂不就是阿西？他是阿东，他是阿南。你们愿意这么叫我也没意见，不过这学校寝室我肯定是住不习惯的。就这样，4人费尽心思，最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第二天一下课，那些经常缠住原主的女生就上前来。陈学长，今天你们要去社团练习打球吗？我们一起去吧。同学，你们要去就自己去，我们不熟，也不同路。秦学长，我还有事，同学们再见。阿南快走，这些女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课都不让我走。于学长，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没搞懂为什么不去问教授，问我做甚？李北好在他原主也是个冷冰冰的性子，所以那些女生只敢远观，不敢靠近。但还是有个叫叶子山的校花，想尽一切办法往原主身边凑。以后不管有事还是没事，都别找我了，我和你也没关系，就不奉陪了。这人刚刚说了什么？怎么着，自己也是校花级别的人，连我都看不上？那你要找个什么样的？晚上回到出租屋，4人就开始了讨论。四爷，自从新皇死后到现在，为什么我总觉得心里突然空落落的？我也是，像是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每日不管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咱们王爷不也是，连当皇帝都没兴趣，所以才推举了李伯明坐上了皇位。不过那老和尚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是神仙吗？为什么我们一睁眼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沈寒4人穿回现代后，大燕朝的北定也发展的比京城都要繁华。可是李伯成几人的记忆中只知道有4个人帮助过他们，可却怎么也想不起这4人是谁。更奇怪的是，除了他们，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4人存在过。几人就像心被掏空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李伯成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散心。结果路上遇到个老和尚。我知道你们为何而烦恼，可助你们一臂之力，到另一个时空寻找答案，为期1年，你们可否愿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心烦？你真的能带我们找到答案？可以，但是你们必须按照原主的生活轨迹来，替原主完成未完成的心愿，否则你们这趟时空之旅会立马结束，你们也将永远找不到答案。4人心里实在难受，整日精神恍惚，便对着老和尚点了头。结果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睛，他们就躺在了一座大山的山沟里，穿越到因爬山而意外身亡的4人身上。你们今天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异样？除了那些女子过分热情，其余也没什么了，也没发现那和尚说的什么我们想知道的答案。老和尚说的答案肯定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事情是解决那些女子的问题，每日这样身边有一群人盯着，干什么事也不方便。根据原主记忆，让这些女子如此主动的原因就是我们4人皆是单身，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有女朋友的。可不管是原主还是我们，确实也没有女朋友啊。上一世唯一的4个夫人都还死于非命。不过即使为了解决问题，也不能随便找吧，况且我们对这些女子也不了解。我觉得那4个原主看上的女子挺合适。其实回到学校汇报见到沈寒4人后，李北几人就发现原主对那4个女孩都有种特殊的感觉。四爷说的是那4个结巴女吗？原主4人在高中时有特意关注过这4个女子，考上大学后4人本也打算这次回母校看能不能和他们有点进展，可没想到出了意外。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们对他们不了解，也不必真的就和他们在一起。况且相隔这么远，我们只要对外放出我们这次回老家找了女朋友就行了。对，如果有人问起我们的女朋友，可以按那4人的原型来说，但不必对外透露名字，这样我们就能解决被女生天天追的麻烦了。这法子被4人一致通过后，第2日开始，一大校园里就传出了关于他们的消息。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学校4大男神都有女朋友了。对，我也听说了，好像是他们老家高3的学妹啊！怎么会这样？我的梦破碎了，明草居然有主了。而高3的沈寒4人决定考 A 大后，就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时间，时刻都在读书做题。终于在几个月后，顺利收到 A 大的录取通知书。我们终于做到了，也算了却上一世的遗憾了。是啊，就是这么久了，也不知道那4人怎么样了。要不我们先去他们家问问，要是我们跑 A 市去了，他们又回来了怎么办？小4说的对，咱们还没有他们的变化，现在又是放假时间，如果他们回来了，那我们在 A 市就更像无头苍蝇了。对了，我们不是考上 A 大的消息被我老妈单位的人知道了吗？没想到那秦溪的妈妈和我妈居然是一个单位的，我一会回去就让我妈问问他们家住呢。咱们陆老二和他家老秦还真是有缘哈，居然2个亲家母在一起上班，那以后关系肯定更好相处。那是以后的事儿，你别在这瞎起哄。现在咱们还是先商量下接下来的事吧。4兄弟莫名其妙从古代穿越到现代，身心还没适应，系统又出现派给了他们一个任务。不用怀疑，说的就是你们，秦瑞、于文琪、陈霆锋、李伯承。放心，我只是一台电脑，对你们没有伤害，反而会助你们完成任务。既然有任务，不应该是1年吗？怎么只有10个多月了？任务时间是从你们来到这里开始计算的。那为什么你现在才出现？因为你们没有召唤我。怎么召唤？上一任宿主给了我新名字，叫什么？破电脑。之后他们4人通过和电脑的交谈知道，只有李伯承能召唤他，而且对于他们的问题他也是选择性的回答。你们看，这系统上的物品和现实一样，但是价格却少很多。这最下面竟然还有大雁巢的东西，就是价格怎么那么高？几人按照电脑的提示试着操作一番，果然房间里瞬间出现好多他们选择的东西。有了这个优势，我们可以出去摆摊，这样也许可以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目前也只能先这样了，先试试吧。第2天，几人准备好东西，来到提前看好的地方，却看到熟悉的4人。你们怎么在这？我们提前来这 A 市，就想着来这边先看能不能挣到钱，以后自己的学费、生活费就可以不用问家里要了。你们这想法和我们一样，既然成年了，那就要学会自力更生。这4人卖的是什么东西？没想到他们居然也学会做生意了。上一世除了秦瑞开启了客栈，其他3人可都没接触过这些。好奇的沈寒和陆婉欣就跟在李北他们的身后偷偷跑去看。没想到他们卖的东西种类不少，就像一个杂货铺，不对，就像一个地摊超市。他们卖的东西可比超市里便宜多了，而且也和超市里没什么两样。这怎么回事？咱们辛苦那么久才找到一些合适的衣服。对啊，幸亏有老二可以帮人化妆，不然靠咱们这些东西都不够生活费的。先不急，慢慢看看怎么回事再说。就这样，4兄弟的东西根本不够卖，来回取了几趟货。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也就这样了。那今天咱们早点回去做好吃的，诱惑一下隔壁的4个男人。对，也是时候和咱们的新邻居见见面了。这个可以有。沈寒几人做好饭后，就敲开了隔壁的房门。你们怎么在这？我们租了这套房子，现在住在这。你们能住这，我们不能。还是你们不希望和我们做邻居？呵呵，哪能啊，这屋子又不是我们的，你们住还是别人住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既然我们都已经做了邻居，而且还是老乡家校友，我们又刚好做了些吃的，你们要不要一起吃点？秦溪听沈寒说有吃的，眼睛一亮，但立马想到什么。不用麻烦了，我们不饿，况且去你们屋也不方便。没关系，你们不去我们那屋吃，我们有做多的，这就给你们盛点去。说完不等他们拒绝，沈寒他们就进屋端出4盘已经装好的菜。这菜看着也太有食欲吧，来这这么久了，除了刚来那几天在原主家里吃到了秦妈他们做的饭菜，其余时间都是凑合吃的快餐。盘子就放你们这了，我们明天来拿。林静书转身的时候，无意看到他们客厅里的桌上放的电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这么像沈小4之前那台金手指。时辰不早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已经收下了，就不方便再留4位同学了。我们这就回去。学长，你们用过饭也早些休息。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沈寒便好奇地看着林静书。老三，你刚刚想干什么？我刚刚看见他们那桌上有台电脑，很像我们穿书时你的那台金手指。老三，你可看清楚了？就觉得很像，
刚想过去看看，那李北就挡在了我面前。你觉得你家四爷这举动会不会是故意的？我也不敢确定，但确实有可疑。明天我们找个机会进去好好确认一下。而另一边的李北自从沈寒他们走后，他就将电脑给收进了他的屋里。这可是个好东西，要是出什么意外，我们岂不是亏大了？现在可是靠它了。四兄弟刚从古代穿越到现代，就遇到4个奇怪的女人，不仅偷偷搬到他们隔壁，每天还变着花的给他们送吃的。第二天一早，沈寒他们早早的等在出租屋门口。那个李学长，你们怎么这么早？我能进屋拿一下我们的盘子吗？在那，你自己拿吧。好嘞，学长。沈寒将眼睛在屋里到处寻找着，可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到林静书说的电脑。学妹，你快些，我们还要出门摆摊。学长，我觉得你们这家具太独特了，这都是哪买的？很有那种古时候的韵味。怎么突然问这个？这些是四爷从电脑上刚买的，花了我们好几千呢的。这个是我们无意间看到的，挺喜欢的，所以就买了回来。就这样，几人摆摊回来后，4人又端来了饭菜。你们放心吃，没毒。是秦妈他们让我们好好照顾你们，可不能累着他们的宝贝儿子了。反正我们也要做来自己吃，就多做了些，大家以后相互照应吗？走了，你们吃完早些休息。等4人回了自己的屋，关上房门后，李北他们看着桌上的菜，这玩意儿他说是没毒，不会是反话吧？他们给我们放毒有什么好处？吃力不讨好吗？你傻不傻？想吃就放心吃吧，但我总觉得他们肯定有别的目的。这4人也挺奇怪，我这原主记忆里，以前他们根本没主动关注过原主，可我们来后他们就凑了上来，这是为什么？这些小女生能有什么目的？还不是被我们的男色所迷。接下来的几日，陆婉欣他们成功将摊位摆到了秦夕他们旁边。那些女生来买东西，本想找几个帅哥说点什么，看着旁边摊主的眼神，吓得也都不敢多逗留。沈寒他们也终于在这每日的进进出出中逮住了李北抱着电脑从他那屋出来。电脑，那是我的电脑。这女子怎么回事？这电脑怎么就成她的了？还是她发现了电脑的秘密，想捞抢？你这电脑之前是我用过的。电脑上有说破电脑这名字是上一任宿主给起的，难道就是这个丫头？你认错了，这是我的。你不信我说的话，那你敢对着他说收起来3个字吗？有何不敢？收起来。当这3个字一出口，那电脑果然不见了。你对他做了什么？电脑上哪去了？这东西现在可是帮助我们挣钱的宝贝，怎么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金手指出来。怎么没动静？可能你叫的不够诚恳，再叫一遍。金手指出来。李北4人突然想起第一次电脑出现时说过的话。这4人什么意思？不会要让我赔吧？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之前就是这么用的，一换它就出来了。这时田亚兰他们刚好也过来了。老大，你们来的正好，快帮忙想想，那电脑真是之前那个，可我让学长叫他收起来后，他就不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小四别急，那电脑本来就不靠谱，说不定就是他不想工作，让你背锅而已。这破电脑就是……话还没说完，电脑就出现在了8人的视线里。这丫头居然也能换出电脑！小四，你刚刚说了什么把他给叫出来的？我就说了这破电脑，他就出现了。这东西是我们阿北先换出来的，所以归我们阿北来使用。你虽然能换出来，但电脑也说了你是上一任，所以你没有权利使用它了。我们小四怎么就成了上一任？你们让电脑再说给我们看看，但如果他不说，那我们小四也是有使用权的。这丫头对我这样说话，我心里怎么有点骂她呢？阿北，你来让电脑说给他们看看。但无论李北对着电脑怎么问，那电脑就跟死机了似的，毫无反应。你们那些都是电脑上买的吧？既然我们小四能换出电脑，那我们也要用。电脑给了我们任务，所以这电脑该我们用。什么任务？让我们1年挣1000万。1000万？你们就想着靠摆地摊来挣1000万？我们有必要告诉你们吗？就你那点儿本事，我还不知道。好了，你们说之前用过这电脑，在哪用的？沈寒4人也想把到大燕朝的事全说出来，可是有关大燕朝的一切，他们都像被限制了一样说不出来。有了，不是不能说有关大燕朝的事吗？那我就再编个故事，将里面的地名人名给换不就好了？看这样能不能让他们想起什么？于是沈寒就揭穿了李北他们肯定不是原主的事，因为他们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只是他们是从现代去了古代，而李北他们则是从古代来了现代。这丫头他们居然知道我们不是原主。就这样，沈寒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似的，讲了他们去古代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留下几人慢慢消化。四爷，这丫头说的他们去了古代，在四位夫人身上发生的事，我怎么觉得有种熟悉感？不光是熟悉，她讲的很多事我们大燕都发生过，是不是太巧了？
他在讲他和他家相公发生的事情时，怎么一直盯着我看？你们说我们来这找的答案会不会就和他们有关？对啊，有可能。第二日摆摊回来的几人又聚在了一起。阿西学长，任务1000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能完成？我们这不才刚来这儿不久，对于这地方还没了解透彻，等我们多筹备点资金，后面再想办法。你们现在摆地摊一天能挣多少？说出来听听，我们也帮你们分析分析。我们现在4人一起卖，每天一共能挣2000多，可比我们之前打工强太多了。你们还去打过工？是啊，别人说这叫体验生活。这4个古代公子哥居然跑现在来打工来了。4位学长，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挣钱，帮你们完成任务，怎么样？你们毕竟没有我们了解这个时代，和我们合作你们也不会吃亏，况且和我们4个一起，那挣到的钱应该也能算在你们的任务范围内。李北看了眼于东3人，看大家都没意见，和你们一起干也行，但我们总得先知道你们的想法吧。那是当然，我们是这样打算的，由于咱们手里资金有限，所以多召集人手帮咱们卖货，给他们算提成。4个闺蜜刚从古代穿回现代，就遇到从古代穿越来的4兄弟。相遇后的8人就决定一起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这找人这事就由小4和李学长一起去办吧。为了能达到合作的目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双方都派出一个人一起，这样谁也不会吃亏。人手要是确定了，那货源我们总得有个不让人怀疑的出处，所以货物这方面以后就由我和陈学长来准备。陈学长没问题吧？刚刚自己居然看着这田丫头出了神，难道是被她发现，她才叫自己的吗？没问题，没问题。既然货物要有出处，以后又得量大，不可能再从这出租屋里搬这么多东西出去，时间长了，难免会让别人怀疑。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得去找一个大点的地方充当库房，以后货物就从那个库房里出。老3，以后你就和于学长2人专门负责管理钱财和账目，2人都各自把好关，账目清楚了，我们大家也合作的放心。你们算好账没事时再去帮着卖货。好的，老大。至于你们俩，肯定就是负责销售这一块，不光你们自己要负责销售，还得带动大家一起积极的进行销售。具体怎么安排，老2你自己看着办，我和小4他们忙完自己的，也是会过来帮你卖货的。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第2日吃过早饭，大伙纷纷带着自己的任务出发。上辈子没考上，没想到还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那个李学长，你知道学校的公告栏在哪吗？这丫头眼睛一眨一眨的，还挺可爱。自己突然就忍不住想摸她的头，是怎么回事？哎，不能乱想。这位爷突然怎么了？等贴完海报，李北心里突然想起来2个人。我带你去找2人，我觉得那2人特别适合。也是这个学校的吗？是的，他们一个叫王明，一个叫张扬，都是我和秦夕在图书馆打工时认识的。那2人家里条件都不怎么好，放假不回家，打了几份工，挺不容易的。由于李北没用手机，所以2人找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晚上再去烧烤店看看吧，应该在那里。没问题，现在也中午了，李学长，我们去吃点什么？你决定就好，我没意见。沈寒回想了一下以前他的那些喜好，最后带着李北去了一家肯德基。你就放心吃吧，这是鸡肉不是鸭，而且里面没有蒜也没有葱，更没有香菜，还有我还单独给你点了你爱吃的土豆。李北听着沈寒的一通介绍，眉毛是舒展开了，心里却疑惑起来。他这说的明明是以前自己的喜好，而这原主根本不挑这些，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吃啊，怎么不吃？这东西可好吃了，你快尝尝。而田亚兰和陈楠找了好几个中介介绍的铺子都不合心意，要么价格太贵，要么铺子太小，要么就是离摆摊那条街太远。这丫头什么意思？她点的2碗是给她自己点的，没我的份，她一个人吃的了2碗。正当他考虑自己要不要重新再叫一份时，就见田亚兰并没有吃，而是在2碗面里挑来挑去，最后将1碗分量足，上面全是排骨，而原本面条里的蔬菜全去了田亚兰那碗里。吃吧，这是给我的。他怎么知道我爱吃肉？吃面条不喜欢往里加蔬菜，这排骨你怎么不吃？你不是爱吃肉吗？正好我今天想吃素。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们端来的菜每次也都是我们爱吃的，怎么他好像很了解我一样？吃完饭2人又开始继续找仓库，最后终于在一处偏僻的角落找到了一座仓库。耶，太好了！陆婉欣4人等摊位没人的时候，终于有空可以吃饭了，但是饭菜早已凉了。饭都冷了，还吃什么？自己身子本就不好，也不知道注意些，我去找个地方热热，你们先看着摊子。自己身子不好吗？我记得这原主身子挺好的啊，身子不好的好像是我在古代的身子吧？那这丫头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丫头和我大胆小的新夫人只有一字之差。陆啊，
陆婉欣，可两人的性格却是大相径庭。不过这个陆婉欣挺有意思，比我那新夫人有趣多了。看够了没？就是有点凶。不过原主妈不就是这样对秦妈的吗？秦爸却每天都还是乐呵呵的，反倒是哪天秦妈不吼他还觉得不习惯，嘿嘿。到了晚上，一行人聚一起来到烧烤摊，秦西就看见王明和张扬那两小子正忙得团团转。阿西学长，你们怎么来了？找你们有点事。这4位难道就是你们传说中的女朋友？沈寒4人刚好站在能听清这句话的位置，瞬间各自转头看向4个男人。这人在这谈女朋友了？不可能，晚这些天都没发现他们有女朋友的样子。他喜欢上了除了自己以外的人。这男人居然在这找了别人，我倒想看看那人怎么样。2位学长，我们不是他们的女朋友，但我们也挺好奇，他们女朋友是谁？你们知道吗？秦西看了眼李北他们，见大伙都没有要解释的样子，但他听着陆婉欣这话，怎么感觉心里毛毛的？阿西学长，他们真不是你们女朋友？秦西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而陆婉欣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只好呵呵2声，立马转移话题。是不是都跟你俩没关系？走，我们有正事找你们谈。剩下陆婉欣他们4人落寞地站在原地。老大，我们是不是被抛弃了？先别急，稳住。我觉得事情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可那2人不是说……田亚兰见他们都表现出失落的表情，赶忙安慰道：你们自己相处这么久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依我看，他们没那么快在这谈恋爱。况且这些天我们都在观察他们，哪有其他女生出现过的痕迹？王明2人和秦西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当听到秦西的计划，立马表示：阿西学长，我们跟着你们干，一会儿我们就去跟这儿的老板讲，明天不来了，就这点工资能干什么？只能混个温饱。要是能挣多的，我还能给我妈寄点回去。行啊，你小子还挺有孝心。哈哈，我这不是家里穷吗？我妈他们供我考上大学不容易，家里爷奶也还病着。大伙听他这么说，感觉气氛就有些沉重了。王明也看出大伙的异样，赶忙打住话题：行了，不说这些有的没的，反正我和张扬就信你们，以后就跟着你们干就是了。有什么其他活你们也尽管吩咐。又增加了2名大将。从古代穿越过来的4兄弟相识了重生回来的4闺蜜，8人不仅成了邻居，还合伙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今天是咱们团队正式开张第1天，2人一组，提成2人平分，大家没意见吧？没有。那就按咱们之前说好的出发吧。加油！就这样，8人带着他们的小伙伴们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摆摊生涯。由于货源物美价廉，所以一天下来客源不断，效果也很理想。老三，今天怎么样？今天最好的是王明和张扬那2人，他们2人一天净赚800，咱们今天一起净赚了6000多，不错啊。是的，毕竟是第1天，后面有了经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必须的。就这样，几人每天的摆摊正常运行中，收入也从之前的6000到8000，再到现在每天稳定1万左右。现在咱们收入渐渐稳定了，也快开学了，咱们也该从里面抽出来了。是的，所以咱们眼下需要再招10人左右，刚好可以让王明和张扬带着这些人，他们比较有经验，咱们也放心。是的，咱们另外给王明、张扬每月再另发一份奖金，这个可以有。那就这样定了，大家还有别的建议吗？老大，马上开学了，我觉得除了咱们之前的摆摊地方，这段时间可以换到个大学门口。是的，眼下刚要入学的学生会是一个机会。那咱们明天和王明他们商量下具体细节。还有件事，每天运输货物这块，咱们可以买个货车。是的，这样以后拉货方便，也能掩人耳目，不然时间长了，这里都没有车进来过，就看见大伙每天拿这么多东西出去，还真有些打眼。可是目前我们都没照啊。那就交给李学长你们了，你们4人抽空去学个 B2的照。没问题。我们趁这个时间拿个 C1的照，这样不管以后干嘛也方便些。都 OK。就这样，一个暑假时间，几人不仅考了照，任务1000万也完成了80万，转眼也到了开学时间。别看我们老大和老三平时不打扮，这一打扮出来也没那些女生什么事了。真有那么好？当然了，你问问小4，我现在眼睛都已经移不开了。老大、老三，你们也太美了吧！这都亏了老2技术好。承让，多谢夸奖啊。等4人都收拾完出门的一瞬间，就看见对门4的男人投过来打量的目光。林静书3人瞬间不好意思的低下头。这3个也太没出息了，之前连娃都帮他们生过了，现在在这害羞个什么劲？学长，你们这是在等我们吗？这几人一打扮也太好看了吧，都要甩的什么校花好几条街了。我们他第1天，你们找不到上课的地方，所以才这样啊。这丫头今天打扮这么好看是要干嘛？去学校认识别的人，怎么感觉心里有些不舒服？原来她竟然这么美。她怎么那么好看？我之前怎么都没发现。
就这样，8个俊男仙女开学第一天一起出现在校园里，瞬间轰动了学校。这8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起来学校？还有这8人看起来也太般配了吧！原来他们身边出现了这么漂亮的女生，这下我们是没机会了。怎么样，我的决定没错吧？就应该好好打扮一下，这下不少人该知难而退了。我这是不战而败了吗？可他们2人之间都保持着相应的距离，应该不是情侣吧？哎呀，你就是李北学长的学妹啊！你是哪个系的？我带你去。怎么看着这人心里就不舒服？学姐，这就不麻烦你了。学长他们说了会带我们去。既然这样，那我陪你们一起去。这人怎么这么厚的脸皮？明明都拒绝了，还要上赶着往前贴。得一个什么劲？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和李北可是同系的。学妹，你是什么系的啊？学姐，我和李北一个系，离得也不远。哼，这4人也不知是想什么，突然这般打扮，这一路走来，那些男生的眼神都要粘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等他们下课我们一道回去吧。顺便跟他们讲讲，没事化什么妆，自然的样子就挺好了。就是。你们说学校里传的秦西他们的女朋友是高中的学妹，是不是就是说的我们？从多人口中我们听到的答案进行一番总结，我觉得就是我们无疑了。不过按照那4人的性格，估计就是拿我们当幌子而已。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将计就计，找他们商量一下，我们可以勉为其难的当他们名义上的假女朋友？小4说的对，这样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待在他们身边。4人又商量了一会，都觉得这办法可行。第2日一早，秦西打开门就看见他们4个，还吓了一跳。你们这是要干嘛？一声不吭的站在那，怪吓人的。你这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们就站这就把你吓到了。你们这是有何事？沈寒见他那样，突然又不好意思说了。田亚兰见状，只好走上前，把他们的打算说了出来。可以，就按你们说的这么办。在外人面前，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没人的情况下就可以不用装。那我们是不是该去做点男女朋友都要做的事，别人才会相信？男女朋友要做何事？约会、吃饭、逛街、看电影。秦西4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这儿的人是有这习惯。请，具体的你们来安排，我们照做就是了。那行，这个周末我们都把时间空出来，我们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到了周末，沈寒4人带着他们在游乐园玩了摩天轮和过山车。下来后，秦西、陆婉欣2人就坚持不住了。这2人还真是默契。怎么样？你们2个还好吧？没问题，还能再战。那我们再去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们确定要进去？这地方看着阴森森的，你们就不害怕？你个大男人，能不能别那么胆小？我们4个女的都不怕，你在这怕个什么劲？谁说我怕了？去就去。是谁说的不怕？这会儿又不敢了。秦西看了看自己被陆婉欣牵着的手，顿觉来了力量。我哪有不敢，只是替你们开路而已。就这样，几个男人一路表面淡定，实则身上冒着冷汗的走了出来。这也没什么可怕的呀，小意思而已。这里也玩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电影吧。你们安排就行。沈寒几人特地找了部也带穿越的电影，就是希望他们几个看完电影能想起什么。看完电影出来后，忍不住问道：你们就没想起什么？我们要想起什么嘛？这电影里的人挺惨，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怎么会在一起？沈寒他们听到这答案，心顿时凉了半截。这电影的结局就是穿越女没能留下中世一个人回了现代。谁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不能在一起？那电影还有第2部，第2部讲的就是男主来现代找她了，然后那结果怎么样？下次再来看电影就看第2部，你们不就知道答案了？怎么样，男朋友，你们对这次约会还满意吗？女朋友，你们这的约会也太惊险了，下次能不能换点其他的？怎么的，这么快就想下一次了？那下一次我岂不是得想个更好玩的来带你去体验？下次看电影就看那电影的第2部。能让这冰山主动提出看电影还真不容易啊。行，等我查到哪个电影院放我们就去。你觉得今天这约会怎么样？这都是你们这时代唬人的游戏，还行吧？就知道这男人也不喜欢这种场合，那下次就带他去一个他肯定喜欢的地方。林静书也和于东对视了一眼，2人只是相视一笑，但是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回到出租屋，沈寒4人却都是一脸激动样。你们觉得今天怎么样？我感觉这4人迟早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他们的日子走上正轨之后，考虑摆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几人开始筹备着第1家超市的开张。怎么没看到王明啊？王明最近都不来了，让我给你们说一声。那小子向来可是赚钱最积极的，怎么会放过任何一天能挣钱的机会？这不正常啊，他是出了什么事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前几天他突然就躲在宿舍里不出来，我去找他，他就让我帮他给学校请假，说他生病了。
问他来摆摊不，他也连连摇头。可我看他挺正常啊，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他只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每天上学的同时还打几份工，可最近他不仅学不上了，也不去打工了。你小子在这思考什么大事呢？学也不上了，钱也不去挣了，说来让我们也听听。要是遇到什么你不能解决的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们能帮的一定帮。这2个人好像是原主的朋友，2位不用为我担心了，我这忙你们没法帮，也帮不了。你都没说是什么忙，怎么知道我们不能帮？你一个人苦恼也解决不了问题，不如说出来我们听听，说不定我们还真有办法。我遇到的事说出来谁信呢？估计不把我当疯子，就会把我当傻子吧。算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不用管我。好吧，挺好的。秦西和李北对视一眼，知道2个人劝不动，于是默契地架起王明，找到了沈寒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成这样了？都说了我的事情你们没法帮，真的死不了。我就是想一个人好好想想。你这是失恋了，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了，不好意思说出口。好啊，你小子这是深藏不露啊，快说说，你不好意思啊，我们帮你说去。我这刚来，喜欢什么女孩子，你们别瞎猜。刚来，这人不是比我们还高一届，怎么会是刚来？你这刚从哪来啊？我这从那个叫宿舍的地方而来啊。陆婉欣仔细观察了王明，看出他的反常和之前的他们很像，所以有个大胆的猜测。老实说，你是不是也是穿来的？穿什么来？我这么穿有什么不对吗？原主记忆中他平时也都这么穿的呀，没什么不一样吧？我说的穿是穿越的意思，穿越就是你从另一个时代或者时空来到了这里，这就叫穿越。你怎么懂这个？莫非你也是穿来的？我们和穿越差不多，但他们应该和你一样。既然我们都告诉你了，那你也该说说你的情况了。你从哪来的？为什么会到这来？我以前所在的地方是大雁巢。听到这个地名，在场的几人都激动起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就是我的4个好友出了远门，很久都没回来。好吧，就去找他们。然后路上我遇到了一个老和尚，再然后眼睛一闭一睁，就躺在那个什么宿舍里了，吓得我这些天都不敢出门。天啊，你是楼，哎，算了，当我什么也没说，还是你们自己相认吧。这丫头肯定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会突然结巴了？你是阿楼吧？我们的好兄弟，猜猜我是谁？这人这反应怎么这么熟悉？难道你是老秦？果然是我好兄弟，一猜就中。那你再猜猜他是谁？这是咱们四爷吧？走，我带你去见见老陈和老于。那铺子上那么多人，去那说这些不合适，等晚上他们回来再说。真没想到啊，阿楼你这么够意思，找我们都能找到这来。王明心里想起自己的媳妇，一阵委屈，勉强挤出笑容。我是够意思，可你们怎么会想到来这么个地方的？我们也是被老和尚送着来的。既然你们朋友来了，那今天就早点收拾回去聚聚。秦学长，你也去铺子上把另外2人也叫回去吧。我们回去，那你们不回？你们兄弟聚会，我们去干嘛？况且做饭的人不都来了，还用得着我们？得，阿楼你和四爷先回去做吃的，我去把老陈和老于叫回来。为什么他们会知道阿楼会做饭？晚饭后，沈寒几人看过娄玉春，正打算离开，可李北叫住了他们。先别走，坐下我们谈谈。你们为什么那么了解我们的喜好？我也想说，可是说不出口，也尝试过其他方法，写也写不出来，手机消息也编辑不了，这让我怎么说？因为为什么他们平时不结巴，一到关键时候就结巴？这也太奇怪了。他又转头看向于东他们，另外3人也同样开始结巴起来。这些人在干什么？为什么这4个女子刚还好好的，一下全结巴了？你们这都是在干嘛？需要我回避一下吗？你不用离开，我们这是在寻找我们来这的答案。说到这，李北突然想到，既然他们不能用嘴说，那就试试其他法子。现在你们不用说，我来问，你们来的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沈寒赶紧试了一下，可以点头。你们认识大雁巢的我们？而李北5人傻了，这4人他们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啊？你们去过大雁巢？你们还记得他们说的之前穿越古代的那事吗？我当时就挺奇怪，为什么他们去的那地方和我们大雁巢那么像？现在想想，那就是我们大雁巢，估计就是因为他们说不出口，这才换的名字。而李北他们也开始回想起他们之前讲的故事，而那故事里，他们4个不但有相公，而且都还有了娃。你们4个在大雁巢的相公是我们。这下秦西他们坐不住了，各自走到自认为的媳妇面前。可我一点也不记得你是怎么回事。于东和陈楠也是想了半天，记忆中也没他们的存在。
之前我们4人不都收到什么高人给的东西或者是各种书信吗？那这4个是不是你们？这可把沈寒他们难住了。如果他们离开后没有了他们去过的痕迹，可这4个高人给他们东西，这事也太匪夷所思了。难道是电脑觉得我们离开了，但故事得继续，所以把所有我们去的痕迹抹掉，但定北王却还得要好好治理北定，就以4个高人的名义给定北王他们帮助，所以这4个高人的原型便是我们。原来一直苦苦寻找的高人居然来自另一个世界，难怪咱们一直找不到。原来我们就是为了找他们。可他们说的什么2人在一起的事，我怎么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女朋友，没想到你还当过我媳妇，可就是太遗憾了，我想不起来。怎么样，你那时候和现在一样凶吗？哼，这人是我的夫人，当时自己肯定很喜欢她吧？她可比先皇赐的那小姐好太多了。你真当过我媳妇，还给我生过娃？田亚兰见他这么问，突然感觉很尴尬，但还是点了点头。我不管了，既然你说以前是，那以后也是，管他有没有记忆什么的。这么多人呢，快放我下来！你们这讲的事情好像都和我没关系，我就不打扰了。我也想我媳妇怎么办。终于弄清了心里的疑惑，李北不得不问道：既然事情发展成这样，你们有什么想法？还想回大雁吗？听到他的话，几人瞬间看向自己身边的人。四爷，能说不想回吗？你呢？四爷，我觉得在这挺好的。而陈霆锋不等李北问就抢答道：我陈霆锋的女人在这，那我也不走了。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还想回去，舍不得他的王爷身份？李北知道大家的答案了，点了下头。好了，既然这样，那我们更要好好把任务完成，这样选择权才会在我们手上。重生的4闺蜜遇到穿越现代的4兄弟，几人为了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很快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超市。终于开张了，这段时间都累死了。是啊，咱们也该好好放松下了。那明天开始咱们的第2次约会吧。楼老板也一起吧。你们去玩带煞，我做神。我这一个灯泡是得有多闲，才跑去跟着你们发亮。不去，不去，以后你们要去哪都别告诉我，听着心烦。这楼老板还真可怜，要是回不去了，那要不要也在这儿给他找个女朋友？秦学长，你好好想想，你们家有没有年龄和你差不多的表妹，介绍给早王学长认识认识。嘿嘿，我们家没有表妹，都是表弟。第2天一早，几人就来到了约会地点。女朋友，你怎么能不等我呢？2人一起才有伴。你有病了呀，这我做什么？看他们都要爬上去了。他们爬他们的，我们爬我们的。你不说我们以前是夫妻吗？所以我们要夫妻同心。你别拉我。突然陆婉欣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小心。就这样，2个人因为身体的猛烈碰撞到一起，秦夕不小心吻上了陆婉欣的唇，然后他头脑中突然像放电影一样，2个人在古代的点滴也全部浮现出来。你干嘛？快放开我！我不放，让我再抱会。媳妇，我终于想起来，都想起来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快点走了，他们都快到了。女朋友，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小子犯什么病呢？几人爬完山就准备去看电影。我觉得老秦可能恢复记忆了。你从哪发现的？我们家老于我怎么看不出来？没多大变化呀。我家四爷好像也差了点感觉。我家老陈应该也没想起来，不过还是和以前一样呆。那家伙肯定想起什么了。今天一整天他就一直黏在我的身边，和在大雁时的感觉特别像。还有那个吻也是那么的熟悉。我不知道你们家的有没有，反正我就觉得老秦肯定是恢复了。行了，知道你家老秦肯定是恢复了，不然怎么能那么大胆的和你拥吻，撒这么一大把量？沈小四，你闭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好了，陆老啊，你家老秦如果真的恢复了那是好事，如果没有，你也不用在意，这不就证明了以你的魅力再一次征服了他吗？对呀，看你2人今天那甜蜜劲，真是羡慕死我们了。把你那脸转过去，别这么盯着我。四爷，你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敢那样亲他吗？不想知道。老于，你呢？要不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要，没兴趣。这么重要的信息你们居然不想知道？算了，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我告诉你们。老秦，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吻下去就能有一段这么特别的记忆？是不是真的？你们一会儿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一会儿就是。你忘了这里的情侣为什么约会的时候都喜欢看电影？黑灯瞎火的，再看个爱情片，气氛一烘托，那不就是水到渠成吗？确实是这么个理。所以当电影放到深情处，秦夕直接扳过陆婉欣的头就亲了上去。其他几人想起秦夕的话也开始行动起来，结果真如秦夕说的一样，他们头脑中都闪现出他们在古代之间的事。就这样一直到电影结束，他们才紧紧牵起自己女主角的手走出了电影院。学长，
你怎么突然？我的王妃，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王爷，你想起来了？夫人，为夫找你找得好辛苦。你恢复记忆了？你们这是都记起来了？媳妇，这下你跑不了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跑？不过我们该回去了，明天还得上课。回到出租屋，大伙又恋恋不舍了。女朋友，我舍不得你。我这都被你黏了一天了，你不烦我可烦了，赶紧回去洗洗睡了。夫人，进去早些休息，为夫看着你进去。正经些，这里不是古代，以后好好说话。你可别学他们那么腻歪，我可受不了，赶紧休息去。玩了一天了还不累是怎么的？早点休息了，我的王爷。等几人进屋后，4个男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回了自己屋。你们还知道回来啊？把我一个人丢下就算了，居然还把我忘得这么彻底。这都一天了，回不回来也不来个电话说一声，你们能体会我这孤家寡人是何心情？我们可是问了你，你自己不愿意跟我们去玩的，怎么这会儿倒在这算上了？真不知道我跑这来是干什么的？你们一个个的跑这来是找媳妇来的，可我媳妇又不在这，这老和尚也不知是不是和我有仇，干嘛把我送这来？好了，阿楼兄，从明天开始，我们都把替你找个媳妇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保管给你找个称心如意的漂亮媳妇怎么样？我谁也不要，就要我家新月，还有我家小肉肉。你们不是有那什么电脑吗？赶紧想个法子把我给送回去。四爷，要不你把电脑叫出来问问，不然对咱们阿罗兄确实不公平。有没有法子送阿楼一个人回大雁巢？没办法，他是来找你们的，你们选择留下，他也回不去。那有没可能把秦新月也给送到这个世界？这个不在我的管辖范围，谁把你们弄这来的？你们找谁去？好电脑，你就行好，替我们指条明路呗。我叫破电脑。行了，破电脑，你就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老和尚帮忙吧。一路向西。系统说完后就装死机了，随便他们再怎么问，都不搭理他们了。既然电脑这么说了，那就是还有希望。不过他这个是指一路向西能找到老和尚，还是一路向西能找到秦新月？这个西方不正是原主他们老家的方向吗？没错，看来这事儿也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放心吧，阿楼兄，我们绝不会让你成为孤家寡人的。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他们果然都恢复记忆了。那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应该算是完成了吧。你说我们那任务是1年之内让他们重新爱上我们，现在时间才过了半年，他们记忆都恢复了，要是还敢不爱我们，看我们怎么收拾他们。不过他们的任务还是要继续完成，万一那什么破电脑临时便挂来一句，这恢复记忆不算重新爱上。对，所以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得是赚钱。别人重生都是系统各种扶持，他们的系统则是看心情，说消失就消失。现在马上要放假了，有些事情咱们刚好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去做了。没错，像货源问题，咱们要提前去联系了，不然这系统在何在古代时突然消失，到时候超市运营就麻烦了。还有楼老板的终生大事，系统不是提示一路向西吗？刚好咱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去，既看有没有合适的货源，也看看楼老板的姻缘。对了，晚点我们和他们几个商量下具体细节。就这样，放假后几人开始分头行动了。你看这是个寺庙，听说到这里求姻缘特别灵，我们去看看吧。听夫人的。这位师傅，请问你就是这的主持吗？善哉善哉，老夫正是，不知施主有何事找老夫？主持有礼了，我们就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您可认识一位叫做虚无的师傅？施主，即是虚无，那便是没有；即是没有的人，那老生又怎么会认识呢？该来的始终会来，不该来的强求也没用。说完，老和尚冲他们行了一个礼，就转身离开了。这老和尚说了半天等于没说，估计我们是找错人了。这老和尚肯定知道什么，但即使知道，看样子他也是不会告诉咱们的。就这样，另外几人也和他们一样，回到老家和家人聚了聚，也见了亲戚家的小姑娘，但是都不是秦新月，反而还碰到了他们几个都不喜欢的于子珊。假期结束，几人回到学校又忙活了1个月，王明的甜品铺子也开张了。你们听说了吗？听说是于子珊过年回家后就生了一场大病，给学校请了2个月的假。那人我们过年回去碰到不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生这么严重的病？老三，你当时有看出什么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身体挺健康的，不过这疾病的事情说来就来，我也没给他瞧过，谁说的准呢？你这怎么还关心起他了？不到你们面前晃悠，你是闲得发慌。我只是觉得奇怪，现在只要发生在我们身边奇怪的事情，我们不都应该留意一下吗？沈寒这么一说，大伙这才立马反应过来。金小四这么一说，你们觉得这于子珊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的情况？而且他不也是我们回了西边就遇到了？等他回学校，我们去看看他不就知道了。2个月后，
于子珊终于回到了学校。学姐，听说你病了，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严主机里好像不喜欢他们，看我怎么看着这几人也不讨厌呀。不过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和之前不一样，我很好，就不劳几位学妹挂心了，你们管好自己就行。既然你没事，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了。不过你要是身体有什么特别不舒服，可以让我们林老三给你瞧瞧，他们家祖传的中医。他们人还怪好的，看着也挺亲切的。行了，你们也赶紧回吧，我没问题，看什么医？我看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好吧？这下他们应该看不出来我有变化吧？既然学姐没问题，我们也就不打扰了。你这真的放弃李北了？李北啊，原主机是有这个人，长得倒是不错，不过和我家肉肉爹比起来可差远了。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我对他真没兴趣了。他是学校校花，而他是要靠自己打几份工才能继续读书的穷小子。原本从没交集的两人突然在一起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待在这里心里就觉得很踏实，很舒服。王明最近看着每日坐在窗前的那个身影，也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于是突发奇想，特意为于子珊做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点心。同学，我看你这些天天都来，为了感谢你的厚爱，我这出的新品还没开始售卖的点心，就先送一份给你品尝。我家相公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有他在，我还会跑来吃这什么没听说过的东西吗？那就谢谢老板了，老板这么会做生意，相信以后你的生意会一直好下去。于子珊说着就把点心放到了嘴里。这东西是你做的，还是别人做的？这是我研究的新吃食，你到其他地方可是吃不到的。我以后能每天都来一份吗？她不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居然会为了点吃的还有这样的一面。看在你这么捧场的份上，你以后想吃就直接过来，多给你做一份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这事可不能告诉别人。就这样两人一直接触着，于子珊基本都会在放学后过来，王明也会每天都特意给他留上一份。日复一日，于子珊也终于在各种熟悉的味道中想到了什么。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点心不合你胃口了？我在一个叫大雁的地方吃过和你这差不多的点心，不知道你可去过哪？你说的是大雁，难道你是新月？你是我相公对吧？是不是你？是我，新月，我终于把你等来了。你是我相公，你真的是我相公？我是你相公。等王明收拾完关好铺子，两人这才一起回了李北他们的出租屋。你这是什么意思？把这个女人领着来干嘛？这是我媳妇，以后你们要去哪玩，可以带上我们一起了。老于，我这没听错吧？王明和于子珊在一起了？那女人能看上王明？尽情的，我怎么就看不上王明了？他可比你厉害多了，你比他差远了。那女人之前说话是这样的吗？好像不是。你有媳妇了不起，我去把我媳妇叫过来，看她怎么说。居然说媳妇快走！王明那家伙居然把于子珊带回来了，还说那是他媳妇。还有啊，那于子珊居然说你夫君我没王明那家伙厉害，你去给评理。什么？既然都来了，那我就说一下，今晚我媳妇还得注意下你们呢。学校她暂时不回了。什么？老秦，你再仔细看看，确定这人你不认识？你真行，你连你小妹你都不认识了？什么？相公，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就成他小妹了？沈寒听于子珊叫王明相公时，一下就反应过来了。你是秦新月，没错吧？小四，好像从他们恢复记忆，咱们现在能说大雁的人和事了，也不结巴了。是啊，我也刚发现。你是新月？我是秦新月。你是新月？你居然连你哥都不认识了，还这么贬低你哥？哥，难道你是我二哥秦瑞？哈哈，还真是你这丫头。不过你刚刚说谁不行了？这下换于子珊傻了，拉着王明的手。相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二哥也在这？还有他们都是谁？于是王明开始把几人的情况都讲了一遍，秦新月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新月，楼老板这原身是因为劳累意外走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一天，一个老和尚突然找到我说替人来接我，再然后我这身子原主就是遇到你们之后从乡下亲戚家回家后就突发疾病走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到了他的身子里。既然咱们王老板也有媳妇了，那以后我们的活动应该就不会再推迟了吧？我媳妇要去我就去，我媳妇去哪我去哪。如果这两人不是都换了心，有谁会想到这两人能走一块去？估计学校知道他们的事情后就炸了。既然现在阿楼的媳妇也来了，咱们就再也没顾及了，接下来就是完成任务了，到时候大家才能选择留下来。穿越过来的四兄弟为了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不得不一起努力搞事业。就在超市一家接一家的开着时，学校却突然宣布了一个通知：我们打算保留学籍，前去当兵，等退伍回来再继续拿毕业证。
既然这是妹们两人的决定，我们肯定都支持。毕竟能有勇气踏上这条路的人，可都算是我们国家最可爱可敬的人。我要去体验你之前的训练，和你一样当一名特别有种的兵。那我们就一起当一名特别有种的兵。老大，我们舍不得你。老大，你可要好好的，我们等着你回来。知道你是好样的，我们兄弟也等你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兄弟几个在一起闯荡天涯啊！对，转眼离系统交代的任务还剩下1个月时间，他们却还有200万的任务没有完成。王明知道后，就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同李北一起合伙开了一家醉春楼。怎么办？虽然现在醉春楼每天有好几万的营业额，但是离目标还差好多。眼下除了店里正常销售，我们可以去古玩城碰碰运气，趁着系统还在，看看能不能淘到好宝贝拿到系统上卖了。老秦，这里看着好特别啊。真宝哥，是与其他的店好像都不一样。老板，你这铺子里可有好宝贝，快给我们说说。可没想到老头根本不理他们，认真把玩着他手里的一串珠子。这人一点也不像做生意的，不过他这里的东西我怎么好像在大宴见过。我也觉得有的东西有些眼熟，好像是在哪见过的。走，咱们去找四爷过来看看。等秦西和陆婉欣两人把沈寒他们找到，带到刚刚珍宝阁的位置时，却傻眼了。媳妇，难道是我们出现幻觉了？这好好的一家店，怎么就没有了？刚刚明明我们两人是一起进去的。没错，刚才店明明在这的。可现在的确什么也没啊，真是奇怪了。就这样又过了段时间，距离任务还有2天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却还差几十万。秦西和陆婉欣再一次遇到上次奇怪的事情。你在这守着，先不进去，我去叫人。等陆婉欣去把沈寒他们都找来时，看到店铺还在，陆婉欣和秦西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没骗你们，这里真有间这么奇怪的铺子。走，进去看看。老三，你看看这些东西，你可还记得？这些不都是咱们之前卖给系统的东西吗？我就说这些东西怎么这么眼熟。欢迎来到珍宝阁，这里将是你们完成任务的关键地方。任务完成，你们将同铺子一起留下；任务失败，你们就同铺子一起消失。这不是那个老和尚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你这是要让我们回去了吗？老头笑着摇了摇头，最后把视线落在沈寒他们的身上。明天是最后期限，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我这间铺子里有一件宝贝，你们只需1万块购买，转手卖给你们的电脑就能获得1000万，也算是我送给你们留在这个世界的礼物。但如果你们选不到那个东西，就只能算作你们的任务失败。明日过后就各归各位了。什么叫各归各位？大雁的回大雁去，现实的梦也该醒了。他们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时间还有1天，而且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的，也不能改变吗？不能，我给你们的才是最后机会。想想吧，这家店将为你们存在1天的时间，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那次机会。如果选择错误，那我也没办法了。从古代穿越过来的4兄弟和重生回来的4闺蜜，为了能在一起，不得不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这10件物品就是咱们挑选的了。系统现在也不理人了，而且机会只有1次，怎么办？怎么样，东西选好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些东西好像都不是。就在大家犯难时，沈寒突然看到老人旁边的一串珠子。你们过来看看这个，这屋里所有东西都是我们接触过的，可这个却不是。这玩意儿居然在发光。沈寒看向李北几人，这一刻大家好像都坚定了某种决心。我们就选它了。就选它了，不再看看了。等我确认了，你们可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既然我们认定了，就没有反悔的道理。你快说吧，我们选对没有？恭喜你们顺利完成任务，老生也功德圆满了。接下来你们就相携走完余生，很幸福吧。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在家里？这日期不是同学会的前1天吗？不是说好的任务完成了吗？这时毫无意外的电话响了起来。沈寒瞟了一眼陆婉欣的电话，不敢接。韩丫头，你这是睡得有多死？电话响了没听见啊？哟，沈小四，你怎么才接电话？你怎么样？幸福是不是来得太突然，把你都给砸晕了？陆老二，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我们都回来了，老秦他们也在，连我家团团都来了，还5岁了，劲不劲爆？娃都长这么大了，哈哈。韩丫头，萍萍醒了，你是带孩子去接她吧？
还是你自己去，一天到晚就你瞌睡多。沈寒打开门，就看到客厅里老妈牵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男孩。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回来就知道把孩子丢给我们带，快开车去车站看看，小北差不多该到了。就在沈寒看着眼前可爱的孩子，脑袋里已经开始强行给他灌输一些从大学到现在的记忆。没有什么老和尚，但李北他们一直都在。他们一边上大学，一边继续他们的事业。超市、酒楼可以说是一家接一家的开。大学毕业后，他们还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而那些产业就交给他们男人去打理了。而他们还一起举办的集体婚礼，婚后第2年平平安安，团团圆圆也相继到来。而王明和于子珊家的肉肉却是晚了1年才出生。外婆，我妈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不理我们？估计是写小说，把脑子给憋坏了。算了，叫你外公和你一起接你的爸爸去，他是指望不上了。好吧，儿子，你是我亲儿子，走，我们去接爸爸。外婆，你看，妈妈有些吓人，要把我吃了似的。行了，要去就赶紧去，小北快到了，别待屋里发神经。而李北也是一边在消化头脑中给传达的记忆，一边走出机场，然后2个人看到对方就像被石化了一样，只剩傻笑。爸爸，你来了。平平一天没见你，就想你了。乖儿子，爸爸也想平平了。孩子吗？走，回家。2人回到沈寒之前住的房间，一起盯着那台电脑。老公，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处理？这破电脑怕是不能留了，要是哪天他又抽风把我们送去其他地方怎么办？李北盯着电脑，还没想到要怎么处理时，看来这破电脑是知道了咱们的想法，自我了解了，还挺会来事。以后我们都不会再分开了。平平一个人太寂寞了，我们再加把劲，给她再添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怎么样？讨厌。4个闺蜜只是参加一场同学聚会，岂料酒醒后却发现她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不仅没有接受到原主的记忆，每个人肚子里竟都有一个娃。更没想到的是，在路上遇到的和他们称兄道弟的人，竟然是他们的枕边人。再次睁眼，古代老公和孩子竟都和他们一起重新回到了同学会这天。陆婉欣，你们这是家里请不起人带孩子吧？这种场合怎么把孩子也给带来了？本人乐意，你能奈我何？你是谁啊？我们带不带孩子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家住海淀啊，管那么宽？你们老公，你看他们真讨厌。本人姓陆，是美心的老公，也是本市最有名的陆家。看在你们是美心同学的份上，你们刚才说的我不和你们计较了。但是如果还有下次……哦，陆家，你听过吗？原来是陆家，我只听说陆氏最近正想找 A 市的北定集团拿项目呢，对吧？北定集团现在在全国都算得上数1数2的大公司，虽然以前是开超市和酒楼起家的，现在公司却涉猎很多行业，你们这种人怎么知道？我们这种人，呵呵，也许我们这种人也是你想而不得的呢。李总，这2位就是最近想和我们合作的陆家的人，但看这情况，我们好像已经没必要考虑了吧？您觉得呢？你决定就好，这地方太小，待着太闷，小孩子确实也不适合在这，我们走吧。今年也算来过同学会了，这里的确不适合我们。老三说的对，这里空气不太新鲜，确实不适合我们。你们几个什么意思？我出钱又出力的请你们这些老同学来聚聚，你们不领情就算了，还这么不给我们陆家面子。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要你自己去争取的。小四说得好，盘子，走，老妈带你去游乐园。呀，妈妈，还有圆圆他们也一起。当然，一个都不能少。杨美心看着他们离去，还想说什么，刚去接电话的陆少就阴着脸过来给了他一巴掌。你这个坏事的女人，人家的身份都不调查清楚，就在这一通乱叫。我爸说了，这次生意黄了，我们以后就别出门了。出了酒店，沈寒几人相视一笑。沈小四，这次你没写什么新的小说吧？放心吧，我家那破电脑都已经用自爆来证明了，这次不会再穿了，大家就放100个心吧。圆圆妹妹，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我把它送给你吃。圆圆妹妹，这个好喝，你先喝这个。圆圆妹妹，我把这个送给你，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你们就知道吃好玩，我长大了要和爸爸妈妈一样去当兵，要是吃了你们的蛋糕和奶茶长成了小胖子，那我跑不动了怎么办？就在这时，秦新月他们也带着肉肉找了过来。圆圆姐姐，一天不见，肉肉都想死你了，肉肉要和你一起玩。妈妈，你赶紧再生个妹妹吧，让他们都找妹妹，我实在无能为力啊。姨，要不你们再生个妹妹吧，我天天被他们几个馋死了，有了小妹妹，他们几个的礼物就有人送了，还
还有我的漂亮裙子和玩具也都送给他。看什么呢？大结局了，说你呢？对，就是你。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要很幸福哦。